宴会正热闹，一个不该出现的人推开了大门。艾琳，这个传闻中的恶女，竟然真的敢露面，全场瞬间炸开了锅，大家都在背后嚼舌根，说她虐待下人，还逼着二皇子跟她订婚。这些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都在同情二皇子倒了大霉。换成别人早就待不下去了，可看他这架势，根本没打算逃走。真正的戏码现在才要上演。外人都说艾琳是个恶女，仗着家世胡作非为，可谁能想到真相完全是两码事。在这个雷雨交加的晚上，关起门来，他才是那个无处可逃的人。科利亚冷冰冰地吐出几个字，骂艾琳是个没用的废物，甚至还拿艾琳父亲来威胁。原来那些所谓的残忍传闻，不过是掩盖真相的幌子。真正的地狱就在这个家里，秘密终究还是藏不住了。这一拽，把最后的遮羞布彻底撕开，袖子下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在灯光下无处遁形。可科利亚根本不在乎，他甚至还在笑，嘴里说着最体面的话，要求艾琳无论遇到什么都要保持高贵的表情。说的好听是教导礼仪，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一场折磨。哪怕身上全是伤，也要像个木偶一样站得笔直。在这个家里，艾琳根本没有说不的权利。真正的地狱才刚刚露出她的真面目。科利亚简直是个疯子，他看着艾琳痛苦的样子，竟然还在笑，骂艾琳是个又蠢又可怜的东西。这种暗无天日的虐待，从艾琳小时候就开始了。没人知道真相，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太没用了。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卡利普斯拉住他说：“艾琳小姐，你必须把这一切告诉侯爵。”可一切都太晚了，莎拉满身是血的倒下，拼了命让他快跑。看着眼前这一幕，艾琳彻底清醒了，她发现自己根本谁也保护不了。谁能想到这块甜甜的草莓蛋糕，竟然是艾琳记忆里最后的温柔。哪怕是被迫订婚，这位二皇子也从来没有冷落过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在担心艾琳有没有好好吃饭。可结果呢？这个唯一对他好的人，现在却冷冰冰地躺在地上，周围到处都是诅咒的声音，说二皇子是因为他才丢了命，说所有靠近他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这种负罪感像枷锁一样，把他彻底拖进深渊。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自己真的一无是处，全是我的错。艾琳到死都在自责，觉得是自己害了所有人。可那个恶毒的继母连死都不让他安生。杀手冷笑着转达了最后通牒：别担心，你的家人很快就会下去陪你。这是要把他们全家都一锅端了。艾琳带着无尽的恨意，彻底闭上了眼。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玩乐，结果画面一转，这现代都市的鸣笛声是怎么回事？一睁眼，世界彻底变了样。曾经那个死在剑下的艾琳，竟然在现代重生了，带着前世的记忆。她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咖啡店员，本以为换个时空就能重新开始，可结果呢？这辈子跟上辈子没什么区别。爸妈觉得她是累赘，她也习惯了跟所有人保持距离。这种冷冰冰的日子，难道还要再过一遍吗？谁能想到，这已经是艾琳的第3次人生了。这一次，她出生在骑士世家，成了人人羡慕的天才剑士，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剑术大师。可她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无论死多少次，她都会带着记忆重新投胎。这种没完没了的轮回，简直就是一种诅咒。可就在她以为这辈子又要重复老路时，意外发生了。原本平静的世界突然冒出大批怪物，连骑士都懵了。他咬牙切齿地问：该死，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怪物？看来这一世的剧本跟前2世完全不一样了。怪物来得太快了，骑士根本没时间反应。他咬着牙低声咒骂：该死，来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道剑光瞬间劈开了黑暗。谁也没想到艾琳竟然在这个时候赶到了。这一剑干净利落，直接把局面给翻了过来。骑士整个人都看呆了，脱口而出叫她的名字：艾琳小姐。但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战斗还没结束。骑士赶紧指向远处，还有漏网之鱼，快去支援其他的骑士。艾琳这个名字在第1世简直就是悲剧的代名词，被继母虐待，最后惨遭杀害。那时候的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可谁能想到，她竟然带着剑术大师的记忆满级回归了。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又是这个身份，但看着眼前的怪物，她心里很清楚，这一次剧本该换人写了。这一剑下去，所有的纠缠都彻底结束了。艾琳站在怪物的尸体旁，裙摆上沾满了血迹，但她心里比谁都清楚，那种任人宰割的窝囊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既然老天给了她第3次机会，那这一世的命就要由她自己说了算。雅典娜学院，帝国唯一的顶级学府，能进这里的除了天才就是皇亲国戚，妥妥的精英聚集地。但就在今天，这里的平静要彻底结束了。随着马车停稳，那个女人终于现身。艾琳，她带着前世的记忆重新回到了这里。这一世，她可不是来当乖学生的。看着眼前熟悉的学院，艾琳这才敢确定自己是真的重生了，回到了这一切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在几天前，她突然回到了过去，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身处险境。就在这时，一个本该死去的人突然挡在了她面前。莎拉焦急地说：要是害怕就躲在我身后，我会保护你的。艾琳彻底愣住了，在她的记忆里，莎拉明明已经死了，为什么会活生生的出现在这？而且她刚才叫自己什么？艾琳小姐，这称呼完全不对劲。看来这一世的情况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样。有过一次经验，艾琳立刻就反应过来，那种离谱的怪事又发生了。她回到了20岁这一年，重新成了那个名声狼藉的大小姐。刚在学院露面，周围的议论声就没停过，有人盯着她的马车指指点点，有人嘲讽她穿得像去参加舞会。在这些人眼里，她就是个只会显摆的草包。旁边的随从担心地问：小姐，你真的没问题吗？艾琳心里很清楚，这会儿全学院的人都恨透了她，甚至恨不得让她赶紧消失。原因很简单，第一，
他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千金，竟然为了倒贴二皇子，强行转到了骑士系。而第二个原因，也是最让人眼红的一点，他居然是二皇子费迪南多的未婚妻。这下好了，全学院的公敌，他算是当定了。这婚约根本不是他想要的，但在外人眼里，他就是个为乐尚未不择手段的疯女人。流言蜚语传的那叫一个离谱，有人说他拿命威胁才换来订婚，还有人说他进骑士系纯粹是为了死缠烂打二皇子。最惨的是那位阿西利小姐，在大家看来，她才是被恶女抢走爱人的受害者。艾琳心里很清楚，在这些人眼里，她不仅践踏了骑士的荣誉，还拆散了一对苦命鸳鸯，难怪全学院的人都恨她入骨。不过她可没打算让身边的人跟着受罪。艾琳转头对莎拉说：“你先回领地吧，不用担心我，这烂摊子她打算一个人收拾。”莎拉还是不放心，问她一个人能不能行。艾琳握住他的手，语气平静地说自己没事。看着莎拉离开的背影，艾琳脸上的神色冷了下来。其实那些离谱的流言，全都是他那个继母编出来的。但这个真相，他现在谁也不会告诉，因为他永远忘不了上一世当他试图辩解时，莎拉是怎么惨死在眼前的。只要开口，身边的人就会没命。所以这一次，所有的烂摊子，他都要一个人扛下去，这是他必须独自背负的代价。既然重来一次，就没打算再回头。换上这身久违的学院制服，虽然在别人眼里这是他倒贴皇子的证据，但对他来说这是唯一的生路。一圈圈缠好手上的绷带，他不再是那个只懂社交的千金，而是准备拼命的剑士。科利亚还在盯着他，但现在的艾琳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了。这继母下手是真狠啊！直到艾琳出发去学院的前一秒，鞭子都没停过，现在每动一下，浑身那种钻心的疼都在提醒他那个女人的恶毒。但艾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既然上一世继母已经打算杀他灭口了，为什么还要费劲折磨他？尤其是那个杀手临死前说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全是疑点。他说：“别担心，你的家人很快就会去陪你。”那个女人想要的不只是艾琳一个人的命，而是要让这个显赫的骑士家族彻底消失。要知道，艾琳的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帝国的骄傲，父亲更是位高权重的高阶骑士。如果连他都要被害，那这背后的阴谋简直不敢想象。还有他的弟弟卡伦，原本是家族定下的接班人，一直在苦练剑术，可就在艾琳死前，整个家都被搞垮了。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恶毒的继母。艾琳现在才想明白，凭那个女人一个人的本事，根本不可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她背后肯定还有靠山。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艾琳猛地想起来，上一世的这个时候，确实也有人来找过她。推开门的那一刻，记忆里的脸终于对上号了。来的人正是他的弟弟卡伦。卡伦一进门就炸了，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你是不是疯了？”在他眼里，姐姐平时出门都要坐马车，现在居然要去骑士系受罪，这简直就是胡闹。艾琳看着眼前这个暴躁的弟弟，这脾气真是一点没变。上一世他们也因为这件事吵得不可开交，卡伦还在后面不依不饶。他实在想不通，姐姐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非要去那种招人恨的地方。毕竟现在的艾琳名声已经烂透了，这一步走错，只会让她的处境变得更危险。卡伦越说越激动，在他看来，姐姐这简直就是嫌命长。他大声质问：“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怎么传你的？大家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现在非要往骑士系钻，那地方全是硬骨头，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卡伦这回是真火了，他当面质问艾琳：“反正大家已经够讨厌你了，为什么还要把局面搞得更糟？”艾琳知道卡伦确实有理由生气，他一直梦想成为骑士，却因为姐姐的名声太臭，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那一刻，艾琳只觉得无地自容，她能感受到对方那种发自内心的愤怒。即便到了现在，两人的关系依然没有缓和，她怎么也想不通，亲姐弟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曾经的他们，难道真的回不去了吗？小时候的卡伦简直就是个跟屁虫，整天粘在姐姐身后，两人的关系明明那么好，可现在的他眼神里只剩下冷淡。他警告艾琳，不管再怎么努力，也别想见到二皇子。艾琳有些没反应过来，二皇子，这跟二皇子有什么关系？卡伦却觉得他是在装傻，直接把话挑明了，人家在精英班，你只是个初学者，这种等级差距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劝艾琳趁早死心，赶紧回原来的地方待着。说完，他直接甩开艾琳的手。艾琳心里清楚，现在的卡伦已经彻底变了个人。卡伦突然停下脚步，他看着艾琳手上的绷带，忍不住问了一句：“既然受伤了，刚才为什么不说？”艾琳却表现得很冷淡，她甚至没有抬头，只是反问卡伦：“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请离开吧。”卡伦显然没反应过来，艾琳已经推开了门，理由很简单，他还要赶去上课。这里是雅典娜学院的剑术系，在所有人眼里，这里是帝国最后的堡垒，也是专门培养骑士的地方。只有最顶尖的高手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因为他们的对手是那些真正恐怖的怪物。在雅典娜学院，精英班可不只是名头响亮，他们真的会被派往战场，去讨伐那些不断滋生的怪物。艾琳推开教室大门，费迪南多现在并不在这里，他奉了皇帝的命令，已经出发去执行秘密任务了。随着艾琳走进教室，周围立刻响起了窃窃私语，有人在小声嘀咕，他居然真的敢露面。大家看着他缠满绷带的手臂，眼神里全是嘲讽，觉得他这副样子恐怕连剑都拿不稳了。艾琳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她只是想起了费迪南多，那个男人从来都没有。就在这时，窗外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所有人的记忆里，费迪南多出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大家都以为他出事了。艾琳回忆起上一世，她端着一块草莓蛋糕，轻声问了一句：“吃过饭了吗？”见艾琳没有反应，他微微皱眉，看着桌上没动过的食物，语气里
带着一丝责备，看来你根本没胃口。艾琳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男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居然活着回来了。原本以为必死无疑的任务，他不仅完成了，甚至还像个没事人一样。德里克怎么也想不通，莱瑟斯公爵提出的要求简直荒谬到了极点。作为5大家族的首领，莱瑟斯公爵一直镇守前线，虽然他不是剑术大师，但实力绝对没人敢小看。可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最近却犯了个大糊涂。他不仅动用特权，把女儿强行塞进了剑术系，甚至还盯上了二皇子。他居然想让那个恶女跟帝国的二皇子费迪南多订婚。看着不远处正在悠闲看书的费迪南多，德里克心里更不平衡了。那个女人名声那么臭，费迪南多居然还能这么淡定，这婚约要是真成了，以后可就有好戏看了。德里克这次是彻底坐不住了，他冲到费迪南多面前，直呼这事儿简直离谱到了极点。公爵夫人为了让女儿订婚，竟然当众哭求，还威胁说艾琳要是嫁不成，就要当场寻死。外面现在传得沸沸扬扬，都说艾琳是在赤裸裸的要挟。在德里克眼里，那个女人就是个绊脚石，只会坏了德里克的大事。什么真爱，全都是借口。他看上的只是二皇子未婚妻这个头衔。费迪南多始终沉默不语。德里克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不想看着好兄弟就这样走向死路。现在的局势已经很危险了，就算费迪南多再怎么优秀，只要皇帝还偏心大皇子，皇位就永远跟他没关系。这一步如果走错，以后恐怕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德里克一脸严肃地提醒费迪南多，现在的局势你必须变得比现在更强，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需要一个绝对可靠的战力。虽然卡伦的天赋已经很顶尖了，但放眼整个帝国，莱瑟斯公爵才是公认的最强剑士，所以绕来绕去，那个公爵家的女儿依然是你手里最关键的筹码。可费迪南多显然没在听，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气得德里克直接炸毛了。我在这儿跟你说正经事，你到底在看哪儿？看着费迪南多的背影，德里克心里突然有点没底，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眼前这个男人了。德里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面对德里克的种种质疑，费迪南多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那些所谓的传闻，我一个字都不信。在所有人都在骂她是恶女的时候，费迪南多却在想，真相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吗？他看着远处的艾琳，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我这人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说完，他径直走向那个被流言包围的女人。费迪南多竟然真的走上前，主动打破了沉默。他说：“好久不见。”这可是2人订婚之后头一回正式碰面。艾琳显然没料到他会过来，一时间完全没反应过来。在这种流言满天飞的时候，他居然还敢主动打招呼。看着眼前的男人，艾琳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种感觉竟然完全藏不住了。就算活了3辈子，费迪南多依然是他最难忘的人。可现在的艾琳连开口打个招呼都觉得没资格，因为那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了：“费迪南多的死全都是因为你。”这句话简直就是个诅咒，只要待在艾琳身边的人，最后全都没有好下场。这包袱实在太重了，他现在根本没法面对费迪南多，多待1秒都是煎熬。艾琳什么都没说，直接转身走掉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费迪南多和远处的德里克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这次见面会是这种结果。剑术课的考核正式开始了，教官爱德华往那一站，全场气氛瞬间变得严肃起来。按照规矩，新手班今天要观摩高年级的表现，这可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可听到考核这2个字，艾琳却想起了那些不愿面对的往事。那时候的她弱得连剑都举不起来，换来的只有无尽的嘲笑，甚至连教官都当众评价，说她表现的简直没法看。那种被看不起的滋味，她这辈子都忘不了。但除了拼命练习，她根本没有别的选择。其实易林打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拿起剑，成为一名真正的剑士。可这个念头在那个家里简直就是个笑话，不管他怎么努力，换来的永远只有阻碍。就在他躲在门后偷看练习时，科利亚冷冷地出现在他身后。又在偷看吗？科利亚的话像冰水一样泼下来。我早就说过了，女孩子家学什么剑术？在那样的环境下，她的梦想还没开始就彻底没戏了。好不容易进了梦寐以求的剑术系，艾琳本以为能大展拳脚，结果好景不长，麻烦很快就找上门了。全是因为菲利普这个家伙，他整天变着法子找茬，简直成了艾琳的噩梦。你这么瞪着我，难道就能改变现实吗？艾琳刚叫了他的名字，他就立刻拉下脸来。谁准你这么随便叫我的？我可是王室成员，你不过是个帝国的贵族。看来他真的很讨厌被艾琳直呼其名，哪怕是在学院里，他也要把身份等级那一套搬出来。可讽刺的是，学院明明有规定，除了皇室成员，大家在这里都是平等的，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本该都能坐在一起交流。但在菲利普眼里，这些规矩根本就是摆设。菲利普还在那不依不饶，他冷笑着威胁艾琳：“想知道你接下来的下场吗？像你这种水平，以后只会丢人现眼。”可伊琳根本没被吓住，他平静的回应：“菲利普，我一点都不怕你。”这下轮到菲利普没话说了，他显然没料到这个一直被他看不起的女孩，竟然敢这么强硬的回击。就在这时，教官爱德华打断了2人：“废话少说，考核正式开始。艾琳，出列展示你的剑招。”艾琳干脆的答应一声，径直走向场地中央。路过菲利普身边时，他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话：“你就站在那好好看着，我会让你亲眼看看我到底够不够格，成为一名真正的骑士。”这把剑对现在的艾琳来说实在是沉得要命，光是把它举起来，手就已经不听使唤了。菲利普看准机会就开始嘲笑：“快瞧瞧那双发抖的手，就这样还想练剑？”菲利普觉得艾琳肯定又要磨出一手水泡，可他根本不知道，艾琳身体里
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虽然这辈子的体力一般，但艾琳上辈子可是站在巅峰的剑术大师，对于怎么调动体内的魔力，他比谁都清楚。随着魔力在指尖流转，原本摇晃不止的长剑，竟然瞬间稳如泰山。这下轮到菲利普看走眼了，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还连剑都拿不稳的人，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就在菲利普愣神的时候，艾琳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很久以前，父亲把他们叫到一起，亲口讲述的关于家族血统的秘密。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们，家族里一直有个传家宝一样的预言，每隔2、3代人就会出现一个拥有大师潜质的天才。如果他这辈子没能成为剑术大师，那么这份天赋一定会降临在下一辈的某个人身上。可现实却很残酷，父亲直到最后也没能达到那个高度，而弟弟卡伦也同样没能继承这份才华。既然他们2个都没戏了，那么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那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被剑选中的唯一人选就是我。这一刻，艾琳不再有任何保留，她要用这一剑彻底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耀。看这架势，卡伦是在训练场下死劲了。沉重的木桩被他一招放倒，他刚想歇口气，一抬头就撞见了艾琳。本以为能趁机聊2句，结果一临开口就是逐客令。其实他一直惦记着艾琳的手伤，听说他在来的路上撞见了魔物群，肯定吃了不少苦。结果倒好，满腔的担心全撞在了冷板凳上，这关心送的也太不是时候了。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赶紧走，我还要去上课。这一下直接把卡伦给整不会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艾琳推门离开，心里那叫一个憋屈。这个点，剑术考核应该已经结束了，卡伦正琢磨着结果，旁边突然传来了八卦的声音，有人在聊艾琳的名字，说是高年级那边传出了不得了的消息。卡伦一听，立马就坐不住了。那2个学生正聊得起劲，根本没发现身后站了个大活人。卡伦直接伸手按住了对方的肩膀，这一声打招呼，差点没把人魂给吓飞了。看卡伦这副要吃人的样子，那2个学生当场就怂了。卡伦冷笑着凑过去，既然是关于艾琳的事，那我也得仔细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剑术测评总算结束了，就在大家准备散场的时候，菲利普突然叫住了艾琳，谁也没想到他竟然当众低下了头，诚恳地向他道歉。这一幕把大家都看愣了。菲利普却说，真正没资格当骑士的人其实是他自己。他终于看清了，那些所谓的谣言在真正的实力面前根本一文不值。菲利普主动伸出手，希望能和艾琳冰释前嫌，以后好好相处。虽然有点突然，但艾琳能感觉到菲利普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甚至连周围人看他的眼神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如果这一切都在变好，那是不是意味着费迪南多的命运也能跟着一起改变？想到这，艾琳大方地接受了道歉。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她没打算多留，转身利落地离开了现场。艾琳主动追了上去，叫住了费迪南多，她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和他单独聊聊。费迪南多倒是很配合，2人来到安静的走廊，艾琳先客气地道了谢，毕竟想让他腾出时间确实不太容易。他正准备切入正题，说出这次见面的真正目的，费迪南多却表现得非常有耐心。他说，只要是你想聊，我有的是时间。费迪南多突然拉住艾琳的手，语气里满是担心。他说，等咱们聊完，你必须立刻去趟医务室。看着他这么温柔的样子，艾琳心里却很清醒，他知道费迪南多对谁都这么体贴，这是他骨子里的教养。所以哪怕他心里再怎么反感这段被迫定下的婚约，表面上他还是会对自己这么好。艾琳没有沉溺在这种温柔里，他话锋一转，提到了那件正事。他说，费迪南多大人，皇帝是不是已经下令让你去讨伐魔物了？费迪南多有些意外，他问艾琳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卡伦爵士走漏了风声？他承认自己的名字确实在讨伐名单上。艾琳今天找他过来，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他直截了当地说，请不要为了我去做任何多余的事。与此同时，费迪南多的办公室里，几个尖子生正聚在一起，大家手里都拿着那份名单，也就是这次的魔物讨伐令。谁都知道这是学院的传统项目，只有剑术系和魔法系每班排名前5的精英才有资格参加，而且为了保证安全，还会安排有经验的资深骑士全程带队。可这一次的讨伐似乎透着一丝不寻常，名单正式下来了，除了费迪南多本人，剑术系的阿蒙，还有魔法系的莉莉娅，全都在这次的讨伐名单里。看着德里克在那忙前忙后，阿蒙忍不住调侃了一句，他说，费迪南多还没到呢，你怎么就开始发号施令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头儿呢。德里克赶紧解释，自己只是在替主子传话。阿蒙却不依不饶，笑着说，你对费迪南多还真是够忠心的。德里克没心思跟他斗嘴。卡伦压低声音说，其实具体的细节我也没全听明白，但是这件事居然把艾琳，也就是我那个姐姐也给扯进来了。卡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告诉他，艾琳竟然完美演示了莱瑟斯家族的家传剑法，这怎么可能呢？他从来没正式学过剑术，虽然小时候他确实偷偷看过自己练习，还像模像样的模仿过，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早就已经放弃了剑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在这时，又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在那份讨伐名单上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名字，艾琳。莱瑟斯。阿蒙还觉得这是件好事，说侯爵大人肯定会很高兴，毕竟姐弟俩能一起参加这种高级别的讨伐任务。卡伦猛地站了起来，语气里全是愤怒。他说，让艾琳去参加这种任务简直是胡闹，艾琳才刚转到剑术系，按理说这种只有尖子生能参加的任务根本轮不到他。德里克问卡伦，今天在课上觉得艾琳表现得怎么样？那个平时挑剔的要命的家伙竟然破天荒地承认他的剑法确实无懈可击。可即便如此，
卡伦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决，他攥紧拳头，语气冷得像冰。他说：“不管他现在有多厉害，我都绝对不会带自己的姐姐去参加这种玩命的任务。”说完，他头也不回的直接离开，留下旁边的人一脸懵。这俩人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就在这时，屋子里突然传出一阵狂笑。莉莉娅阴阳怪气的感叹：“这出姐弟情深的戏码，还真是让人感动啊！”莉莉娅突然开口了：“我曾经也有过这样一个哥哥。”可紧接着，莉莉娅的语气变得冰冷刺骨。但是现在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卡伦想强行压住这个话题，说那只是个传闻。可莉莉娅根本不买账，她反问道：“你姐姐杀了我哥哥，难道在你眼里仅仅是一个传闻吗？如果这事是假的，为什么现在全天下的人都信了？”这番话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这已经不是吵架，而是要把旧账彻底翻开。莉莉娅直接把话挑明了，她说自己可没精力保证魔法会不会不小心打中她姐姐，这哪里是提醒，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卡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死死攥着拳头。这种被人拿捏软肋的感觉，真的快让他原地爆炸了。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费迪南多突然推门进来，屋子里的火药味瞬间被这一声开门声给打断了。谁也没想到费迪南多竟然回来的这么快。德里克愣了一下，这比预想的时间提前了不少，看来是艾琳那边又闹出什么动静了，不然这位大忙人绝不会这么急着赶回来。费迪南多开口就问艾琳到底说了什么，还没等德里克解释清楚，皇帝的讨伐令就先到了。看来这一趟他是非去不可了。艾琳的态度比谁都硬，他说今天找他过来就是想把话彻底说清楚，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再为他操心了。面对这种坚持，费迪南多也只能妥协。看来这次的魔物狩猎，艾琳是铁了心要参加。消息一传出来，阿蒙他们几个全坐不住了，谁都没想到他竟然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卷进这场危险。忙了一整天，艾琳这下是真累坏了，但更让他头疼的还在后面。不管是这辈子还是前世，那场魔物狩猎他都躲不掉，因为这可是皇帝亲下的死命令，谁抗旨谁就要倒霉。上辈子费迪南多为了保住他，甚至不惜去顶撞皇帝，皇帝却冷冰冰地说，既然他家里费尽心思让他学剑，那他肯定有这个本事。这下连费迪南多也拦不住了。皇帝这次是真的火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命令居然会被当成耳旁风，可惜根本没人听他的，狩猎队还是强行出发了。而这正是所有悲剧的源头。在那场惨剧里，卡伦永远失去了一条手臂，费迪南多也弄丢了最爱的人。真相终于揭开了，在那场生死抉择中，费迪南多竟然为了救艾琳，放弃了阿西利公主。这一选直接让公主丢了命，也彻底激怒了公爵。费迪南多的好日子这下算是彻底到头了。既然重活一世，那些惨剧绝对不能再发生。这一次他要亲手改变结局。距离狩猎队出发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必须尽快变强才行。可偏偏这时候身体又开始掉链子了，还没等艾琳缓过劲来，卡伦竟然直接闯了进来。艾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堵了个正着。本来他是来兴师问罪的，可一看到艾琳那只流血的手，他直接愣在原地。卡伦气得大吼：“手怎么比之前伤的还重？这种状态还要去猎魔，你是不是疯了？”最要命的是，他竟然在考核里用了家族剑法，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他缓过劲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艾琳是不是疯了，去参加那种魔物狩猎，简直就是去送死。艾琳却表现得非常平静，她说这是皇室的命令，连费迪南多都改变不了，这一趟他非去不可。看着他准备离开的背影，卡伦彻底坐不住了。这种随时会没命的事，他怎么能表现得像没事人一样？卡伦这回是真的急了，这一趟魔物狩猎简直就是去送死。莉莉娅正盯着，你就等着为他哥哥报仇呢，身边全是想看你笑话的人，这种鬼地方你居然还非去不可。面对这种警告，艾琳只回了一个字：去。这下连卡伦都愣住了，谁也拦不住他的决心。1个月后，狩猎队正式出发。原来这个叫卡利普斯的男人当年是作为新侍从出现的，但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莉莉娅的亲哥哥就在那个时候永远闭上了眼，看着至亲倒在面前，这种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也就是从那天起，莉莉娅彻底变了，她开始没日没夜的钻研魔法，因为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变强。既然话已经说开了，莉莉娅就没打算再回头。所有的隐忍和退让其实都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替她的哥哥报仇。这支狩猎队伍怎么看怎么觉得奇怪，这种组合简直就是个火药桶。卡伦一边骑马一边问艾琳，你什么时候学会骑马的？累不累？这2个人走得这么近，已经够让人头疼了，更别提莉莉娅。她从刚才起就一句话都不说，还有莉莉娅那个微笑，绝对没安好心。就在出发前，那种要出事的感觉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好在莉莉娅在最后关头突然退缩了。更麻烦的是，阿西利居然也要跟过来。德里克看着这阵仗，这哪是去打怪，简直是在演狗血剧。这次任务恐怕没那么简单。费迪南多也清楚，现在的局势对他非常不利。德里克直接把话挑明了，等这次任务结束，你必须重新考虑婚约的事。我们这些人毕业后都会正式成为你的骑士，但大皇子那边已经开始拉拢势力，背后还有皇帝撑腰。如果你还把艾琳留在身边，从一开始你就输了。德里克的话说得很重，如果大家只顾着窝里斗，这仗根本没法打。就在这时，费迪南多突然问了一句：德里克，你真的亲眼见过艾琳惹麻烦吗？在所有人嘴里，艾琳就是那个名声扫地的恶女，大家都觉得莱瑟斯侯爵太倒霉了，一辈子的荣誉全毁在这个女儿手里。可德里克仔细一想，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对劲，因为那些所谓的恶行，他其实一次都没见过。
天色渐渐暗了，前方传来了扎营的信号。虽然暂时停下了脚步，但有些怀疑已经在大家心里扎了根。费迪南多盯着德里克问：“如果那些所谓的黑历史全都是谎言呢？那谁来为艾琳受到的委屈买单？”德里克觉得这想法太离谱了，他赶紧打断费迪南多：“这种话千万别在莉莉亚面前乱说。”画面一转，营地里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懵了。艾琳正熟练的在锅前忙活，卡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居然还会做饭？你不是那种只学过礼仪的大小姐吗？”艾琳什么都没说，直接盛了一碗递到他手里。这一下反倒让卡伦有点不知所措了。卡伦试着尝了一口，这味道竟然出奇的好。他看着不远处忙碌的背影，心里彻底乱了。眼前的艾琳和他记忆里的人根本对不上号。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的姐姐就像一朵花，没人会讨厌她。卡伦甚至想过这辈子都要跟在姐姐身后，可一切都在几年前变了。那时候继母刚进门，卡伦还像个跟屁虫一样缠着艾琳，想要点关注。他以为姐姐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可谁能想到艾琳竟然用力甩开了他的手，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道歉，就头也不回的走了。从那天起，那个温柔的姐姐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家口中那个喜怒无常的恶女。可如果那是真的，现在这个亲手做饭的她又到底是谁？艾琳走得很匆忙，甚至没多看弟弟一眼，只留下一句冷冰冰的告别，就消失在走廊尽头。卡伦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曾经亲密的姐姐会突然变得这么陌生？无论他怎么努力去靠近，换来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就在卡伦最难过的时候，科利亚出现了，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哭着诉说姐姐的改变，连家里的仆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科利亚一边温柔地抱着她，一边却在说最狠的话。她说艾琳已经变心了，让卡伦以后离姐姐远一点，还保证自己会加倍疼爱她。可谁能看到，在卡伦看不见的角度，这个女人的脸上竟然露出了得逞的冷笑。卡伦从回忆里抽出身来，轻轻应了一声，那些纠结的往事暂时被他压在了心底。火堆旁，两人相对而坐。卡伦看着正在吃东西的艾琳，忍不住开始没话找话，问她在剑术系过得怎么样。艾琳头也不抬，语气平淡地说还行。卡伦又追问，课程强度那么大，你真的能跟上吗？结果意林只是淡淡回了句，没觉得有多难。这下轮到卡伦没词了，气氛一时间变得有点微妙。就在这一片沉默中，艾琳却突然笑了一下。卡伦看得一头雾水，赶紧问她在笑什么。艾琳却只是随口回了句没什么。艾琳看着跳动的火光，感叹两人已经很久没这样做着了，尤其是听到卡伦叫她姐姐，总觉得心里怪怪的。卡伦这下彻底慌了神，他一边嘴硬反驳，一边强调这称呼天经地义。可看着艾琳那副没事人一样的笑脸，阿蒙的眼神却冷了下来。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曾经想对莉莉亚下死手的人，现在怎么能笑得这么自然，甚至还能若无其事的吃着东西。阿蒙盯着眼前的女人，你到底是真忘了自己干过什么，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把那些人命当回事？卡伦冷笑着挑衅。阿蒙爵士，吃饭的时候连狗都不能打，难道你连狗都不如吗？这话说的实在是太难听了。阿蒙停顿了一下，语气里透着一股寒意。够了，卡伦，就算是开玩笑，你也已经越界了。他的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这下事情真的要闹大了。就在阿蒙要拔剑的一瞬间，费迪南多突然出手，死死按住了他的剑柄，低声喝了一句住手。阿蒙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盯着眼前的老朋友，满脸写着不可思议。费迪南多，你居然要帮那个女人说话？旁边的艾琳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周围的人全都在往这边看。如果费迪南多这时候公开护着他，那他接下来的处境只会变得更尴尬。就在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德里克一边走过来，一边阴阳怪气的开口了：听说阿蒙爵士是个天才剑士，这下可有意思了。艾琳这胆子也是没谁了，盯着阿蒙就开始阴阳怪气。看来那些传闻全是假的，闹了半天你也就这张嘴厉害。阿蒙这下是真的动了杀心，他盯着艾琳一字一顿的问：你是活腻了吗？既然你这么想死，我现在就能成全你。眼看局面就要彻底失控，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所有人。那可不行，这里不允许决斗。一个温柔的声音传过来，让原本剑拔弩张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去。谁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位大人居然会亲自现身。她就是被所有人爱戴的圣女艾希莉。虽然因为神力太强导致身体虚弱，但她依然坚持去前线讨伐魔物。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费迪南多的前任。这位正主一露面，艾琳的处境一下子变得微妙了起来。艾希莉顶着寒风走过来，说是听到了这边的动静，她主动向艾琳打招呼，说这还是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艾琳礼貌地回了一句，但整个人都有些恍惚，因为在她的记忆里，上一世的圣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甚至在魔物出现前就早早去世了。可现在的局面完全变了，艾希莉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眼神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这下麻烦了，毕竟自己现在是他前任的未婚妻，这位圣女大人现在肯定看自己很不顺眼。艾希莉突然凑了过来，这距离近的让人有点发懵。他盯着艾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真是个有趣的人。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艾希莉转头就对阿蒙说：我想了想，决斗还是继续吧，不过只能有我一个人在旁边看。这话一出，全场的人都傻眼了，谁也没想到圣女居然会带头起哄。艾琳心里直打鼓，这圣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难道她是想借阿蒙的手给自己一个下马威？虽然知道这可能是个坑，但艾琳现在根本没法拒绝。只要是您的愿望，我没意见。
艾希莉表现得比谁都兴奋，她左手拉着阿蒙，右手拽着艾琳，嚷嚷着赶紧出发，留下德里克几个人在原地。这下谁都懵了，这哪像是去决斗，简直像是要去郊游。到了林子里，艾希莉开始定规矩，她说这只是切磋，一定要点到为止，千万别伤了和气。艾琳和阿蒙对视一眼，同时拔出了长剑。虽然艾希莉嘴上说着是为了讨伐魔物才要保存体力，但她那个笑容怎么看都让人心里发毛。随着圣女一声令下，这场莫名其妙的决斗正式开始了。阿蒙不愧是公认的天才剑士，这架势干净利落，找不到半点破绽。虽然现在两人拔剑对峙，但在艾琳的前世里，阿蒙却是那个救了他命的人。那时候的他是费迪南多派来保护艾琳的骑士，虽然平时嘴巴毒又爱偷懒，一辈子也没混成什么剑术大师，但他骨子里比谁都清楚什么是骑士精神。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他满脸是血的冲着异灵大喊，让他别愣着，赶紧逃命。为了争取那一点点时间，他一个人死死挡住了魔物，直到最后他都履行了那个保护他的承诺。可谁能想到重活一世，两人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再次相遇。虽然前世他为勒救自己丢了命，但艾琳心里很清楚，一码归一码，现在的决斗绝对不能输。他突然加速，快得像一道闪影。阿蒙还没反应过来，两把剑已经狠狠撞在一起。这下阿蒙彻底懵了，他发现自己不仅速度跟不上，甚至连力气都在被对方一点点压制。就在两人死死僵持的时候，艾琳突然变招，他可没打算只用剑来分胜负，这一脚下去，局面瞬间就要反转了。这一脚可真够狠的，阿蒙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狼狈的摔在草丛里。这下他彻底怀疑人生了，自己可是公认的天才，居然被一个所谓的外行给正面击倒了。还没等他缓过神，艾琳已经提着剑走到了他的面前。他居高临下的看着阿蒙，语气冰冷的说：“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艾琳笑着说：“没关系，多挨几下你就会清醒了。”阿蒙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都愣在原地。结果下一秒，树林里就传出一声惨叫，看来这顿物理清醒他是躲不掉了。这一剑落下，胜负已经彻底分出来了。阿蒙瘫在地上，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输给艾琳。阿西莉走上前问：“决斗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艾琳应了一声，心里却觉得哪里不对劲。阿西莉表现得太冷静了，就像是早就预料到阿蒙会输一样。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阿蒙这下彻底破防了，他一边喘气一边质问艾琳：“明明不久前还是个连针都没拿过的娇弱大小姐，哪来的这种本事？”他甚至开始破口大骂，觉得艾琳根本不懂什么是剑术，更不配谈什么骑士荣誉。艾琳根本懒得跟他废话，趁他分心的一瞬间，直接闪身冲了过去。还没等阿蒙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重重的掀翻在地。他惊恐的大喊，问艾琳到底想干什么。结果下一秒，艾琳反手就是一剑，直接把偷袭的怪物劈成了两半。这干净利落的手段让阿蒙彻底闭了嘴。这下麻烦了，谁也没想到这些怪物竟然已经包围了这里。阿蒙忍不住骂了一句，根本没发现他们是什么时候摸过来的。局面彻底失控，三个人只能边打边退。可阿西莉在这个时候掉链子了，他体力耗尽，直接瘫倒在地上。阿蒙急得大喊，可根本来不及回身救人，眼看巨大的魔狼已经扑到了面前。就在这生死关头，艾琳终于出手了，这一剑直接封死了怪物的退路。这下麻烦大了，阿西莉突然开始全身抽搐，阿蒙抱着他根本跑不快，眼看后面的怪物就要追上来了。阿蒙大喊一声，带头冲进了一旁的密林。现在只能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否则谁也走不掉。外面的动静越来越恐怖，成群结队的怪物正在林子里搜寻，甚至还有那种长着鹰头的巨熊就在附近徘徊。三个人躲在草丛深处，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怪物从面前不到几米的地方走过去。暂时安全了，阿蒙说，这里虽然不完全保险，但总算能歇口气。艾琳心里却一直在打鼓，这些怪物出现的太早了，而且等级高的离谱。难道是因为他重生这件事让一切都提前变天了？就在艾琳出神的时候，阿蒙突然凑了过来，非要看看他的后背。艾琳下意的想躲，结果阿蒙直接炸毛了，指着他的后背大喊，说这伤口是为了救他才留下的，他只是想帮艾琳上个药。艾琳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家伙是想报恩。看着阿蒙手里准备好的药膏，他一时间竟然没话说了。阿蒙一边上药一边解释，阿西莉是因为体内力量太强，才会被怪物的气息刺激到发作。艾琳虽然应了一声，但这种气氛还是让他觉得很别扭。谁能想到，阿蒙突然话锋一转，讲起了他小时候的事。他说自己曾跟着父亲进过一次阴暗的地下监狱，那天见到的那个囚犯，让他直到现在都忘不掉。那人就像个破麻袋一样，被狼狈的吊在墙上，浑身上下全是触目惊心的旧伤。阿蒙的声音低了下去，他说艾琳背上的伤简直和那个囚犯一模一样。谁能想到，堂堂侯爵家的小姐竟然受过这种非人的折磨。这下阿蒙彻底火了，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对侯爵家的人下这种狠手？就在这时，阿西莉的情况越来越糟，呼吸变得非常急促。艾琳催促阿蒙赶紧带人撤退，结果阿蒙直接吼了回去。这种时候，他绝不可能丢下同伴自己逃命。艾琳直接摊牌了，他说自己跑不快，让阿蒙别管他，赶紧去搬救兵。这分明是想牺牲自己换大家平安。与此同时，费迪南多也察觉到了不对劲，那些怪物的叫声虽然还在，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根本不敢靠近这一带。这到底还是不是怪物？费迪南多刚拔出长剑，就听见草丛里有动静，他试探性的喊了一声。果然，阿蒙背着昏迷的阿西莉终于冲出了重围。
费迪南多赶紧追问，刚才到底遇到了什么？阿蒙累得几乎站不住，说地面突然开始剧烈震动，场面一度非常混乱。费迪南多越看越不对劲，怎么只有你们两个？艾琳人呢？阿蒙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他们在路上走散了。艾琳为了掩护大家撤退，竟然一个人跑去当诱饵了。这下麻烦大了，谁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挥剑、斩击、刺穿，这些杀人的招式，他早就已经练得麻木了。因为这已经是艾琳经历的第3世，这些动作早就刻进了骨子里，哪怕闭着眼，他也能精准的收割生命，这就是他重活一回的代价。但这辈子结局绝对不会再重演了。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世界，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想要活下去，杀戮就是唯一的生存法则。就在那一世，艾琳触碰到了剑术的巅峰，成为了传说中的剑术大师。可他心里全是后悔，如果这份天赋能叫醒得早一点，是不是那些重要的人就不会死在自己面前？以前他谁也保护不了，但既然这辈子重来了，同样的悲剧绝对不会再发生第2次。这下彻底打起来了，艾琳一个人杀进怪物堆里，这一剑下去，那是奔着索命去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一定要把该护的人都护住。可就在这时，后方的卡伦直接炸毛了，他指着阿蒙的鼻子大骂：“你说什么？我姐姐成了诱饵，为了自己活命，你居然把她一个人丢在那等死，你还算个什么骑士？”阿蒙这下也坐不住了，他知道自己犯了错，现在必须立刻回去救人。莉莉亚看着前方，语气冷得像冰块一样，她说：“艾琳一个人去引开怪物，简直就是在自寻死路。在她眼里，那个女人绝对不能死得这么容易。”这话一出，旁边的卡伦直接炸毛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你救人就是为了这个？眼看局面要失控，费迪南多冷声喝住了所有人：“莉莉亚，注意你的言辞。”这下谁都不敢再说话了，但这种压抑的气氛比外面的怪物还要可怕。费迪南多一把按住卡伦，让他现在先冷静下来，毕竟救艾琳才是最要紧的。他决定亲自去搬救兵，临走前还不忘叮嘱，千万别在这个时候起内讧。可费迪南多一走，卡伦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他死死盯着阿蒙，如果姐姐出了什么意外，这笔账绝对没完。在他眼里，阿蒙就是一个卑鄙小人，他根本想不通，一个连荣誉感都没有的人，凭什么能拥有这么强的实力？就在这几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森林的另一边，情况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艾琳总算甩掉了那些怪物，痕迹已经全部抹干净了。她故意漏了那一手剑气，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她还没那么容易死。可就在准备回营地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就在这时，她想起了那个男人卡利普斯，他是莉莉亚的亲哥哥。男人恭敬地行了个礼，说道：“很荣幸见到您，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贴身随从了。要说这辈子最难忘的人，那肯定就是卡利普斯了。当初所有人都在被蒙蔽，只有他一眼看穿了那个继母的真面目。他看着艾琳说：‘你必须把真相都告诉侯爵，别再一个人扛着了。要是你害怕，我陪你一起去。’其实易林心里特别没底，他总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怕父亲会嫌弃他，更怕最后只换来一张冷脸。但卡利普斯接下来的话给了他最大的底气。他说侯爵其实一直都很在乎他，只是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有了卡利普斯在背后撑腰，这一步他终于打算迈出去了。谁能想到这个所谓的继母竟然能狠到这种地步？他强迫艾琳看着地上的尸体，语气冷得让人发毛。就因为艾琳向别人求助了，他就要用一条人命来坐实艾琳是在撒谎。艾琳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悔，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她宁愿把所有委屈都烂在肚子里，也绝不会去跟那个人告状。原本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结果却成了害死别人的凶手，这种代价她根本承受不起。谁能想到卡利普斯的死竟然成了我噩梦的开始？在那位继母的算计下，我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杀人凶手。那时候名声全臭了，根本没人愿意听我解释，真相在那些谎言面前根本一文不值。可老天爷开了个大玩笑，竟然让我重生回到了这一刻。虽然时间点不算完美，但至少这一世我活下来了。只要还活着，那些曾经欠我的，我都要亲手拿回来。有时候真觉得，要是我就这么消失了，大家是不是都会过得更好？只要我不在了，所有人都能得到幸福吧。就在艾琳打算一了百了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有人过来了。费迪南多怎么都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撞见他。他试探着问：“艾琳小姐。”艾琳整个人都定住了，偏偏在这个最狼狈的时候，偏偏遇到了他，这下真的没法收场了。费迪南多这一声大喊，总算是在大雨里找到了他。可现在的局面早就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就在外面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侯爵府里却安静的可怕。科利亚正端着酒杯，不紧不慢地看着窗外，外面的人越是痛苦，他就越是得意。看来这京城的局势是真的要变天了。没过几天，莱瑟斯侯爵府就变了样，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守卫，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这排场真够大的，全靠莱瑟斯在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功勋，才换来如今在帝国这种地位。可讽刺的是，这些权势和财富，他自己根本没享受到，反而全便宜了另外一个人。瞧瞧这位侯爵夫人，在府里过着女王般的日子，这坐享其成的本事确实不简单。一晃眼，嫁给莱瑟斯侯爵都10年了，这种养尊处优的日子确实容易让人陷进去。穿不完的高级礼服，随叫随到的仆人，他发现自己已经太习惯侯爵夫人这个身份了，甚至开始担心，要是哪天得变回原来的样子，自己会不会后悔？他转头问身边的雷曼，想不想回老地方去？这话听着像是在叙旧，其实是在试探。没人知道，为了当好这个优雅的夫人，他特意用魔法藏起了自己那一身顶尖的剑术。就在这时，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
谁能想到，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有低头求人的时候。他提到的这个名字莱瑟斯侯爵，现在成了皇室最大的威胁。在整个帝国，能被称为剑术大师的就那么几个人，而莱瑟斯就是其中最棘手的一个。皇帝心里很清楚，虽然自己贵为皇帝，但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他根本没有话语权。如果再这么放任下去，这江山迟早要易主，所以他必须找一个能制衡的人。他看向眼前的女人，语气沉重地说：“科利亚，现在只有你能拦住他了。”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皇帝竟然要让侯爵夫人去对付他自己的丈夫。遵命，陛下。就因为这一句话，他在这里潜伏了整整10年。皇帝早就盯上了莱瑟斯领地，毕竟这里盛产剑术大师，是个威胁，也是块肥肉。为了帮皇帝吞并这里，他一直隐藏身份，躲在暗处布局。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天衣无缝，趁着侯爵被困在战场回不来，只要毁掉那些年轻的继承人，这个家族的根基就算彻底断了。可就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情报上说，一个路过的剑术大师竟然救下了所有人。他苦心经营了10年的计划，难道就要被一个路人给搅黄了？计划赶不上变化，科利亚现在火很大，精心布置了这么久，结果全给搞砸了。他冷冷地吩咐女仆把地上的碎片收拾干净。现在的他根本没心思心疼这些古董。他转头问雷曼：“你觉得这事儿合理吗？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在这个时候冒出个高手。”雷曼低声汇报说：“那个剑术大师不仅救了人，还把现场处理得干干净净。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杀出这么一个厉害角色。”科利亚心里很清楚，这个神秘人的出现绝对不是为了行侠仗义。按照原本的计划，艾琳现在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只要他一死，费迪南多就会彻底放弃莱瑟斯，到时候整个家族都会土崩瓦解。为了把艾琳送进那个学院，科利亚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本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可谁能想到那个命大的丫头竟然活了下来。这下之前的努力全白忙活了。就在他快要失控的时候，雷曼突然出手拦住了他。他低声提醒：“这东西要是弄坏了，收拾起来可是很麻烦的。”科利亚沉默了，虽然心里憋起火，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发作的时候。既然一次没成，那接下来的手段只会比这次更狠。现在到处都在转，说艾琳竟然拿起了剑，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科利亚压根不信，一个被他亲手养废的傀儡，怎么可能变成剑术大师？他还记得2人第一次见面，艾琳那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个完美的工具。为了让这女孩彻底废掉，他故意把艾琳关在温室里，想让她变成一个只会听话的废物。可谁能想到，这个本该一无是处的女孩，竟然一直都在隐藏实力。看着情报里艾琳挥剑的样子，科利亚终于发现自己这回是真的看走眼了。这颗棋子已经不再受他摆布了。这下科利亚是真的踢到铁板了。他一直以为艾琳是个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起以前那些画面，为了让艾琳听话，他手里的棍子可从来没停过。那时候的艾琳除了哭，根本不敢反抗。结果呢？当年的受气包，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顶级高手，这反差也太大了。科利亚现在肯定后悔死了。他本想把对方踩在脚底下，结果却亲手喂大了一头狼。看着现在的艾琳，这女人是真的狠。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彻底毁掉艾琳。谁让艾琳的天赋太高了呢？简直完美，继承了莱瑟斯的血统。这种威胁留着迟早是个祸害。当时卡利普斯还想求情，跪在地上问他，难道就不怕老天爷惩罚吗？这话一出，简直是火上浇油。科利亚冷冷地看着他，一个卑微的下人，哪来的胆子教训他？结果可想而知，卡利普斯被直接处理掉，而伊琳也在那一天彻底失去了他的光芒。这女人现在是真得意，觉得这波局势已经稳了，毕竟连国王都亲自下场了。他觉得接下来的计划绝对出不了错。他直接给雷曼下了死命令，让他去学院盯着艾琳，看看那丫头是不是真的在练剑。在他看来，伊琳就算再拼命，顶多也就混个高级骑士，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可为了万无一失，他竟然想出了一个更毒的阴招。他笑着问雷曼：“要是艾琳的手腕意外断了，是不是就彻底没后患了？”雷曼一句话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这女人的心肠简直比蛇蝎还要毒。就在那帮人还在背后算计的时候，艾琳这边终于有了动静。卡伦一直守在床边，寸步不离地等着他醒过来。突然，伊琳的手指动了一下，紧接着他终于睁开了眼睛。既然正主已经醒了，那之前那些还没算完的账也是时候该清算一下了。虽然回到了学院宿舍，但艾琳心里却在犯嘀咕：衣服被换过了，那藏了这么久的秘密是不是已经保不住了？结果还没等他开口，卡伦直接当场炸毛：“你是不是真疯了？居然敢拿命去当诱饵！这要是真出点事，谁能救得了你？”看着卡伦这副样子，艾琳心里总算踏实了。看他这反应，应该没发现身上的伤疤，看来换衣服的另有其人。不过话说回来，卡伦这胳膊上的伤全是为了救他才留下的。这男人嘴上说的凶，心里其实比谁都后怕。只要人能平安回来，对他来说就是万幸了。艾琳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全是温柔。这下轮到卡伦没招了，原本憋了一肚子的火，瞬间全变成了心软。卡伦这回是真的急了，他冲着艾琳大喊：“以后要是再遇到危险，什么都别管，保命才是最要紧的。”艾琳半天没反应过来，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情绪这么失控，看来这次是真的把他吓坏了。卡伦一边倒水一边嘟囔，说他醒的正是时候，因为费迪南多前脚刚走。这下轮到艾琳纳闷了，那个高高在上的费迪南多居然每天都跑来看他，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艾琳又想起了那个雨夜，费迪南多当时急疯了，可他却狠下心推开了对方，让他别对自己这么温柔。既然当初把狠话都说绝了，以费迪南多的脾气，这辈子估计都没戏了。他绝不可能再主动出现在这。就在这时，卡伦一边递过水杯，一边感叹学院总算开了恩，竟然破例准许了探视。艾琳随口问了一句：“到底是谁要来？”可卡伦嘴里吐出的那个名字，让艾琳整个人彻底僵住。雷曼大人，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卡伦带来的消息简直像个晴天霹雳。他说，为了确保安全，母亲竟然请动了雷曼，亲自过来担任护卫。艾琳听完愣在原地，半天都没说出话来。那个男人要过来，这哪里是保护，简直是要他的命。与此同时，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德里克也察觉到了不对劲。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件比一件离谱，看来这学院里的天马上就要变了。谁能想到，原本以为只是清扫低级魔物，结果却踢到了铁板。要不是剑术大师及时出手，后果根本不敢想。虽然命保住了，但艾琳一直昏迷不醒，卡伦整个人就像变了样，没日没夜的守着，谁劝都不好使。更让人看不懂的是费迪南多，这位平时高高在上的皇室成员，竟然每天准时出现在病房，开口第一句就是问他的情况。卡伦如实回答，还是老样子，没有醒过来的迹象。这下连旁边的德里克都看呆了，像费迪南多这种大忙人，居然会为了一个女人把所有公务都推到一边。他站在窗边沉默不语，谁也不知道这位皇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皇帝那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德里克心里很清楚，再这么拖下去，谁都没好果子吃。可费迪南多就像丢了魂一样，他现在满脑子全是那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当时艾琳明明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却还是推开了他的手。他说：“别对我这么好，你就跟别人一样恨我就行了。”就是这一句话，让他直到现在都还没缓过劲来。费迪南多现在满脑子都是艾琳说的那些狠话，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那个女人非要跟他划清界限。他就这么魂不守舍地坐着，完全忘了屋里还有其他人等着开会。莉莉娅实在看不下去了，小声提醒了一句：“殿下，咱们是不是该开始了？”旁边的德里克更是没好气，直接把手往桌上一拍：“你把大家伙儿都叫过来，结果自己在这儿发呆，到底是在唱哪出啊？”费迪南多这才猛地回过神，连声说着抱歉。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还是在打听艾琳的下落。一听到这个名字，德里克当场就炸毛了。这种关键时刻，你居然还在惦记那个女人？原本严肃的会议室，因为这个名字，气氛瞬间变得火药味十足。阿蒙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艾琳终于醒了。听到这话，费迪南多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连声说着太好了。可屋里的气氛并没有因为这个好消息轻松多久。德里克在一旁不咸不淡的搭腔说：“看来大家跟他的关系真是越来越亲近了。”莉莉娅更是直接变了脸，他冷笑着提醒众人，别忘了那些莫名其妙出现的魔物，还有那个掐着点出现的剑术大师，这一切都太巧合了。他甚至当众嘲讽说，一个杀人犯醒了，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为他高兴，真是滑稽。这话一出，阿蒙当场就坐不住了，厉声呵斥他做的太过分。可莉莉娅根本不吃这一套，反手就对了回去，说你最没资格指责我。这下子双方算是彻底撕破脸了。莉莉娅这下是彻底炸了，他盯着阿蒙冷嘲热讽，当初最看不上艾琳的是你，怎么现在翻脸比翻书还快？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直接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提醒在场的每一个人，我才是跟你们并肩作战的同伴。看着大家都不说话，莉莉娅也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控，她强压下火气，坐回原位，低声说了句抱歉。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他赶紧把话题扯回正事上，说学院那边刚送来一份通知。这消息一出，屋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比刚才还要沉重。学院突然传出一个重磅消息，阿什利公爵要来担任特别教官。这个名字一出来，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费迪南多比谁都清楚，这位公爵不是别人，正是前任的亲生父亲，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现身，明摆着是冲着他来的。费迪南多沉默着，一言不发，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没那么好过了。艾琳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大人物居然会亲自登门，这下整个人都乱了阵脚。阿西利这一做，让屋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原来他是听阿蒙说了，艾琳之前舍命当诱饵的事，非要当面道谢不可。虽然对方满脸真诚，可这种过分的关心，反而让艾琳坐立难安，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还没等艾琳客气完，对方竟然直接凑了过来，说是他亲手检查他的伤势。谁能想到，阿西利竟然亲手帮艾琳换了衣服，那些隐藏在衣服下的伤疤，这下全被他看光了。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艾琳彻底愣住，他不仅没打算告诉任何人，还看出了艾琳心底的顾虑。艾琳怎么也想不通，这种时候对方为什么还要护着自己？他忍不住开口问：“难道你一点都不讨厌我吗？”结果这句话一出，阿西利直接炸毛了，那反应比艾琳还要激动。艾琳觉得阿西利肯定恨死他了，毕竟因为他的出现，阿西利和费迪南多的关系算是彻底玩完了。他赶紧道歉，说这里面其实有隐情，只是现在还没法解释清楚。谁能想到，阿西利不但一点没生气，反而还反过来安慰他，甚至把他当成了救命恩人。阿西利还想以后直接喊他的名字，可依琳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这个称呼。艾琳一直觉得自己从来没能真正保护过谁，所以当阿西利突然推门进来，她整个人都乱了阵脚。看着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艾琳简直不敢相信，毕竟在上一世他们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阿西利笑着说：“以后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好，我会经常来看你的，以后就拜托你了。”艾琳骑士
这一刻，艾琳终于意识到，命运真的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一次，她绝对不会再让遗憾发生。艾琳刚忙完手头的事，紧赶慢赶，总算没错过下午的课。结果刚到地方，就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情况。阿蒙居然当众叫她艾琳骑士，甚至还破天荒的用上了敬语。这下周围的人全炸开了锅，都在猜这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艾琳整个人都懵了，甚至怀疑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她盯着天看了半天，才想起来问正事：“你一个大忙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这下谁都懵了，明明是该在高级班的大神，怎么突然跑回新手村了？阿蒙语气平淡，说自己是主动申请降级的。要知道，在剑术系，想升级就要拿命去拼。阿蒙当初可是闯过死人堆，才拿到了那个最高荣誉。结果他现在居然要重头再来，理由更是让人没法接。他说觉得自己还差得远，放着顶风不带，非要回来折磨自己。他到底在想什么？艾琳一个人挡在最前面，浑身是血，也要让他们先走。他大喊着快跑！这一刻，他已经做好了回不去的打算。阿蒙背着阿西利拼命逃跑，这种丢下同伴的感觉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以前那些所谓的骄傲，在真正的力量面前根本一文不值。再次见到艾琳，阿蒙主动低下了头，他为当年的自大正式道歉，承认自己才是那个无知的人。既然艾琳不想提起过去，他保证那天看到的所有秘密都会永远烂在肚子里。阿蒙突然提了个要求，等他伤好了，希望能和艾琳正儿八经打一场。这种眼神，艾琳太熟悉了，那是想要变强，想要拼命去守护一个人的决心。既然是骑士对骑士，这要求根本没法拒绝。艾琳干脆也不等了，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直接开打。阿蒙显然没反应过来，你确定现在就要动手？艾琳已经摆好了架势，既然要打，就别拿病号当借口，拿出真本事来吧。阿蒙笑着说，我也不会手下留情，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另一边，雷曼总算松了口气，差点就要在这露营了。他整理好衣服，接下来该去见见艾琳了。听说艾琳去了训练场，雷曼正准备过去找他，却在半路停下了脚步。这股压迫感绝对不是普通人，竟然是阿什利公爵。这位可是帝国的活传说，仅有的3位剑术大师之一。他走过的地方，只会留下堆成山的魔兽尸体。身为第一骑士团的团长，他就是所有骑士的终极偶像，更是真正站在剑术巅峰的男人。那些魔兽可全是高阶货色。阿什利公爵一脸不可置信，就凭那群学院里的学生，能把这些怪物给收拾了？随从赶紧解释，说是一位路过的剑术大师出的手。躲在暗处的雷曼也没想到，这老家伙竟然亲自来调查了。听到剑术大师这几个字，阿什利公爵当场就炸了，简直是胡说八道！你以为剑术大师是大白菜吗？那是多少人一辈子都够不着的境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冒出来一个路人，把高阶魔兽给秒了？这手笔确实惊人，魔力已经不只是缠在剑上，而是彻底覆盖了全身。这种境界，普通人恐怕一辈子都见不到。阿什利公爵正要离开，却发现路边站着个年轻人，他还在想，是不是自己的气场太强，把这孩子给吓住了。随从赶紧凑到耳边低声提醒，这人是雷曼。公爵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莱瑟斯那家伙看中的人，难怪瞧着有点眼熟。雷曼主动上前行礼，在这位活传说面前，他表现得还算体面。雷曼本想上前客套一下，结果这热脸直接贴到了冷屁股上。阿什利公爵连正眼都没瞧他，心里还在盘算，这剑术水平也就一般般，他根本没打算叙旧，开口就问艾琳在哪。听到人在训练场，转头就走。雷曼就这样被晾在原地，他心里很清楚，在阿什利家族眼里，没有天赋的人连跟他们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到底是出什么事了？全校的人都围了过来，原来是艾琳正在跟阿蒙正面硬刚，围观的人都看傻了，觉得这两人打得难解难分。但在雷曼眼里，局面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表面上看是势均力敌，实际上艾琳连节奏都没乱，她表现得太轻松了。反观对面的对手，已经快要到极限了，艾琳只是在等一个彻底结束战斗的机会。谁能想到这场对决刚开始，局面就彻底失控了。阿蒙本想试探一下，结果1:0的速度快到让他根本看不清，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切磋了。他心里一沉，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手里的剑还没来得及挥出去，对方就已经到了跟前。这种绝对的压迫感让他彻底乱了阵脚。阿蒙终于意识到自己和真正的天才之间到底隔着多大的鸿沟。这一剑挥出去，阿蒙直接看傻了，因为这一招竟然是他自己的家传绝学。阿蒙简直不敢相信，明明才刚看了一遍，艾琳居然就全学会了，甚至比他使得还要精准。这已经不是天赋的问题了，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全场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面对这种怪物级别的对手，这仗还怎么打？剑尖直接抵住喉咙，胜负已定。全场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阿蒙竟然输得这么彻底。他瘫坐在地上，根本不敢相信，这可是自家的不传之秘，艾琳到底是怎么学会的？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让开一条路，莱瑟斯竟然亲自现身了。他看着眼前的艾琳，语气里透着一丝玩味。这位大人物的出现，让原本就紧张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微妙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时候，艾琳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老熟人。雷曼笑着打了个招呼，好久不见了，艾琳。看到他的那一刻，艾琳整个人都定住了，往事瞬间涌上心头。在那个冰冷压抑的家族里，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工具，只有雷曼曾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本以为再也不会见面，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莱瑟斯身边？曾经的雷曼是艾琳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他甚至觉得可以永远信任这个男人。雷曼走上前，语气里全是关心，听说你受伤了，看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艾琳心里一暖，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温暖的背后竟然全是刀子。记忆里的那个男人站在黑暗中，语气冰冷的让人绝望。别担心，你的家人很快就会去陪你了。这哪里是重逢，这分明是噩梦的开始。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最信任的男人，竟然是亲手杀掉自己的凶手？如果不是死过一次，艾琳可能永远看不清他的真面目。雷曼愣在原地，还没反应过来，艾琳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他笑着打招呼：“雷曼，好久不见，2辈子的恨意，是时候该好好算算乐。”谁能想到，这丫头的剑法竟然精进到了这种地步，这根本不是短时间能练出来的。难道这就是那个家族恐怖的天赋？局面瞬间反转，阿蒙被彻底压制，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他忍不住问：“你怎么会我家的剑招？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我？”艾琳笑了笑说：“你确定想让我变回以前那样吗？”这下轮到雷曼懵了，他从来没见过艾琳竟然能笑得这么自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艾琳就顺势推开了阿蒙的手，语气里全是疏离。他说自己身上全是汗味，转头就去跟别人打招呼，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雷曼盯着他的背影说：“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艾琳只是礼貌地笑了笑，这种客套话，他现在一个字都不想多听。正好教官宣布继续训练，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雷曼一个人在原地发呆。真正的博弈现在才正式开始。看着艾琳离开的背影，他第一次感觉到事情彻底脱离了掌控。在他的记忆里，这丫头曾经只是个被折磨到支离破碎的残次品。那个叫克利亚的女人亲手毁掉了他的意志，让他变得像烂泥一样瘫在地上，而他则是在那个时候出现，把他重新拼凑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他一直自诩为救世主，觉得艾琳永远离不开他，必须像个提线木偶一样听话。雷曼，多亏你救了我。艾琳满脸感激，觉得要是没他，自己今天就交代在这了。雷曼温柔地笑着，看起来像个完美的救命恩人。可事实呢？刚才他一直躲在树后，冷眼看着毒蛇一点点靠近，他根本没打算提醒。他在等他最恐惧、叫得最惨的那一刻，只有这样，他的出现才显得弥足珍贵。所谓的英雄救美，不过是他亲手导演的一场戏。这男人的心思比那条毒蛇还要冷。在雷曼眼里，那时候的艾琳简直好骗到了极点，只要稍微给点甜头，他就会感恩戴德。在那个冰冷的宅邸里，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垃圾，只有他愿意伸出一只手。他温柔地问：“还能站起来吗？”艾琳就像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乖乖地把手交到了他手里，对他充满了信任。他故意表现得体，贴入微，关心他有没有瘦，叮嘱他多吃饭。其实这不过是温水煮青蛙，他要的不是一个伴侣，而是一个对他百依百顺、永远离不开他的漂亮傀儡。他以为这种掌控会持续一辈子，可他做梦也没想到，现在的艾琳已经亲手撕碎了剧本。看着艾琳从绝望中挣扎，再到把我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这种玩弄人心的过程，他乐在其中。可现在艾琳竟然想把他踢开，这对他来说简直是种羞辱。看来有必要让他重新记起，到底谁才是他真正的救世主。与此同时，阿什利公爵正坐在办公桌前。刚才艾琳展现出的天赋确实惊艳了所有人，这种实力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谁能想到，曾经那个连站都站不稳的废柴，现在挥剑的动作竟然这么干脆利落。阿什利公爵完全没料到，以前的艾琳根本没被他放在眼里，可现在的表现只能用惊人来形容。就在这时，房间里又来了一位贵客，二皇子费迪南多亲自登门了。他笑着跟阿什利公爵打招呼，语气听着挺随和。阿什利公爵刚要行礼，却被他拦住了。费迪南多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私底下没必要搞这些虚礼。”在他心里，阿什利公爵就像长辈一样。看来皇子这次过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阿什利公爵这次过来可不只是为了叙旧。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费迪南多是不是和艾琳订婚了？”就在他带兵在外的时候，家里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这让他完全无法接受。费迪南多只能搬出皇帝，解释说这是皇命难违。费迪南多也没办法。可阿什利公爵根本不听这些，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婚约，更像是有人趁他不在动了他的东西。谁能想到，这位在外威风凛凛的大人物，私底下竟然是个无可救药的女儿奴。听说自己的宝贝女儿阿西利居然被那个所谓的恶女比下去了，他这火气简直要把屋顶给掀了。可当事人却淡定得很，一杯茶放下，场面瞬间冷了下来。阿西利无奈地说：“那段关系本来就是为了互相利用，大家各取所需，根本没动过真感情。当爹的还在那嘴硬，说怕女儿丢了面子，显得像是被甩了，结果被女儿一句话给怼了回去。更让他没面子的是，女儿最后还补了一刀，不许说艾琳的坏话，因为他们可是好朋友。”阿西利一眼就看穿了父亲的心思，他说：“别装了，你其实挺中意艾琳的吧？”阿什利公爵这回也没否认，毕竟在训练场上，艾琳展现出的那种压制力，确实让他这个老将都觉得惊艳。阿什利公爵直接把话挑明了：“费迪南多，你答应和艾琳订婚，难道只是为了展示你那所谓的能力啊？原来皇室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费迪南多家族代代相传的特殊力量。这种力量非常恐怖，它能无差别的看穿任何人的过去，这就是传说中的真理之眼。”费迪南多摊牌了，这种看透过去的本事根本不受他控制。阿什利公爵本想打听点情报，结果他却说关于剑术天赋他什么都没看见，但这明显是在打马虎眼。他确实看到了别的东西，只是那个秘密现在绝对不能说。这下连公爵都坐不住了，到底是什么事能让他守口如瓶？气氛一下子变得
很沉重。阿什利公爵最后警告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妙，皇帝正盯着他，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这种话也就他敢直说了。剑术大师不能插手皇室斗争，皇帝之所以同意这门婚事，其实是在给费迪南多挖坑。只要艾琳犯一点错，这口黑锅就要费迪南多亲手背上。费迪南多心里很清楚，这步棋走得有多险。阿什利公爵这次被派来调查，明摆着是皇帝想借他的手把费迪南多的底牌全翻出来。最让人想不通的还是那场讨伐战，那些魔物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对付的。可结果呢？还没等骑士团反应过来，魔物就全被解决了。这背后的力量，恐怕没人敢深挖下去。阿什利公爵若有所思地说：“看来这次参加围猎的人都得重新排查一遍，毕竟实力到了这种地步，外人根本看不透深浅，哪怕当面撞上，也未必能发现对方的真面目。”他看着自己的手，语气里透着一丝兴奋，很久没遇到过这么够看的对手了。眼看天色已晚，阿什利公爵打算先到此为止。费迪南多却突然叫住了他，既然人已经平安带回来，阿什利公爵自然是千恩万谢，还特意叮嘱一定要好好谢谢阿蒙和艾琳。随着大门关上，热闹一下子就散了，只剩下费迪南多一个人在原地。看来这就是为什么皇帝会同意那场婚约，毕竟对方可是传闻中那位帝国的恶女。费迪南多漫不经心地想，这种事我可不太清楚，毕竟在传闻里，艾琳可是个出了名的恶女。可谁能想到，她竟然也有这么安静温柔的时候？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她？故事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这位就是帝国的二皇子费迪南多，虽然出身不算显赫，但他那股温柔大方的劲儿，简直就是完美的代名词。只要他一露面，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大家都觉得没人比他更像一位真正的皇子。不过最近他的生活里出现了一点变化，那就是阿西利。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这种青梅竹马的关系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谁看了不说一句，这就是梦寐以求的完美情侣。可门一关，这戏就彻底演不下了。阿西利忍不住抱怨，为了维持那个假笑，感觉整个人都要累瘫了。费迪南多更是不耐烦，嫌弃对方动作太慢。谁能想到这两个死对头竟然签了秘密协议，已经假装了几个月的恋人。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全是因为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那些没算清的私仇。皇帝眼里只有大皇子费迪南多这个老二，在宫里根本没地位、没背景、没势力，处境相当尴尬。偏偏这时候阿西利出现了，他虽然对权力没兴趣，但心里一直记着皇帝的仇，这可是个关键的变数。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费迪南多需要一个挡箭牌，而阿西利刚好有这个实力。于是这场各取所需的契约正式开始了。演戏演到这份上，真是难为阿西利了。在外要维持圣女形象，私下还得跟费迪南多办恩爱。费迪南多倒是挺体贴，说只要他一句话，这契约随时能作废。可问题是，没了这层保护伞，他自己能不能活命都难说。费迪南多更担心的是，阿西利会被他牵连丢了性命。结果阿西利压根没在怕的，他签这合同可不是为了救谁的命，而是为了整个帝国的未来。听到这话，费迪南多反而笑了，这性格确实够硬气。不过在这场危险的游戏里，到底谁才是那个需要被担心的人？听说你要订婚了，这种消息在舞会上简直像炸弹一样。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真正的主角登场了。这气场一出来，连费迪南多都坐不住了。看来今晚这出戏才刚刚进入高潮。看来费迪南多已经选好了，他的目标就是艾琳。这下全场的目光都要集中在他们身上了。好不容易回趟皇宫参加宴会，结果刚露面就被人问到了最尴尬的话题。女人笑着打听，听说二皇子要订婚了，对方还是那个显赫的家族。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传闻，而是父皇亲口下的死命令，让他必须在这次宴会上跟那个女人见一面。费迪南多沉默了，这种被安排好的命运，他根本没法拒绝。就在这时，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真是说曹操到，费迪南多还没回过神，那个让他头疼的女人竟然真的出现了。随着一阵高跟鞋的声音，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大门口。艾琳就这样提着裙摆，旁若无人的走了进来。这一露面，整个宴会厅直接炸开了锅。周围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说这不是那个恶女艾琳吗？这种场合，她怎么敢厚着脸皮过来？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大家都在替费迪南多感到不值，说她明明跟圣女才是天造地设，怎么偏偏被这个恶女给缠上了？艾琳根本没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她顶着所有人的目光，径直走到了费迪南多面前。就在大家以为他要说出什么惊人之语的时候，费迪南多却指着桌上的蛋糕问：“你吃过了吗？”他说：“看你一点都没动，是不是这些点心不合胃口？”这一句没按套路出牌的问候，直接把艾琳给整不会了。费迪南多露出了一个标准的营业微笑，这一下直接把艾琳给看晃了神。他支支吾吾了半天，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可还没等他缓过劲儿，现场的画风突然就变了。原本温柔的费迪南多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整个人猛地僵在原地。刚才那种轻松的氛围瞬间消失，他看起来非常痛苦，身体甚至开始站不稳了。艾琳吓得赶紧冲上去，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出大问题了？费迪南多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击，这种感觉非常不对劲，是他的能力在这一刻彻底失控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周围的景象就像碎片一样炸开，眨眼功夫，他竟然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角落里突然传来了阵阵哭声，听起来让人心里发毛。
费迪南多循着声音走过去，整个人直接愣在了原地。那个蜷缩在地上哭得全身发抖的小女孩，竟然是小时候的艾琳。看来她的能力带她闯进了艾琳最隐秘的过去。这个恶女的童年似乎藏着什么了不得的秘密。看着眼前哭成泪人的小艾琳，费迪南多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种无助的感觉简直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还没等他多想，耳边的一声惊呼直接把他拽回了现实。艾琳赶紧凑过来问：“殿下，你没事吧？”费迪南多只能摆摆手，假装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可实际上，强行发动能力的副作用，正让他整个人快要炸开。刚才看到的那些画面，绝对没那么简单。刚才费迪南多痛苦的样子，全被旁边的贵族看在眼里。大家开始对着艾琳指指点点，觉得肯定是他说了什么过分的话。明明是费迪南多自己出了状况，艾琳却莫名其妙背了黑锅，甚至有人当众骂她是心肠狠毒的恶女。这些话听起来刺耳极了。艾琳什么都没有解释，只是低声找了个借口，说要去补妆，然后转身快步离开了人群。看着他孤单离开的背影，费迪南多彻底愣住了，因为只有他知道，在这个人人喊打的恶女身后，其实一直躲着那个无助哭泣的小女孩。就在艾琳准备离开的时候，费迪南多突然伸手拉住了她，而且他故意提高了嗓门，大声感谢艾琳刚才的关心。艾琳立刻就明白了，费迪南多这是在当众给他撑腰，他故意把话说给周围的人听，就是为了帮他洗清恶女的嫌疑。紧接着，费迪南多又递过来一块蛋糕，笑着叮嘱他要多吃一点。这突如其来的温柔让艾琳完全没料到。看着手里这块蛋糕，艾琳的心情非常复杂。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直对她充满戒备的男人，竟然会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晚宴总算结束了，费迪南多独自回到办公室，虽然身体很累，但他的脑子里全是艾琳刚才的样子，那种落寞又委屈的表情，他以前从来没在艾琳脸上见过，这和他听到的传闻简直天差地别。外界对这个女人的评价早就差到了极点，什么世纪恶女、家族耻辱，甚至是帝国唯一的魔女，这些恶毒的标签就像影子一样死死缠着她。传闻都说艾琳总是在宴会上闹事，但费迪南多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他不仅很少露面，就算来了也只是安静的躲在角落，今天更是早早就离开了。费迪南多坐在位子上，还在纠结那块蛋糕，他剩了那么多是不喜欢吃吗？还是说他的胃口本来就很小？想到这里，费迪南多突然反应过来，奇怪，自己为什么要担心这些琐事？他明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可就在这时，另一个消息传了过来，关于他的某些重要安排，皇室内部似乎已经开始秘密讨论了。皇室的婚约压力已经逼到了眼前，信上写的清清楚楚，要费迪南多去见莱瑟斯家的女儿，甚至还冷冰冰的骂他是个卑贱的孩子。费迪南多自嘲的笑了笑，他现在的处境确实是自身难保，哪还有心思去瞎操心别人？而此时的艾琳早就远离了那些喧嚣，她换上了轻便的衣服，怀里抱着一只小猫，独自走在静谧的林间，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悠扬旋律，这里才是真正属于她的世界。费迪南多站在露台上往下看了一眼，结果这一眼让他直接定在了原地。在深夜静谧的花园里，艾琳正抱着一只小猫，笑容温柔。费迪南多忍不住脱口而出：“艾琳小姐怎么会在这里？”她脱掉了沉重的礼服，换上了轻便的便装，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邻家女孩。这和传闻里那个恶毒的魔女完全就是两个人。费迪南多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她的了解恐怕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这一封婚约邀请对费迪南多来说简直就是催命符，在外人眼里他是帝国最完美的二皇子，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赞美有多讽刺。那个被称作父亲的人，每一句话都像尖刀，嫌弃他的出身，甚至后悔生下了他。这种令人窒息的偏见还要持续多久？堂堂帝国二皇子竟然会被人骂成是杂种，但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费迪南多的母亲曾是受万人敬仰的圣女，却被那个所谓的父亲用最残忍的方式变成了战争的战利品，踏平他的国家，强行把他占为己有，直到他郁郁而终。这种带着血泪的出身，成了费迪南多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在亲生父亲眼里，他就是个玷污皇室血脉的脏东西，恨不得让他马上消失。更要命的是，他竟然觉醒了皇室最核心的异能，这本该是荣耀，现在却成了随时会引爆的催命符。在这种人人喊打的环境下，他本该谁都不信，谁都不爱，可看着眼前的艾琳，他竟然动摇了。这种时候还要去关心别人，简直是疯了。费迪南多这下是真的乱了，明明知道她是传闻中的魔女，可那天晚上艾琳温柔的样子，就像印在脑子里一样，怎么都甩不掉。甚至到了第二天，他还回不过神，总觉得自己看到了绝对不该看的东西。费迪南多盯着那只猫，越看越不对劲。这只学院里的流浪猫，以前明明瘦得可怜，现在居然被养得这么精神。难道那个传闻中冷酷的艾琳，私下里竟然一直在偷偷喂猫？他正想得出神，连下课了都没发现。德里克走过来问他到底在发什么呆，是昨天的宴会出了事，还是跟那位大小姐闹别扭了？德里克突然凑近压低了声音，是不是那个女人又找你麻烦了？除了费迪南多，没人知道那个所谓的魔女其实和皇室签了秘密契约，所有人都还被蒙在鼓里。德里克走过来问费迪南多：“你在想什么呢？昨天的宴会上那个女人没找你麻烦吧？”费迪南多只是淡淡的说：“什么都没发生。”德里克显然不信，那种恶毒的女人怎么可能突然转性？传闻总不会是凭空编出来的。费迪南多没有反驳，但他心里很清楚，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更何况是那些真假难辨的传闻。德里克直摇头说：“这事儿简直离了大谱，因为这已经是费迪南多第8次亲眼撞见艾琳的秘密了。谁能想到
那个名声狼藉的大小姐，竟然每天3次准时准点的出现，不管是大清早还是傍晚，她都在这偷偷喂那只流浪猫。要知道这里可是就宿舍后院，平时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她特意绕这么远的路过来，就是为了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费迪南多越看越觉得，这个女人身上藏着的秘密，恐怕远比传闻要精彩的多。这地方平时连个鬼影都没有，艾琳选在这里，显然是不想让人看见。她以为自己藏得挺深，却不知道所有的秘密都被费迪南多看在了眼里。这种事要是传出去，谁会信？那个目中无人的大小姐，竟然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还没等他多想，皇宫那边突然送来一封急信，随从低声说：“殿下，这是陛下给您的信。”费迪南多看着信封上的火漆，心里很清楚，他的清闲日子怕是要到头了。费迪南多打开了那封信，但信里的内容显然让他很不痛快。他直接把信纸狠狠捏成了纸团。这种日子就像搬不走的大山，一天接着一天，没完没了的重复，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忍不住开始怀疑，这种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终点？而此时树下的那只小猫还在无忧无虑地打着哈欠，它完全不知道这里的暗流涌动。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最后还能剩下什么呢？费迪南多在暗处等了大半天，直到天色彻底黑了下来，那个熟悉的身影才急匆匆赶来。艾琳一边喂猫一边小声道歉，说今天路上差点撞见人，为了避嫌特意绕了老大一个圈。他摸着小猫，语气温柔的不像话，说作为补偿今天会多陪他一会儿。看着这一幕，费迪南多突然觉得刚才那些让人窒息的烦心事好像一下子都散了不少。这种感觉让他原本紧绷的神经终于能稍微松一口气了。这天说变就变，雷声大得像是要把地给震裂。费迪南多独自走在雨里，却在转角处撞见了这一幕。谁敢相信，平时那么体面的艾琳，现在竟然狼狈地跪在泥地里，任凭大雨浇透了全身。那一刻，费迪南多才意识到，他脸上的笑容恐怕再也回不来了。这雨看来是一时半会停不下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半夜被雷声惊醒，脑子里全是那只猫。隔着窗户，我看到艾琳正带着猫往外走。等我冒雨追出去，她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雨中。当我终于赶上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地上的血迹说明了一切，什么都无法挽回了。日子总算消停了，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我不再盯着窗外发呆，也没再见过艾琳。毕竟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可谁能想到，平静这么快就被打破了。走廊里有人在嚼舌根，说费迪南多要和艾琳订婚了。这帮人越说越过分，甚至开始翻旧账，说他是杀人凶手。话还没说完，一本书就直接砸了过去。德里克冷笑着走出来，既然聊得这么开心，不如加我一个。那帮嚼舌根的学生被吓得连滚带爬，连书都顾不上捡就跑了。德里克在旁边气得够呛，这帮人以前把你捧上天，现在就等着看你从高处摔下来。费迪南多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这种话听多了，没必要个个都计较。德里克还是想不通，你难道一点都不生气吗？还有你干嘛一直跟着我？费迪南多没有回答，在外人面前，他必须维持那个完美的皇子形象，但只有他心里清楚，关于艾琳的那些流言蜚语全都是假的。他永远忘不了那个雨夜，那个在雨中彻底崩溃的女孩。外表光鲜，其实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在皇室那些人眼里，我不过是一个漂亮的空壳子。只要是我亲近的人，最后全都会倒霉。他们根本没得选，要么只能离开我，要么就要跟着我一起受罪。费迪南多看着眼前的男人，你应该很清楚，我父亲的施压是不会停止的。再这样下去，连你也会被卷进来。德里克却没有任何动摇，他只是平静地反问：难道追随你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德里克这番话说得非常直接，既然这辈子横竖都要吃苦，那为什么不选一个自己真心想效忠的人呢？费迪南多听完，忍不住大笑出声。他觉得身边这帮人简直全都是疯子。德里克还不服气，觉得自己可比那个整天偷懒的阿蒙强多了。但笑声过后，费迪南多却陷入了沉默。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之所以没敢靠近艾琳，真正的理由其实一直藏在心里。我本以为像他这样的人，以后的日子只会过得更惨。可谁能想到，这辈子我第一次这么感谢我那个独裁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我身边。自从他进了剑术系，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一样，完全变了副面孔。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是同一个人，却让我觉得以前彻底看走眼了。我开始疯狂的想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费迪南多突然改了口，不再叫她小姐，而是称呼她为艾琳爵士。既然现在大家都在剑术系共事，那称呼自然也要跟着变。他看着眼前的女人，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好久不见了。这一刻，费迪南多才发现，以前那个他所熟悉的艾琳似乎已经彻底消失了。现在的他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外面那些离谱的传言，看来全是假的。他不仅没有伤过人，甚至还在刻意躲着大家。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费迪南多越来越好奇，他真的很想知道这个女人到底在隐藏什么。可麻烦的是，他身边的守卫实在太严了，想找个机会单独接触，基本没什么戏。转眼2个月过去了，谁能想到艾琳竟然主动找上了门。她开口第一句话就让费迪南多有些意外。她说：感谢你能抽空见我。原来他是听说了关于新任务的消息，而这个消息竟然是从科利亚那里传出来的。最近这段时间，艾琳经常主动过来找他，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费迪南多心里泛起一丝异样。当听说艾琳也要参加这次任务时，费迪南多意识到这简直是老天爷亲手送上门的机会。艾琳开门见山地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执行这次任务吗？
就在两人商量细节的时候，谁也没注意到墙角后面还藏着一个人。雷曼正死死盯着他们，虽然听不清在说什么，但他知道这两个人绝对有秘密。雷曼现在看得很清楚，艾琳的剑术确实厉害，但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受伤也是早晚的事。就在这时，科利亚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皇帝很快就会下令，让二皇子费迪南多带队去讨伐凶残的狼人族。费迪南多和他的骑士团这次肯定会被派去打头阵，但这根本不是什么任务，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死局。科利亚已经等不及了，只要费迪南多一死，艾琳就会觉得是自己害了他，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会让他彻底崩溃。科利亚冷笑一声，什么剑术大师，在这样的阴谋面前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雷曼心里的算盘已经打得啪嗒响，他打算以保护为名，跟着队伍一起出发，只要进入狼人族的领地，他就会找个机会跟艾琳单独相处，到时候只要让人把艾琳推下水，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演绎出英雄救美的好戏。但在接下来的计划里，他可没打算怜香惜玉，他要趁机废掉艾琳的一只手，让他再也拿不起剑。雷曼冷冷地拔出长剑，在他眼里，这可怪不得别人，全是艾琳自找的。营地的夜晚并不平静，阿蒙刚忙完手头的活，结果一回头发现这帮人全在偷懒。阿蒙正想上去催他们，却发现大家的眼神都不太对劲，顺着目光看过去，艾琳正和费迪南多坐在一起。明明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妻，可这相处模式怎么看怎么别扭。这下连德里克都坐不住了，这两人之间绝对有问题。谁能想到，一道突如其来的皇室敕令，让所有人再次踏上征程。这次的任务可不简单，不仅要讨伐凶残的狼人，还得救回被抓走的难民。这种怪物力大无穷，一般的骑士团根本应付不来。皇帝只能请出帝国的剑术大师里昂伯爵亲自带队支援。就在赶往汇合点的路上，德里克心里却老大的不痛快，倒不是因为任务太突然，而是前面那两个人从出发开始就一直黏在一起，这画面真是让他越看越火大。这一路上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明明没什么公事要谈，这两个人却总是黏在一起，连旁边的卡伦都看不下去了，这到底是在搞哪一出？德里克甚至庆幸还好那位大小姐这次没跟来。莉莉亚也觉得不对劲，总觉得他们之间藏着什么秘密，她想从德里克嘴里套点话，结果这家伙居然也说不知道。看来这水比想象中还要深。就在出发前，艾琳突然单独叫走了费迪南多，这下所有人都坐不住了。从出发前开始，这两个人的关系就神神秘秘。一起，阿蒙反复琢磨这两个字，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夜深人静的营地，有人在暗处悄悄行动，盯着艾琳的背影。阿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整件事实在是太反常了。他转头问卡伦：“你确定那个雷曼真的是来当护卫的？”这语气一出，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听说艾琳和守卫关系匪浅，德里克却冷笑一声，那种眼神可不像是什么亲近的关系，这背后肯定有猫腻。就在这时，艾琳竟然和费迪南多单独走进了夜色。大半夜的，这两个人到底要去哪？旁边的人刚想跟上去看热闹，就被阿蒙直接抓了个正着，老老实实回去干活，谁也别想在这时候捣乱。莉莉亚在远处默默看着，一句话也没说。这营地的气氛怕是要变天了。那些惨烈的画面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他最想逃离的过去。费迪南多走在前面，他很清楚，现在的每一步都必须按照计划进行。这一刻，艾琳已经在脑子里演练过无数次，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这些话在心里藏了太久，久到他以为自己永远没机会开口。但就在这一刻，他终于攒够了勇气。艾琳看着眼前的男人说：“费迪南多，我们要解除婚约。”这一句话让原本轻松的气氛彻底凝固，费迪南多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甚至怀疑是自己听错了，解除婚约？他怎么也没想到艾琳会选在这个时候亲手斩断两人的未来。他不可置信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突然要说这种话？”艾琳还在那装大度，劝费迪南多退掉不喜欢的婚约，结果费迪南多直接破防了。他冷冷地质问：“既然不喜欢，当初为什么要订婚？”艾琳连头都没回，只说那是一时兴起，说完转身就走。费迪南多想拦都没拦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这段婚约从一开始就是继母强加给我的，根本没人问过我的意愿。更糟糕的是，费迪南多因为要跟我订婚，不得不和心爱的女人分开。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他们两个竟然从来没有怨恨过我。以前我总觉得是自己太害怕继母，才不得不把费迪南多也拽进泥潭，但这真的能当成借口吗？这一次，艾琳不打算再心软了。艾琳终于把话挑明了，既然这桩婚约谁都不想要，那就没必要再互相折磨。躲在暗处的雷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解除和二皇子的婚约，这种事难道是他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吗？他觉得艾琳实在是太乱来了，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局面瞬间失控。刚才还在眼前的艾琳竟然凭空消失了，雷曼急得四处找人，而此时的雷曼还没意识到真正的危险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艾琳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冷冰冰地问他为什么要像只老鼠一样躲在暗处偷看费迪南多。雷曼这下彻底懵了，他明明已经藏得这么好，可伊琳是怎么发现他的？刚才那一瞬间爆发出的压迫感绝对不只是简单的杀气，那是他这辈子从来没见识过的恐怖力量。这种感觉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刚才那一瞬间简直就像是直视地狱的入口。这股恐怖的气息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雷曼怎么也想不通，艾琳明明
才刚开始练剑，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甚至还能发现他的行踪。可依林根本不打算放过他，再次冷冷的开口质问：为什么要跟踪我和费迪南多？雷曼赶紧换了一副嘴脸，说这完全是个误会，他只是担心艾琳大半夜跟未婚夫进森林不安全，这借口找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艾琳到底会不会信。艾琳冷冷的反问：你是在担心我吗？可现在看来，你手里一直握着的那把剑才更让人觉得危险。雷曼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把剑收了回去，他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埋怨艾琳说话太重，说这样子真的很吓人。接着他开始演戏，说艾琳实在是太单纯，太容易相信别人，尤其是那个费迪南多，根本不值得信任。他凑到艾琳耳边，低声诱导她，除了你自己，谁都不要相信。可雷曼不知道，艾琳心里清清楚楚，这种虚伪的关心，他早就听腻了。他想起了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只有他才是真正救赎他的雨水。艾琳曾经那么信任雷曼，甚至一直把他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就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雷曼竟然从背后下了死手。他冷冰冰地转达主人的命令，还说让他别担心，因为他的家人很快就会下去陪他。最让艾琳感到绝望的，不是被利刃刺穿身体，而是雷曼最后露出的那个笑容。他杀人的时候，脸上连一点愧疚和难过都没有，反而像等这一刻等了很久，甚至露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哪怕后来重活了这么多次，那个表情依然像噩梦一样，死死地缠着他。艾琳看着眼前的男人，语气平静得让人害怕。他说：被剑刺穿，身体真的很疼，而且有时候人不会立刻死掉，只能在痛苦中挣扎很久。这番话听得雷曼脊背发凉，他完全搞不明白，平时那个温顺好骗的艾琳，为什么会突然散发出这么恐怖的恨意。事情已经彻底失控了，雷曼强撑着笑脸，劝艾琳赶紧回营地，说太晚了大家会担心，有什么话回去再说。他现在只想赶紧逃走，离这个女人越远越好。可依林只是冷冷地盯着他，那一双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就像在看一个死人。男人总算松了口气，刚才艾琳那个眼神，真让他以为这姑娘脑子撞坏了，肯定是平时管教太严，把人给逼得不正常了。这2个月以来，艾琳确实变得完全不同，以前那种好欺负的劲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只有骑士才有的凌厉。不过他根本没把这当回事，觉得艾琳底子早就毁了，再怎么练也就那样，顶多是个高级骑士的水平。甚至他心里还冒出一个恶毒的念头，科利亚说过，要是哪天发生点意外，直接废掉他的一只手腕，这姑娘是不是就彻底老实了？在他眼里，不管艾琳怎么变，终究还是那个天真好骗的傻姑娘，根本不足为惧。男人看着艾琳的背影，心里却在盘算着更阴暗的计划。对他来说，艾琳反抗的越凶，最后亲手毁掉他的时候，那种快感就越强烈。而此时的艾琳看着眼前的湖水，突然想起了一段尘封的记忆，那是前世的一场意外。当时他也像这样在水边散步，却突然被一个黑影推入水中。是雷曼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了他，还一脸自责的演戏，说没能抓住那个凶手。就是从那一刻起，艾琳彻底掉进了陷阱。她开始整天疑神疑鬼，觉得全世界都要害她，唯独把雷曼当成了唯一的依靠。真相终于看清了，当年根本没有什么袭击者，那个在背后推他下水的人，就是眼前的雷曼。雷曼这下彻底装不下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艾琳不仅没回营地，还把当年的账算得清清楚楚。看着雷曼那副惊恐的样子，艾琳语气平静得让人发毛。她问雷曼，还记不记得重逢那天自己给过他的警告？雷曼狗急跳墙，觉得这个女人实在太危险，竟然想拔剑直接动手。结果呢，剑光一闪，雷曼连招式都没看清，就直接惨叫着倒在了地上。艾琳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竟然还带着笑。他说看到雷曼一点没变，自己反而觉得解脱了，因为这样他动起手来就再也没有任何负担了。雷曼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输得这么彻底。月光下的艾琳美得让人心惊胆战，他笑着对雷曼说，幸好你还是这么烂，否则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动了原谅你的念头。雷曼原本计划的挺好，想玩一出英雄救美的戏码，好让艾琳在他面前低头，结果这下彻底玩砸了。艾琳根本没给他机会，直接反手锁喉，冷冷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看来推他下水只是个开始。艾琳心里很清楚，这背后肯定有科利亚的指使，就是为了让他再也拿不起剑。这下局面彻底反转，雷曼不仅没能立功，反而把命都交到了对方手里。就在那一刻，雷曼终于看清了真相，站在他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少女，而是真正的死神。他这才意识到，艾琳一直都在隐藏实力，如果现在不求饶，自己真的会死在他手里。为了活命，他决定把所有秘密都抖出来，大声喊道，这全是科利亚指使我干的。他一边甩锅一边求饶，说自己只是个听命行事的棋子，想让艾琳看在旧情的份上放过他。但这副卑微求饶的嘴脸，真的能平息艾琳的怒火吗？雷曼到现在还觉得自己能像以前那样拿捏艾琳，他以为只要提点旧情，艾琳就还是那个离不开他的可怜虫。毕竟以前的艾琳真的卑微到了骨子里，哪怕只是别人的一点点施舍，他都会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感激涕零。那时候所有人都瞧不起他，越是想得到关注，就越是被大家排挤和嘲笑。这种缺爱的日子他过得太久了，但雷曼根本没意识到，现在的艾琳已经彻底变了。那些廉价的关心和虚伪的爱，他现在根本不稀罕。艾琳冷冷地看着他，直接打断了他的幻想。雷曼，今天你必须死在我手里。这一句话彻底断了雷曼最后的活路。曾经那个软弱的女孩，已经亲手埋葬了自己的过去。
雷曼还在拼命狡辩，说这一切都是科利亚的主意，但他根本不知道，艾琳从一开始就在看他演戏。从在学院见面的那一刻起，艾琳就已经布好了局，他那点英雄救美的小心思早就被看穿了。眼看剧本被识破，雷曼彻底慌了，他丢掉武器，跪地求饶，甚至拿骑士精神来当挡箭牌。他居然还想用道德绑架艾琳，说杀人的人都会下地狱，想让艾琳因为害怕而收手。艾琳听完竟然笑了，她说自己确实相信有天堂地狱，因为在第一世的时候，她也曾天真的以为善良就有好报。那时候的她，为了能再次见到心爱的人，拼命压抑恨意，卑微的祈求上天的怜悯。但现在的艾琳早就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女孩了，地狱又怎么样？只要能亲手了结这一切，她根本不在乎。那个傻姑娘直到最后都想选择原谅，可换来的却是最残忍的对待。艾琳看着眼前的男人，语气冰冷的让人发指。她说：“当年我也这样求过你。”那时候的她卑微的跪在地上，死死抓着对方的靴子，哪怕活得像在地狱，她也想撑下去。可结果呢？换来的只有无视和冷漠，还有那致命的一击。雷曼听得一头雾水，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些，毕竟在他眼里，踩死一只蚂蚁不需要记性。艾琳自嘲的笑了，既然这辈子注定见不到想见的人，那他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他没有再给对方求饶的机会，长剑直接贯穿了雷曼的胸膛，动作干净利落，没有一丝犹豫。看着倒在血泊里的男人，艾琳在他耳边轻声说：“别急，去地狱先等着我吧。”雷曼终于倒下了，这一剑彻底了结了所有的恩怨。艾琳冷冷地丢下一句话：“等这一切结束，我们地狱再见。”与此同时，营地那边彻底炸了锅。费迪南多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艾琳不见了。刚才还在一起的人，转眼就没了踪影。费迪南多急得要发动所有人去找，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德里克让他冷静。费迪南多正急得跳脚，满脑子都是艾琳失踪的消息。结果下一秒，艾琳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他语气平淡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说自己只是先回了营地。费迪南多这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他是真怕这姑娘又一个人去冒险。艾琳看着他，给出了一个让人安心的承诺。他说自己哪儿也不去了，可谁知道这平静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阿蒙看气氛太僵，赶紧过来打圆场，催着大家赶紧回屋睡觉，顺便让卡伦去处理剩下的烂摊子。这一晚总算是暂时消停了，但真正的风暴恐怕还在后头。看着眼前的费迪南多，艾琳想起了从前，那时候的他也像现在这样担心自己。费迪南多语气坚定，他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绝对不相信艾琳会杀害无辜，至少他认识的那个女孩绝不会这么做。他甚至承诺，如果艾琳现在不想开口，他可以一直等下去，只要他需要，他随时都会伸出援手。可这些掏心窝子的话，艾琳上一世根本没机会听到。等他终于想敞开心扉的时候，费迪南多已经不在人世了。这种阴阳两隔的遗憾，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疤，所以这一世他才变得如此冷酷。倒在血泊里的雷曼，在临死前还在恶毒的诅咒。他说艾琳这辈子都得不到爱，一切早就回不了头了。艾琳没有反驳，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断气。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条路，他就没打算再往回走。杀人犯这个标签现在彻底贴在了艾琳身上，但他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不在乎。”哪怕费迪南多会因此厌恶他，哪怕全世界都骂他是恶女，他也认了。反正这种被憎恨的日子，他早就过惯了。可只要有人感动费迪南多，感动他的同伴，那他不介意变成一个真正的恶魔。这一刻，艾琳已经彻底豁出去了。大部队马上就要出发，艾琳正忙着做最后的准备。可就在这时，卡伦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开口就问雷曼的下落。艾琳却摇了摇头，她根本没见过那个人。这下麻烦大了，帐篷是空的，连马都被牵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居然离奇失踪了。艾琳立刻进屋查看，对方走得干干净净，没留下一点痕迹。他到底去了哪里？雷曼失踪的消息让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费迪南多觉得这事很蹊跷，难道那家伙敢先斩后奏，没打招呼就自己回领地了？卡伦也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事在军中可不常见。但阿蒙却表现得很冷淡，他根本不想在这浪费时间。既然人不见了，那就直接出发。在他看来，雷曼这种级别的骑士在这附近根本遇不到危险，而且说实话，那家伙走了反而更好。阿蒙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那种让人不舒服的眼神消失了，正好省心。阿蒙心里很清楚，莱瑟斯家族的人根本不值得信任，能对自家人下这种狠手的，多半是内部出了疯子。好在卡伦还没那个胆量。既然雷曼连行李都带走了，那肯定不是出了意外，而是自己偷偷溜回去了。费迪南多也发话了，现在的行程非常赶，一旦离开安全区，到处都会有魔物出现。为了找一个逃兵，分散大家的战力，实在是划不来。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别再耽误时间了。虽然凯伦心里还有顾虑，但眼下任务最重要，只能先这样了。既然决定了，那就按原计划出发。艾琳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雷曼失踪的事暂时是被糊弄过去了，只要没人深究，他就是安全的。就在大家整理行装的时候，费迪南多突然走了过来，问他今天是不是还要跟着他。艾琳本来想找个借口去德里克那边换个位置，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费迪南多直接打断了。他语气强硬，要求艾琳必须骑在自己身边，甚至还开始翻旧账，提醒艾琳当初可是他自己要求的，在任务结束之前一刻都不能离开他。这下好了，艾琳想躲都躲不掉，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跟着了。艾琳沉默着跟在后面，她心里清楚，接下来的路才是真正的考验。这一路走得极其遭罪，刚离开安全区，各种魔物就接踵而至，大家只能在战斗中硬抗。越靠近狼人的领地，周围就越荒凉，最后
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更糟糕的是，这鬼天气说变就变，倾盆大雨下得连路都看不清。就在大家快要撑不住时，费迪南多指着前方大喊：“前面有个旅馆，让大家再坚持一下。”这雨夜里的灯火简直成了所有人的救命稻草。就算是铁打的骑士，连着赶10天路也扛不住了。阿蒙一边往嘴里塞吃的，一边感叹：总算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这半个月真是累得够呛。艾琳坐在旁边，也跟着点了点头。大家现在的状态确实都已经到了极限。更麻烦的是，明天就要正式进山了，到时候连马都骑不了，只能靠2条腿走过去。艾琳看着眼前的火光，心里却越来越不安。她记得很清楚，当年那场狼人讨伐战，费迪南多是带着重伤回来的，而且所有参加过的人都对那段经历闭口不谈，没人知道在那片深山里到底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看着大家疲惫的样子，艾琳甚至不敢开口去问，接下来的路恐怕比想象中还要凶险。阿蒙看着艾琳，问她身体还吃不吃得消，毕竟这一路上只要一有空，他就在找阿蒙那帮人练手。阿蒙当时还挺不服气，叫嚣着今天一定要赢过艾琳，结果场面完全是一边倒，艾琳3两下就把他们全收拾了。阿蒙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提醒艾琳，虽然他实力强得离谱，但体力确实是个短板，这种时候还是得省着点用。艾琳听了有点意外，笑着问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他还没见过阿蒙这么细心的一面，简直像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阿蒙却赶紧撇清关系，说这只是累糊涂了，才随口一说，让艾琳千万别当真。不过玩笑归玩笑，他最后还是叮嘱了一句，让艾琳好好保存体力，毕竟真正的硬仗马上就要开始了。阿蒙的神情越来越严肃，他说一旦进了狼人的领地，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甚至怀疑这次任务根本就是皇帝在故意整费迪南多。艾琳在一旁听得仔细，她意识到阿蒙这次绝不是在开玩笑，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打起精神来。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时候，阿蒙一个不小心把桌上的杯子给碰倒了，还没等两人回过神，费迪南多就带着一身水推门进来。外面这雨下的简直离谱，费迪南多一边抱怨，一边抹着脸上的雨水，说自己刚才差点被淹死在马厩里。阿蒙却像是没听见一样，转头又去问艾琳有没有事。艾琳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天下来，他都不知道问了多少遍了，那句要解除婚约的话，一直像根刺一样扎在费迪南多的心里。德里克过来推了他一把，让他别再走神了，赶紧吃完饭去休息。旁边的骑士们正闹得欢，阿蒙还一脸得意的显摆，谁让你们猜拳输了，活该在这儿挨饿。费迪南多努力让自己冷静，现在不是想私事的时候，只要大家能平安回去，比什么都强。可他刚坐下，就发现情况不对劲，莉莉娅居然不见了。这种时候，他一个人能去哪？谁能想到莉莉娅竟然一个人躲在雨里，还背着所有人开启了这么大的法阵。雷声在头顶炸下，他却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只是盯着手里的东西。那枚发光的金币显然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看这架势，他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雨夜里的魔法阵让莉莉娅终于找到了这枚消失已久的徽章，但这东西却带出了一段她最想抹掉的回忆。黑暗中有人在问：“你是莉莉娅吗？”那个自称莱瑟斯家的仆人语气冰冷地说：“我是来给你报丧的，这点钱是夫人给的葬礼费。”黑衣人把一袋金币强行塞进了莉莉娅手里，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一句恶毒的诅咒。他在她耳边低声说：“这全是因为你没能拦住他。”一条人命在他们眼里竟然只值这几块金币。莉莉娅站在雨里，终于看清了这些人的真面目。看着窗外艾琳那副开心的样子，莉莉娅只觉得无比讽刺。杀了我的哥哥，你竟然还能笑得这么灿烂？没关系，你就趁现在多笑一会儿。黑衣人站在阴影里问他：“你还想报仇吗？我有办法帮你。”莉莉娅没有犹豫，因为很快那个女人就再也笑不出来了。经过整整1周的跋涉，费迪南多带着队伍终于抵达了约定的废墟。这一路翻山越岭，连马匹都带不上来，好在最后并没有迟到。他转过头对身后的德里克下令，让所有人原地待命。真正的会面马上就要开始了。事情不对劲，约好的里昂伯爵到现在还没露面。德里克在一旁冷笑，那个号称最守时的家伙，竟然连皇帝的命令都敢违抗，看来他是不会来了。费迪南多还想替对方找借口，但事实摆在眼前，他们被放鸽子了，局面一下子变得很危险。费迪南多当机立断，打算先撤回去，毕竟光靠他们几个根本对付不了凶悍的狼族。可德里克却不打算就这么算乐，他盯着费迪南多说：“想让我空手而归，绝对不可能。既然已经进了狼族领地，空手回去肯定没法交代。”德里克凑近提醒：“这支骑士团里恐怕到处都是皇帝的眼线，如果不做点什么就撤退，回去之后所有人都要跟着倒霉。”费迪南多心里明白，这已经不是任务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在父皇面前保住命。他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命令：“德里克，派一支搜查队出去吧。”德里克刚要领命，费迪南多却突然开口说：“还要加一个条件。”谁也没发现，艾琳正躲在不远处的树影里，把两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虽然他们已经尽量压低声音，但在他耳朵里，这些秘密根本藏不住。很快，搜查队分成了4人小组，正式开始行动。原本计划的好好的去调查狼族的领地，费迪南多还反复强调，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可等所有人撤回来的时候，他彻底后悔了。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个消息，大声质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阿蒙和莉莉娅竟然真的落到了狼族手里。看着同伴被怪物抓走，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谁能想到，搜查队在回来的路上竟然遭到了狼族的伏击。为了
让其他人先走。阿蒙和莉莉娅主动留下来断后，结果双双落入敌手。艾琳看着眼前的乱局，心里越来越不安。对狼族来说，魔法师可是最值钱的人质，一旦被抓走，后果不堪设想。但最让他害怕的是，在他的记忆里，这两人明明应该安全回到学院，事情的发展已经彻底脱离了掌控。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太多，连命运的走向都跟着乱了套？现在的局面一团糟，大家都被吓破了胆，指望这群人去对付狼族救人，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既然指望不上别人，这人必须由我亲自去救。不过费迪南多该怎么办？是带上他一起去，还是让他留在这里更安全？还没等艾琳想清楚，意外就突然降临了，根本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一道强光瞬间笼罩了两人，艾琳反应极快，一把死死拽住费迪南多。等光芒散去，原地竟然已经空空如也。这下所有人都傻眼了，谁也没看清他们到底被带去了哪里。谁能想到这帮畜生竟然这么难缠，直接在半路杀了出来。原本以为搜查已经结束，结果大家全都被盯上了，狼族竟然一路尾随到了这里。费迪南多和艾琳还没站稳，包围圈就已经缩紧了，现在根本没时间犹豫，所有人立刻拔剑，能不能活命就看这一波了。这下局面彻底乱成一锅粥了，费迪南多和骑士们被死死围住，连个退路都没有，周围全是这些诡异的黑影，根本分不清到底有多少敌人。场面彻底乱套了，10个狼人已经把这里包围。虽然这些家伙单看并不强，但一旦动起手来，麻烦才真正开始。艾琳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狼人的听觉非常灵敏，只要在这里开战，深处的援兵很快就会赶到。更糟糕的是，周围的人早就吓破了胆，真打起来肯定会有伤亡。这种时候硬拼就是送死，撤退才是唯一的生路。费迪南多大喊：“所有人快撤！”狼人群就在屁股后面，这么跑下去，谁都活不了。艾琳突然停下了脚步，必须有人把这群畜生引开，大家才有机会逃命。他一个人留了下来，面对扑过来的狼群，这一剑已经没有退路了。艾琳随手抛出一枚金币，对着那群怪物喊道：“喂，看这边！”这群畜生的注意力一下子全被吸引了过来，这正是他想要的。狼群发出愤怒的嘶吼，疯了似的扑向他。艾琳转身就跑，真正的诱敌行动现在才正式开始。费迪南多愣在原地，他没想到艾琳会为了救大家，一个人去引开狼群。就在他迟疑的时候，费迪南多大喊：“德里克，你先走！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在玩命，多留1秒就多一分危险。”费迪南多只能咬牙往前冲，结果又被德里克叫住了。德里克盯着他的背影，冷冷地提醒了一句：“别忘了你对我许下的那个承诺。”这种时候提起承诺，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到底是什么样的约定，比现在的命还重要？卡伦现在已经急疯了，他一心想冲回去把姐姐艾琳救回来，但德里克死死拽住了他。德里克冷冷地提醒他，现在救治伤员，保护剩下的骑士才是最重要的，不能再有人白白送命了。安抚好卡伦后，德里克转头看向费迪南多，提议派出一支搜救队去寻人，但他紧接着提出了一个条件。费迪南多心里很清楚，这个条件其实是在保他的命，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必须先活下来。费迪南多像是交代后事一样，他告诉德里克，如果自己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一定要替他护住剩下的人。德里克没有推辞，他说费迪南多已经把任务交给他了，只要他还没倒下，就一定会守住最后的底线。两人在混乱中达成默契，都要为了活下去而战。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危险就再次降临了，鲜血瞬间染红了夜空，真正的杀戮现在才刚刚开始。遍地都是狼人的尸体，艾琳提着剑一步步走近，剩下的狼人彻底被杀到胆寒，甚至开始怀疑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人类。狼人缩在角落里，看着那把沾满血的长剑，他心里很清楚，下一秒自己就要没命了。可就在这生死关头，艾琳却突然停住了。狼人等了半天也没等到那一剑，他现在完全懵了，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艾琳现在的处境很微妙，她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麻烦，还得躲着费迪南多的搜寻。要是现在被他撞见，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看着费迪南多走远，他这才稍微松了口气，但手里的剑还没放下，因为脚下还有一个被吓破了胆的狼人。他并没打算下死手，而是想让这怪物当个传声筒，回去给狼人首领带个口信。这恐怕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警告的内容非常简单，要是感动那些被抓的人类，哪怕只是碰一下指甲盖，他绝对会让整个狼群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好做好心理准备，感动那些人，后果可不是谁都能承担的。看着狼人连滚带爬的跑远，艾琳并没有去追，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要让恐惧传遍整个狼群，剩下的就看对方识不识相了。森林里重新安静下来，但这只是暂时的，真正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费迪南多在地上发现了脚印，看着延伸的方向，是直奔狼人的领地去了。艾琳肯定就在前面，而且情况已经非常危险。其实他本不该出现在这种地方，他的母亲曾是受人敬仰的圣女，甚至能预见未来的走向。在母亲留下的预言里，他的命从来不属于自己。他曾不止一次的叮嘱费迪南多，你一定要活下去，因为你的肩膀上扛着无数人的性命。母亲临终前打破了规矩，强行给他留下了一个预言。虽然这对他来说是个重担，但母亲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这个承诺成了他活到现在的唯一动力，哪怕日子过得像地狱一样，他也从来没想过放弃。可眼前的局势却让他不得不重新权衡。狼人的地盘是出了名的有去无回，谁要是敢硬闯，基本上就没打算活着出来。
以他现在的实力，如果真的跟狼群正面硬刚，恐怕很难全身而退。要是堂堂皇子沦为人质，那可就成了帝国的累赘。但他心里很清楚，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追上艾琳。费迪南多这辈子都在跟命争，可争来争去，好像还是在原地打转，那种被束缚的感觉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就在刚才，情况突然变得不一样了。看着艾琳一个人引开狼群，他心里莫名产生了一种直觉，这种感觉非常强烈，甚至让他有些不安。直觉告诉他，如果现在不立刻追上去，有些事情恐怕就再也回不去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一步踏出去，自己肯定会后悔。但他还是从怀里掏出了母亲留下的那条项链。现在这种局面，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他在心里默默念着，一定要保佑艾琳平安无事。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费迪南多大人。”他猛地回过头，谁也没想到这种地方竟然还有别人。他停下脚步，回头看去，在这片阴森森的林子里，竟然真的见到了那个身影，是艾琳。他就站在不远处的树影下，看起来并没有受伤。还没等费迪南多开口，艾琳反倒先说话了。他冷冷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费迪南多总算松了口气，看样子异灵已经脱离了危险，正平安无事地站在他面前。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艾琳就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让他赶紧回去。费迪南多这下彻底懵了，这种时候还要往林子里钻，到底是要去哪？艾琳头也不回地说：“我有必须要做的事。”费迪南多一下子反应过来了：“你该不会是想一个人去救人吧？”面对质问，艾琳一句话也没说，但这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费迪南多一眼就看出来了，艾琳这是铁了心不打算回头。既然拦不住，他干脆往前迈了一步，直接做了个决定。他说：“那就一起去吧，有什么事两个人一起解决。”最后他还不忘叮嘱一句：“别想一个人去逞英雄。”费迪南多这回算是看走眼了，他压根就不知道艾琳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剑术大师。换做一般的骑士，敢一个人闯进狼人的地盘，那跟送死没什么区别。艾琳本来都想好怎么把他劝回去了，结果他倒好，竟然主动要求一起行动。不过转念一想，这反而是件好事，毕竟待在剑术大师身边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费迪南多答应的挺干脆，说要一起行动。可异灵却突然把话挑明了，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皇子的身份，真要遇到危险，必须让他先上。费迪南多沉默了半晌，最后还是点头说了句好。其实他心里清楚，如果不先顺着艾琳的意思，这趟路恐怕根本没法一起走。他压根没打算让女人去挡枪，只是眼下得先想办法把人留住。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两人直接扎进了这片深山老林，越往森林深处走，周围的气氛就越不对劲，甚至已经能隐约看到狼人的身影。这里离狼窝越来越近，也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稍有不慎就会打草惊蛇。费迪南多压低声音，小声叫住了艾琳。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费迪南多提议先停下来歇会儿，毕竟得保存体力，才能应对接下来的麻烦。他找了个隐蔽的大树底下，说这里暂时安全，狼人应该发现不了他们。趁着这点时间，两人总算能稍微缓口气了。但这片刻的宁静恐怕维持不了多久。趁着休息的空档，费迪南多还是没忍住，问艾琳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非要深入险境去救那两个人。艾琳沉默了片刻，说自己只是为了还一笔债，一笔必须偿还的恩情。费迪南多显然没听明白，正打算继续追问，结果却被艾琳反将一军。他盯着费迪南多问：“那你呢？身为皇子，为什么要亲自过来？明明可以派其他骑士来送死。”面对艾琳的质问，费迪南多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看着远处出没的狼群，语气里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他说自己没法心安理得的做事不管，毕竟大家都是因为他才陷入险境，甚至连艾琳也被卷了进来。这么多年来，已经有太多人为他牺牲了，他不想再眼睁睁看着悲剧重演。这一次，他要亲自做个了断。费迪南多觉得这事儿还有转机，只要他还在狼人的地盘上，那两个同伴暂时就是安全的。他觉得皇子身份就是保命符，就算真被对方抓了，他们也不敢轻易拿他怎么样。可面对他的这番分析，艾琳却始终一言不发，这让费迪南多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说看着艾琳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就好像在很久以前自己曾经遗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费迪南多突然开口说他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这话听着简单，却让艾琳意识到情况不对。难道他动用了那个隐藏的特殊能力？在艾琳的认知里，费迪南多拥有特殊能力这件事，哪怕是在前世，也是非常后期才被揭开的秘密。如果他真的能看透一切，看到了他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去，甚至是他曾经活过的每一世，那这个隐藏最深的底牌恐怕就要彻底曝光了。最怕什么就来什么，万一费迪南多真的看到了那个因为艾琳而走向毁灭的未来，那这事儿可就彻底没法收场了。如果他知道自己会死在艾琳手里，还会像现在这样对待他吗？艾琳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种沉重的真相，换成谁都没法冷静面对，他甚至不敢抬头去看对方。就在这尴尬到窒息的时候，费迪南多却突然有了动作，他慢慢伸出手，直接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僵局。费迪南多突然警觉起来，他一把拉开身边的艾琳，瞬间拔剑出鞘，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察觉到了什么危险。结果这一剑下去，草丛里钻出来的居然只是一只吃草的小兔子。这种低级魔兽对人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刚才那股肃杀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尴尬。费迪南多赶紧收起剑，解释说，这小家伙肯定是因为没发现他们，才误打误撞跑出来的。这波强行找补，让原本紧张的潜入行动画风瞬间变得有点跑偏。
费迪南多赶紧凑过来，低声询问艾琳有没有受伤。他觉得自己刚才用力过猛，动作确实有点太粗鲁了。艾琳还没从刚才的混乱中反应过来，两人就这么近距离的对视着，原本紧张的潜入行动，气氛突然间就变得有点变了味。这种微妙的感觉让艾琳心里泛起了嘀咕，她也说不清楚这一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作为见惯了大场面的二皇子，费迪南多早就习惯了被各种崇拜和追求的目光包围，对他来说，这些关注根本没什么特别的。但艾琳却是个例外，每次讨伐魔兽的任务结束，他看向费迪南多的目光里总是带着一种莫名的悲伤，这种格格不入的情绪让费迪南多觉得非常奇怪。他开始好奇，为什么这个女人的反应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份好奇，让他不知不觉间被艾琳彻底吸引了。艾琳下意识地想要道歉，试图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但费迪南多根本不打算放手，他一直盯着艾琳，想从那双复杂的眼睛里找到答案。他直接把话挑明了问，为什么要提出解除婚约？这种看不透对方的感觉让费迪南多第一次感到有些挫败。他一边质问，一边把艾琳搂得更紧，最后干脆直接摊牌，无论艾琳怎么想，他都绝对不会同意解除婚约。这下艾琳彻底懵了，难道自己是在做梦？这种时候他居然还叫自己阁下，这种带着敬意的称呼让原本死胡同一样的关系突然变得完全看不懂了。当初所有人都看不起艾琳，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愿提起，唯独费迪南多是个例外。他总是礼貌地称呼她为阁下，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既然都是剑术生，这么叫你不是应该的吗？就是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柔让艾琳记了2辈子，可她现在却越来越看不懂了。明明根本就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做出这种让人误会的举动？这种若即若离的关心简直比冷漠还要伤人。费迪南多和艾琳正猫在树后盯着前方的一举一动，就在这时，狼人族突然现身，直接抓住了那个落单的小男孩。艾琳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孩子的脸怎么这么眼熟？还没等狼人族得意多久，局面瞬间失控。谁能想到这孩子身上竟然爆发出了火焰？狼人族这下惨了，原本以为抓了个软柿子，结果被这孩子的火焰烧得满地找牙。看着这漫天大火，艾琳终于想起来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孩子。在前世的记忆里，就是这个能自由操控火焰的男孩，带领狼人族入侵了帝国，让无数人丢了性命。原来传闻是真的，他就是那个被狼人族养大的杀神，也是未来最恐怖的敌人。可就在这时，艾琳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这一世的情况变了。在前世，这个男孩明明是个瞎子，可现在他的眼睛竟然是好的。这孩子这一世竟然能看见了，但这并没能让他脱离危险。被烧伤的狼人彻底暴走，叫嚣着要挖掉他的眼睛抵债。眼看狼人已经下了死手，躲在暗处的艾琳和费迪南多终于坐不住了。狼人还在那狂妄的叫嚣，觉得这孩子只会逃跑。结果下一秒，艾琳的身影已经杀到跟前。这一剑就是要让这些狼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猎人。费迪南多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他一边死死护住孩子，一边冲着艾琳大喊，让他赶紧带人撤离，自己留下来断后。可狼人族数量太多，费迪南多一个没留神，身上直接挂了彩。这群畜生还没来得及得意，艾琳就已经杀到了跟前。狼人族这下全懵了，根本没发现还有伏兵。面对狼人的重斧，艾琳连眼都没眨一下，抬手就是一记硬碰硬，想在剑术大师面前玩偷袭。这些狼人算是踢到硬骨头了，这一剑干净利落，直接送狼人领了盒饭。费迪南多在旁边都看呆了，忍不住夸奖艾琳身手了得。艾琳倒是很冷静，提醒这位二皇子殿下，既然身份尊贵，真到了拼命的时候，还是让他这个保镖冲在前面。费迪南多心里暗暗感叹，这姑娘还真是说到做到，一点都不含糊。其实依琳心里也有点犯嘀咕，刚才那一招他连剑气都没动用，结果还是表现得太扎眼了。他一直刻意隐藏实力，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剑术大师，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是实力全露馅了，以后的日子恐怕会更麻烦。为了扭转未来的悲剧，艾琳必须在暗中博弈。为了救下同伴，他不得不提前亮出底牌，展露那份本该隐藏的实力。可底牌一出，他心里反而没了底，不知道费迪南多会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其实他不知道，早在几个月前，他的天赋就已经藏不住了，连那些眼高于顶的顶级骑士都对他赞不绝口，皇帝更是直言不讳。这姑娘的实力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费迪南多回想起这些，心里猛地一沉，原来自己当初真的看走眼了，这个女人身上到底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费迪南多这次是真的看清了，艾琳刚才展现出的剑术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这让他心里泛起了嘀咕。既然这么强，为什么之前一直深藏不露？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个女人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去，否则没理由隐瞒这种实力。艾琳倒是反应很快，没给对方追问的机会，直接提议先带孩子撤离，毕竟狼人的援兵随时会到。费迪南多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只能先顺着他的话行动，但他心里那颗怀疑的种子已经彻底扎了根。艾琳表面上很冷静，心里其实也在打鼓。费迪南多居然什么都没问，他到底是在打马虎眼，还是已经看穿了什么？费迪南多本想上前帮忙，看看这孩子有没有受伤，可就在指尖触碰的一瞬间，局面彻底失控了。一股恐怖的记忆顺着指尖直接灌进脑海，原来这个看似弱小的孩子，竟然是一个觉醒了魔法的天才。
但在狼人族眼里，他根本不是人，只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用来换钱的珍贵奴隶。那些暗无天日的折磨，像潮水一样把人淹没，这种感同身受的痛苦，比真刀真枪还要命。艾琳赶紧过来查看情况。费迪南多虽然嘴上说着没事，但这种精神上的冲击，让他半天都缓不过劲来。狼人首领这次是铁了心，非要抓到这个孩子不可。要是让他们知道孩子在我们这，阿蒙和那些难民全都会变成筹码，局面只会变得更糟。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人全部救出来。可现在最麻烦的是，根本没人知道俘虏被关在哪。就在费迪南多一筹莫展的时候，艾琳的一句话让局面反转。他说自己知道阿蒙在哪，这下轮到费迪南多想不通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艾琳解释说，他其实一直在追踪阿蒙的魔力，看来这场营救行动终于有了真正的突破口。这种大范围的追踪能力，只有顶尖的剑术大师才能做到。难道异灵的实力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还没等费迪南多想明白，林子里突然传出一声暴喝，这群狼人竟然追上来了，而且目标直指那个孩子。局面一下子变得非常被动。艾琳决定先去寻找阿蒙，身后的狼群越追越近，现在1秒钟都不能耽误。艾琳提醒费迪南多，如果不抓紧时间，他们很快就会被彻底包围。这群狼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不仅封锁了所有退路，还盯上了费迪南多怀里的孩子，叫嚣着要在这里解决掉所有人。就在狼人出手的瞬间，艾琳终于不再保留，一道剑光闪过，直接把眼前的威胁强行逼退。艾琳冷冷地说，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费迪南多在一旁看呆了，他本以为是绝境激发了潜力，但很快他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艾琳现在的样子只是在展示他一直以来刻意隐藏的真正实力，谁都有不想提的过去，至于要不要说出来，那是每个人的自由。费迪南多看着眼前的艾琳，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根本没打算害他，反而是在拼命保护他。既然他已经拿出了这种觉悟，那再去怀疑他的意图就显得太没意思了。艾琳挡在最前面，替费迪南多拦下了所有致命伤，现在的他就是最可靠的后盾。可麻烦的是，周围的狼人越聚越多，局面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费迪南多看着艾琳的背影，心里其实很不是滋味。他多希望有一天艾琳能亲口告诉他那些秘密。难道在艾琳眼里，自己还不值得被完全信任吗？就在这时，一段意想不到的记忆突然闯进了费迪南多的脑海，这根本不是他认识的艾琳，而是一个从未被揭开的真相。画面里那个疯狂施暴的女人，竟然是侯爵夫人，而那个被打得遍体鳞伤，只能跪在地上拼命求饶的孩子，竟然就是小时候的艾琳。他哭着说自己错了，求对方赶快停手。费迪南多彻底看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坚强到无懈可击的艾琳，竟然有过这样地狱般的过去。侯爵夫人冷冷地教训道，身为淑女，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持优雅的姿态和表情。哪怕艾琳的手臂上全是伤痕，那个女人也只会觉得这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才算有用，简直冷血到了极点。费迪南多站在一旁，看着周围的环境不断变换，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正站在艾琳最痛苦的记忆里。成年后的艾琳依然坐在那里，机械地重复着那些洗脑的话。她说自己是贵族，绝不能失礼，所以必须忍耐，绝对不能喊疼。可她越是想要遮掩伤口，那种压抑的痛苦就越明显。这根本不是什么坚强，而是快要崩溃的求救。艾琳最后还是没忍住，她说真的好疼，疼到已经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了。这种日子简直就是无尽的折磨。这种感觉费迪南多以前从没遇到过。他看着手里发光的项链，难道是这东西故意想让他看到刚才那些画面？这地方处处透着诡异，费迪南多完全摸不着头脑。可就在他四处观察的时候，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视线里。那个人靠在树干上，身上竟然被好几把长剑刺穿了。费迪南多走近一看，彻底愣在原地。那个满脸是血、命悬一线的人，竟然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死在那里的竟然是他自己？艾琳在记忆里哭得撕心裂肺，她问这种日子到底要怎么熬过去？费迪南多在一旁看着，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原来那些关于艾琳的传闻，全都是彻头彻尾的鬼话，什么骄奢淫逸、虐待下属，甚至说他是杀害亲哥哥的凶手。如果这些恶毒的流言是真的，那眼前这个被折磨到崩溃的女孩又算什么？费迪南多这下全明白了，难怪异灵从来不提这些往事。就在费迪南多想要靠近时，他胸前的项链突然剧烈震动起来，那是母亲留给他的遗物，竟然在这一刻爆发出了刺眼的光芒。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将他拽走，周围的幻境瞬间崩塌。费迪南多只觉得天旋地转，刚才那股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局面彻底失控了。费迪南多看着眼前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被长剑刺穿、死死钉在树上的男人，为什么感觉那就是他自己？费迪南多已经奄奄一息，嘴里还在断断续续说着什么。艾琳，不幸。他最后这声哀求，到底是在对谁说？费迪南多已经撑到了极限，他死死抓着胸口的吊坠，留下最后的话：别忘了，还有他。就在这一刻，刺眼的光芒突然炸开，眼前的画面开始崩塌，这段记忆似乎要彻底消失了。黑暗中只剩下绝望的呼喊：费迪南多大人！这声呼唤到底能不能把他拉回来？费迪南多猛地惊醒，总算从刚才那段恐怖的记忆里彻底回到了现实，但这下冲击实在太大，他整个人都还没缓过神来。艾琳赶紧凑过来问他怎么样，虽然头疼的厉害，但他还是摆摆手说没事。现在的局面虽然急，但还没到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可还没等他站稳，脑子里又闪过一段画面，这段不属于他的记忆
到底还要纠缠他多久？费迪南多这下彻底沉默了，他利用自己的能力，亲眼看到了艾琳那段痛苦的过去。看着眼前的艾琳，他下意识地冲上去抓住了她的肩膀。艾琳小姐，他脱口而出，可话到嘴边却又卡住了。他想安慰她，想告诉她自己能理解那种痛苦，可现在他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心里很清楚，这种时候笨拙的同情只会让人觉得更难受。如果现在提起那些往事，不仅给不了安慰，反而是在他还没愈合的伤口上又狠狠补了一刀。费迪南多心里很清楚，艾琳肯定隐瞒了真相，但他没有当面拆穿，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没事，我们走吧。”既然他现在不想说，那就等他愿意开口的那天。这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博弈。可刚才那个画面一直在费迪南多脑子里转，那是费迪南多临死前的样子，他嘴里念叨着：“拜托了，救救他。”那个他指的绝对就是艾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没解开的死结？就在这时，艾琳主动开口了。她说自己确实藏了很多秘密，就算被怀疑也是应该的，但她想救人的心是真的。谁也没想到，费迪南多竟然在这个时候把话挑明了。他直视着艾琳说：“我信任你。”艾琳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结果费迪南多又重复了一遍，他说：“我信任艾琳小姐。”他让艾琳不用担心自己，只管去做该做的事，剩下的他会全力帮忙。就在森林里的局面刚稳住，另一边宅邸里也有了动静。夏洛特推门走了进来，看来新的计划已经开始了。夏洛特推门进来，夫人正一个人坐着喝酒，他开口就问：“雷曼那边有消息了吗？”结果还是老样子，自从雷曼说要去打仗，就彻底断了联系。夏洛特还以为夫人是担心战况，可实际上科利亚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他低声说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梦里全是那个叫艾琳的女人。在梦里，艾琳拿着剑抵住他的脖子，语气里全是嘲讽，问他是不是在嫉妒自己的天赋。那句你永远也得不到，简直像个诅咒。看来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恩怨，这辈子是解不开了。科利亚随手晃了晃酒杯，他说一个梦而已，根本没必要担心，因为雷曼现在肯定已经把艾琳解决了。就算雷曼那边失手，二皇子的讨伐队也已经进了狼兽族的领地，结果都是一样的。科利亚早就布好了局，本来剑术大师如果带人过去，事情可能还有变数，但偏偏来了一场暴雨，把他们的船给拦住了。这下二皇子的援军永远也到不了现场，他们只能在绝望里等着被狼兽族彻底撕碎。科利亚断定艾琳这次绝对活不成，他甚至还准备了一笔钱让夏洛特送过去，说是要帮艾琳出葬礼的费用。这哪里是帮忙，这分明是在杀人诛心。夏洛特就悄无声息地贴到了莉莉亚身后，他在莉莉亚耳边低声挑拨，说这一切全怪他，怪他没能守护好自己的家人。夏洛特看准了莉莉亚心里的恨，问他是不是想报仇，还诱惑他说自己手里有办法，就看莉莉亚敢不敢接。科利亚正一脸得意，他早就留了后手，根本不怕出意外。在他看来，二皇子费迪南多那帮人虽然满腔正义，但其实天真的要命。这种所谓的正义感，恰恰就是夫人手里最好用的武器。看来费迪南多他们已经掉进陷阱里了。科利亚冷笑着说：“莉莉亚这种人，满脑子都是所谓的正义感，而这恰恰就是计划的关键。”夏洛特在一旁缠着绷带，显然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科利亚算准了，莉莉亚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杀害亲哥哥的凶手就这样大摇大摆的逃走。仇恨已经彻底蒙蔽了莉莉亚，她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接带人闯到了狼兽族的领地。面对守在门口的狼人卫兵，莉莉亚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阿蒙狠狠抓着铁栏杆，气得直骂街，对方竟然用魔力控制10座牢房，这下麻烦大了。他还不死心地问莉莉亚能不能用魔法强行破开。莉莉亚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石头就是专门克他们的，不管是剑士还是魔法师，只要靠近，体内的力量就会被彻底压制，除非是那种顶尖的剑术大师，否则谁也别想从这出去。莉莉亚说话也是真直接，她说凭他们两个现在的水平根本没戏。阿蒙这下彻底泄了气，一屁股坐在地上，后悔当初没再多练练。但他突然想到了费迪南多，问莉莉亚那家伙应该没逃跑吧。莉莉亚沉默了片刻，她说以费迪南多的性格，肯定会想办法杀回来救人，因为在费迪南多心里，同伴的命永远比他自己的更重要。莉莉亚靠在墙边，轻声安慰阿蒙，她说咱们得相信同伴，费迪南多那家伙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咱们送死。阿蒙听了也忍不住笑，说费迪南多平时虽然唠叨，嘴碎的让人头疼，但关键时刻确实是那个最靠得住的人。就在两人互相打趣的时候，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阿蒙和莉莉亚猛地站起身，死死盯着牢房门口，结果门外出现的竟然真的是费迪南多，但他现在的样子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第一句话就是看到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看到费迪南多带人杀回来，阿蒙都傻眼了，外面明明全是怪物，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艾琳提醒大家，现在可没时间解释。费迪南多直接让里面的人退后，这下谁都看不懂了，难道他们想强行破门？阿蒙赶紧大喊，这栅栏可是禁魔石做的，除了传说中的剑术大师，根本没人能劈开它。但看艾琳这架势，今天这扇门他是拆定了。艾琳手起刀落，所谓的禁魔石栅栏瞬间碎了一地。他催促大家，现在没时间废话，必须马上离开这儿。几个人冲出地牢，本以为终于安全了，可眼前的景象却让莉莉亚停下了脚步。她忍不住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在监狱门口看到那个死掉的守卫时，事情就已经不对劲了，但谁能想到外面的世界竟然已经彻底变了样。
满地的狼人尸体，这已经不是不对劲能形容的了。莉莉娅看着眼前的费迪南多，这家伙果然藏得够深。费迪南多顾不上这些，他急着问阿蒙，那些失踪的难民到底在哪儿？阿蒙小声说，他们本来被关在一起，但狼人突然把人都带走了。这下麻烦了，必须赶在出事前把人救出来。但现在狼人随时会追上来，这里已经不能久留。费迪南多喊了一声莉莉娅，催促大家赶紧撤离。莉莉娅回头看了一眼战场，沉默着跟了上去。黑灯瞎火的林子里，大家都在拼命赶路，可走着走着，莉莉娅却突然掉队了。阿蒙赶紧回头喊她，以为她是体力透支跟不上了，但莉莉娅根本不是因为累，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整件事都透着诡异，尤其是那个艾琳，一个刚入学的新生，怎么可能有这种恐怖的实力？这完全不符合常理。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周围的所有人竟然没有一个怀疑过他？费迪南多的催促声再次传来，莉莉娅只能暂时压下一问，但怀疑的种子已经彻底种下了。几枚金币，这就是一个平民性命的价格，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卡利普斯直到死都在被那个女人折磨，但他根本没法撒手。父母走得早，他必须为了年幼的妹妹拼命，直到身体彻底垮掉，他都在地狱里煎熬，那该有多疼啊！夏洛特告诉莉莉娅，你有魔法天赋，只要能变强，你就能得到平民这辈子都够不着的财富。这一刻，莉莉娅终于明白，想要不被践踏，就必须爬到最高处。莉莉娅终于爆发了，这一刻她再也忍不住了，质问费迪南多为什么要这么做。明明是个那么善良的人，凭什么要落得这种下场？难道有实力就能随便主宰生死吗？这么长时间以来，他每一天都活在痛苦里，这种滋味根本没人能懂。费迪南多没有解释，他示意阿蒙照顾好小男孩。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低声说了句对不起，是自己发现的太晚了，让他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费迪南多突然叫住莉莉娅，让她好好看看现在的艾琳，为了救出他和阿蒙。艾琳可是孤身一人闯进来的，他并不是逼着莉莉娅去原谅，只是想让她冷静下来想想，当初害死哥哥卡利普斯的，真的会是眼前这个人吗？这番话让莉莉娅陷入了沉默，真相似乎并不是她以为的那样，怀疑的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压不下去了。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事情突然失控，一道刺眼的强光划破黑夜，危险再次降临了。那柄长矛落下来的时候，莉莉娅已经躲不开了。难道就要这么没了吗？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如果自己真的死在这，对艾琳来说反而是件好事。那为什么还要冲过来？艾琳大喊着让他快躲开，整个人直接挡在了长矛面前，就好像他根本不想让莉莉娅死一样。伴随着一声闷响，鲜血瞬间溅了一地。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谁也没想到费迪南多竟然冲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替莉莉娅挡下了那致命的一矛。鲜血顺着长矛不断滴落，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原本要保护的人，现在却倒在了血泊里。就在这时，高处的岩石上出现了几个身影，那群狼人正冷冷地看着下面，语气里满是嘲讽。带头的狼人冷笑着说：“真是太可惜了，本来打算这下把他们两个都解决掉的。”在艾琳的第一世，有一段时间，莉莉娅找过艾琳，那时候艾琳已经失去了一切，只能在泥潭里苦苦挣扎。可莉莉娅呢？她却是前途无量的天才，正走向最辉煌的未来。这种天差地别的恨，让莉莉娅在心里演练了无数次，到底该怎么杀掉对方。莉莉娅竟然动手了，这一招根本没打算留活路。但艾琳并没有退缩，因为这一刻她已经等了太久了。费迪南多走后，艾琳的世界彻底塌了，她甚至找不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可那个男人临终前的话，就像一道解不开的咒语，硬生生把她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就在这时，莉莉娅出现了，原本以为这会是最后的解脱，可谁能想到，对方竟然在关键时刻停了手。这下连艾琳都懵了，明明是来索命的，她到底在犹豫什么？莉莉娅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谁能想到第二天传来的竟然是死讯，这位天才魔法师竟然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现场已经彻底乱套了。莉莉娅拼命喊着费迪南多的名字，让他千万别睡过去。阿蒙也在一旁死死按住伤口。就在所有人都要崩溃的时候，一个冷静的声音突然响起，艾琳说：“都冷静点，费迪南多还没死，多亏了那个孩子的魔力爆发，原本直冲要害的长矛在最后关头慢了下来，费迪南多这才捡回一条命。现在莉莉娅正在全力救治，只要有他在，费迪南多就死不了。局面总算暂时稳住了。”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背后的声音突然变脸，对方竟然在可惜，说刚才要是再多加点力就好了。别看艾琳现在打得这么凶，其实她心里比谁都急。这片林子里全是怪物，根本杀不完。更糟糕的是，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噩梦。当年费迪南多就是在这里，差点丢了性命。艾琳这次拼了命地守着，就是不想让惨剧重演。她以为只要自己够强，就能改写结局。可结果呢？费迪南多还是受伤了。看着地上的血迹，所有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艾琳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当年莉莉娅心里肯定也是这种滋味。为了复仇，莉莉娅练了一辈子魔法，结果到死都没能如愿，甚至连仇人的影子都没抓着。可能在那一刻，她才发现，就算自己真的拼了命，死掉的人也回不来了。复仇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没有意义，可现实根本不给艾琳感慨的时间。狼群已经彻底把她围死了，既然没有退路，那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这一剑下去，艾琳已经彻底杀红了眼，哪怕复仇没意义，她也要在这地狱里活下去。虽然经历的事情不一样，但艾琳现在才发现，她和莉莉娅其实一直活在同一个地狱里。看
看着满地的血迹，他真的已经受够了。为什么这些怪物就是不肯放过他？这种无力改变现状的绝望，让艾琳彻底爆发，连对面的狼人都被吓住了。他们可能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爆发起来竟然这么恐怖。可就在这时，带头的狼人突然掏出一颗黑珠子，艾琳瞬间停下了动作，那上面散发出的能量让她感觉脊背发凉。那颗黑珠子的威力简直强得离谱，这只狼人现在的气息已经完全变了。艾琳原本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强化，可交手的瞬间，她才发现对方的力量已经跨过了那道坎。这根本不是什么小喽啰，而是货真价实的剑术大师级别的战力。这一爪子下来，艾琳拼尽全力也没挡住，直接被这股蛮力掀翻在地，局面彻底失控了。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他到底还能撑多久？狼人首领彻底爆发了，这一声咆哮简直要震碎整个森林。艾琳根本没时间犹豫，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一招。但这股力量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极限，周围的狼群都看呆了。他们很清楚，这是首领压箱底的本事，一旦使出来，就没打算留下活口。双方的碰撞让整个地面都在颤抖。艾琳虽然还在死撑，但局势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根本不是在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如果再不想办法，他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狼人首领彻底疯了，现在连自己人都不放过。阿蒙正忙着救人，但他心里很清楚，眼前的战斗已经完全超出了常理。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对决，而是两个怪物在硬碰硬。虽然艾琳的剑术强得离谱，但阿蒙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他的体力根本跟不上这种消耗，平时切磋还能应付，但在这种生死局里，体力就是他的命门。果然，就在艾琳动作变慢的一瞬间，狼人的重击直接砸在了他身上。这一招太狠了，艾琳整个人被掀飞了出去。阿蒙急得大喊他的名字，可局面已经彻底崩了，这下真的要出大事了。狼人以为大局已定，正抓着猎物准备收场，可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踏进了鬼门关。艾琳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不仅没有半点退缩，反而露出了胜券在握的表情。这一剑汇聚了他所有的力量，唰的一下，剑锋直接贯穿了狼人的胸膛。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怪物，这下彻底被打懵了。狼人以为抓住了胜机，结果这反而是他自寻死路。艾琳根本没打算躲，等的就是这个近身搏命的机会。这一刀下去，直接贯穿了要害，连惨叫都卡在了喉咙里。局面彻底反转，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狼人，现在已经彻底玩完乐。看这架势，他不只是在流血，连身体都在崩解。狼人是解决了，可异灵也到了极限，这一仗他根本就没给自己留退路。阿蒙和莉莉亚拼命冲过来，可还是晚了一步，艾琳就这么倒了下去。谁都没想到，为了赢，他竟然能疯到这种地步，这完全是在拿命去赌。莉莉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牺牲到这种程度。阿蒙赶紧出声提醒，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救人才是最要紧的。艾琳都已经伤成这样了，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让莉莉亚先去救费迪南多。莉莉亚完全理解不了，明明费迪南多已经安全了，艾琳为什么要演这一出？这跟她印象里的那个恶女反差实在太大了。以前的艾琳明明是个只顾自己的自私鬼，可刚才那一幕又是实打实发生的。艾琳为了救她，连命都不要了，直接撞向狼人。莉莉亚拼命摇头，告诉自己千万别被骗了，毕竟艾琳可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难道连这种舍命救人的戏码也全都在艾琳的算计之中吗？阿蒙的话像一根刺扎在莉莉亚心里，艾琳可是拼了命才把他们救出来的，他不求莉莉亚原谅，只希望他能重新去查查当年的真相。莉莉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到在血泊里的艾琳，他脑子里全乱了。尤其是看到那颗黑色魔石，他突然想起出发前那个神秘人的交易，对方说能帮他报仇，只要在这次任务里亲手废掉艾琳的一只手，这颗能变强的魔石就是他的。这本该是个复仇的大好机会，可现在莉莉亚彻底动摇了，因为那个他恨之入骨的仇人刚刚才救了他的命。这股诡异的能量，莉莉亚越看越觉得眼熟，这跟夏洛特之前展示的圆球一模一样。可这种东西怎么会出现在部落首领手里？还没等他想明白，阿蒙焦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艾琳已经彻底撑不住昏过去了。他让莉莉亚先冷静，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艾琳的命。莉莉亚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她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看着眼前的艾琳，她还是决定先出手救人。随着治愈魔法的光芒亮起，援军总算是在最后关头赶到了。德里克带人冲过来的时候，阿蒙正抱着昏迷的费迪南多。大家看到这副惨状都懵了，赶紧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阿蒙解释说，莉莉亚已经给费迪南多做过治疗了。好在另一边也有好消息，援军在追踪费迪南多的时候，顺手把被狼人族抓走的难民也全都救了回来。看着大家都没事，德里克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转头问阿蒙，你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阿蒙沉默了很久，看着怀里的人，又想起刚才发生的那些事，只能无奈地说了一句，一言难尽。确实，刚才经历的那场生死反转，恐怕谁听了都不会相信。与此同时，在利尔图斯家族的大宅里，真正的幕后黑手终于露面了。科利亚手里把玩着那颗黑色魔石，笑着调侃身边的女仆，说夏洛特，你可真是够狠的，竟然连这种东西都敢给狼人首领。夏洛特却表现得非常淡定，他说这都是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既然想要除掉艾琳和费迪南多，那这颗魔石就是最稳妥的手段。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女仆，真实身份竟然是个黑魔女。这颗充满危险的黑色魔石，恐怕只是计划的开始。这种通过黑魔法锻造的魔石，简直就是一种禁忌的诱惑。只要把它带在身上，无论是骑士
还是法师，实力都会在短时间内疯狂飙升。但这种力量可不是白拿的，它有着致命的副作用，长期接触的人会产生严重的依赖，最后彻底丧失理智，变成只知道杀戮的狼人。虽然有一种抑制剂能暂时维持清醒，但这不过是饮鸩止渴。而这一切背后的推手，竟然就是夏洛特。他亲手把魔石交给了狼人首领，因为他算准了，如果费迪南多发现援军没来，肯定会选择撤退，所以他必须给狼人一点甜头，让他们死死咬住费迪南多不放。至于那个狼人首领最后会不会死，夏洛特根本不在乎，对他来说，那只不过是一个用完就可以扔掉的工具。科利亚淡淡的说：“这就是贪婪的代价，想要得到力量，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迪特里安靠在沙发上，问起那个跟着费迪南多的小魔法师，他想确认艾琳是不是已经彻底倒向他们了。夏洛特在旁边接话，说那些人头脑简单，只要稍微利用一下他们的仇恨，就会像木偶一样听话。现在艾琳基本上已经算他们的人了。就在几个人得意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一份来自讨伐队的紧急情报送到了他们手里。科利亚有些意外，这封信竟然是费迪南多亲手寄过来的。看到信里的内容，科利亚半天没说出话，旁边的女仆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赶紧凑过来问到底写了什么。结果这信里的消息简直是个巨大的意外，雷曼竟然在半路失踪了。讨伐队那边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偷偷溜回了侯爵府。女仆吓得叫出了声，雷曼可是计划里关键的一环，他这一消失，所有安排都乱套了。大皇子迪特里安倒是显得很冷静，他意识到原本天衣无缝的计划现在已经彻底脱离了掌控，毕竟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错，剩下的麻烦就会接踵而至。他现在更好奇的是，除了雷曼，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知道的？这地方根本没见过，看来是总算逃出来了。还没等艾琳松口气，旁边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费迪南多大人怎么会在这？而且还一直抓着他的手，这下麻烦了，只要稍微动一下，他肯定会立刻惊醒。就在这时，门开了，莉莉亚推门进来，半开玩笑的说：“要是艾琳再不醒，他可就要动真格的了。”还没等艾琳接话，莉莉亚直接推醒了旁边还在补觉的人，提醒费迪南多，他的未婚妻已经醒了。费迪南多猛地坐起来，看着眼前的艾琳，整个人都傻眼了。直到艾琳开口应了一声，他才敢相信这不是在做梦。费迪南多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伊琳搂进怀里，嘴里不停说着谢天谢地。看来这段时间真是把他吓坏了。艾琳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有点懵，小声提醒他，莉莉亚还在旁边看着呢。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尴尬，莉莉亚更是一脸没眼看的表情。他可没打算给这两个人留温存的时间，直接把费迪南多往门外赶，说要跟艾琳单独聊聊。费迪南多被推到门口，还不死心，大声喊着回学院后一定要单独见一面。看来他心里藏了很久的话，这次是真的打算要说出口了。艾琳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隐藏的力量被识破，毕竟有些秘密一旦开了口就再也瞒不住了。他只能先答应费迪南多的要求。看着他转身离开，本以为这关算是过去了，结果莉莉亚根本没打算走。他关上门走回床边，那眼神显然是看穿了一切。他拍了拍手，莉莉亚直接开启了隔音屏障。原来早在帮他换衣服的时候，莉莉亚就注意到了那些伤疤，在那时候怀疑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艾琳也没法再继续装下去。当初阿蒙和费迪南多拼命拦着，不让莉莉亚靠近艾琳，谁也没看懂这到底是唱哪出。直到现在，莉莉亚才终于反应过来，原来这两个男人一直都在帮艾琳守着那个秘密。既然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莉莉亚也不打算再绕圈子了。他盯着艾琳，语气变得异常严肃。如果真的想解决问题，那就把一切都摊开来说。关于艾琳自己，还有她那个神秘的哥哥，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真相？真相这两个字对艾琳来说简直就是诅咒。以前只要她敢开口，换来的不是指责就是死亡。那些选择相信她的人，最后全都没了命。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他语气冰冷的提议，干脆把一切都告诉莉莉亚，这样就能送她去见她哥哥了。艾琳死死抓着床单，哪怕已经活了2辈子，她还是没法习惯这种失去的痛苦。她是真的怕了，怕莉莉亚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莉莉亚这下是彻底豁出去了，她卑微的恳求着，只想知道哥哥遇害的真相，到底是谁下了死手。看着眼前的莉莉亚，艾琳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那些被尘封的过去，原本是她打算带进坟墓的秘密，但这一次她决定不再隐瞒。既然莉莉亚想听，那就把这桩陈年旧事从头到尾交代清楚吧。这会是一个很长而且很无聊的故事，你准备好听了吗？艾琳这次算是彻底交底了，除了自己活了2辈子这个秘密，她把那个胆小又可怜的过去全都摊在了莉莉亚面前。听完这些，莉莉亚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哥哥竟然遭遇了这种事，这真相简直比噩梦还要残酷。房间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艾琳盯着莉莉亚，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事到如今，你还愿意相信我吗？你还敢把命交到我手里吗？莉莉亚突然提到了那个黑球，就是那个能让人力量暴增的邪物，当初夏洛特竟然也想给他一个。听到这儿，艾琳整个人都警觉了起来。莉莉亚坦白说，当初对方指控艾琳是杀人凶手，她竟然想都没想就信了。毕竟谁能想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会专门跑来骗她这种无名小卒。可现在她终于看清了真相，骗她根本就不是目的。夏洛特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其实从一开始真正的目标就是艾琳。莉莉亚终于低下了头，她说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事，就算有10张嘴
也解释不清。当时他被愤怒冲昏了头，竟然蠢到去相信夏洛特的话。现在想想，简直就像个白痴。这一声对不起，他等了太久才说出口。艾琳看着眼前的莉莉娅，完全没搞懂对方在搞哪一出。他刚想伸手阻止，结果自己先撑不住了。这一下把莉莉娅吓得够呛，赶紧伸手把她扶住，责怪她身体还没好，为什么要乱动。艾琳无奈的解释，自己只是真的没力气了。莉莉娅虽然嘴上不饶人，但手上的恢复魔法却没停过。她说自己毕竟不是圣女，这种魔法只能缓解一下，但现在这种局面，能恢复一点是一点吧。艾琳握住莉莉娅的手，轻声劝她别太自责，说现在一切都过去了。那些人最擅长玩弄人心，各种阴招层出不穷，被骗真的不是谁的错。莉莉娅有些不解地问，发生了这种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生气吗？毕竟那些家伙胆大包天，连整个帝国都被耍得团团转，甚至连他自己也曾被蒙在鼓里。莉莉娅越说越气，那些人为了毁掉艾琳，到处散布恶毒的谣言，简直就是往死里泼脏水，不仅让你名声扫地，甚至还把我当枪使，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本以为艾琳会一直沉默，可她却突然抬起头，语气冷得让人发抖。他说自己确实很生气，而且这种愤怒已经快要压不住了。这下轮到莉莉娅愣住了，她能感觉到艾琳这次是真的要彻底炸了。莉莉娅看着艾琳说，我现在好像终于能理解你一点了，以前总觉得你没表情，让人根本看不透，原来你只是习惯了把所有情绪都藏起来。他话锋一转，问艾琳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毕竟还有太多疑点。那些人费尽心思拉拢他，甚至不惜散布谣言，把你推出来当挡箭牌，背后肯定藏着更大的阴谋。最让莉莉娅在意的还是对方给她的那块魔石，这东西一旦出现，恐怕整个局面都要彻底变天了。那块魔石看着普通，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用禁忌黑魔法炼成的。艾琳也觉得纳闷，这种见不得光的东西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莉莉娅解释说，在整个帝国，魔石就是皇室权力的象征，所有的流通都被严格管控，普通人别说拥有了，私自藏匿都是掉脑袋的罪名，更何况是这种被诅咒的禁忌之物。皇室之所以能坐稳江山，全靠垄断了这些魔石，这可是帝国的命脉。艾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一个身份卑微的女仆，要是没有皇帝亲自点头，怎么可能拿得到这种禁物？最让她心惊的是，哪怕是在重活仪式之前，她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局面已经彻底脱离了掌控，夏洛特和科利亚这两个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为什么要联手对付他？如果他们的目标是费迪南多，那根本没必要牵扯到我。这件事从逻辑上就说不通。艾琳看着那张全家福，她自问从来没亏待过这些人，可他们为什么要联手，非要把他推下火坑不可？这个疑问，她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甚至成了前世临死前的遗憾。既然老天给了重来的机会，那这笔账就该在这一世彻底算清楚了。莉莉娅看了看天色，说：“今天聊的也差不多了，你先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艾琳顺口问了一句：“那你之后打算去哪？”莉莉娅回答得很干脆：“等手续办完，我就直接回魔法塔了。”魔法塔？艾琳愣了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来头？夏洛特现在还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真相已经曝光了。只要莉莉娅还留在学院，对方就会挖空心思来拉拢她。但魔法塔可不一样，那里严禁外人出入，简直是天然的避风港。莉莉娅已经打定了主意，什么话都不留，直接玩个原地消失。这就好比猎人布好了陷阱，结果猎物直接跳崖了，这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绝对够他们受的。艾琳忍不住吐槽：“你这人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艾琳倒是不在意，只要能把水搅浑，哪怕是血腥误导，也得拖到局面彻底反转。不过这些现在都不是重点。莉莉娅突然凑得这么近，艾琳被盯得心里直打鼓，忍不住小声问：“你干嘛这么看着我？”莉莉娅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这姑娘年纪轻轻，到底是怎么当上剑术大师的？就算家里基因再好，没有地狱式的训练，也绝对不可能。刚才艾琳话说到一半就停了，明显是话里有话，这背后肯定藏着什么大秘密。莉莉娅倒不是怀疑她，只是单纯觉得好奇。可转念一想，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过去，自己真的有资格去打听人家的私事吗？有些话憋在心里太久，真的会出问题。艾琳犹豫了再三，还是决定把真相说出来。莉莉娅小姐，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卡利普斯。这句道歉，她已经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记忆里，卡利普斯端着茶点走过来，笑着问艾琳小姐要不要来点茶。艾琳招呼卡利普斯坐下，别管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反正这地方也没人来。卡利普斯拿他没办法，只能乖乖坐到他身边。那时候的他们并肩坐在一起，就像最普通的伙伴一样，没有任何身份的隔阂。这些回忆现在想起来全是遗憾。艾琳轻声说：“卡利普斯是个很好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听到这句话，莉莉娅沉默了很久，她能感觉到这个名字在艾琳心里分量到底有多重。莉莉娅推门走出去，这笔账她已经死死记在了心里，咬着牙说：“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就在这时，那个像噩梦一样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夏洛特冷冷地说：“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是因为你没能拦住你哥哥，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夏洛特为了拉拢莉莉娅，开出了极其诱人的条件。他说：“听说你在魔法上很有天赋，只要好好利用这份力量，你想要什么都能得到，不管是名声还是财富，只要你点头，这些全都是你的，甚至你还能亲手为你哥哥报仇。”这最后一个条件简直就是直戳莉莉娅的软肋。夏洛特以为这个小女孩一定会乖乖听话，可她完全想错了。莉莉娅心里
只有愤怒。这些人居然敢陷害艾琳，还想把我当成提线木偶来操纵，真是打错了算盘。莉莉娅在心里发了狠，那两个家伙，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这笔账早晚要算清楚。一转眼，1个星期过去了，讨伐队终于回到了学院。费迪南多走在最前面，怀里还抱着救回来的难民。虽然任务圆满完成，但大家并没有表现得太轻松，毕竟回校不代表结束，后面还有一堆烂摊子要处理。安置难民，写汇报总结。真正的麻烦事现在才刚刚开始。消息传到院长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谁也没想到迪特里安竟然会亲自过来。院长在旁边站着，说话都开始结巴了。他小心翼翼地问：“您平时公务这么忙，今天大驾光临是有什么吩咐吗？”迪特里安连头都没抬，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反问道：“你觉得我有必要向你汇报我的行踪吗？”这话一出，院长吓得赶紧低头认错，连声说自己不该多嘴。迪特里安慢悠悠地放下茶杯，终于准备切入正题。他说：“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有人专门跑了一趟，说是要亲手送个东西过来，看这架势，身份肯定不一般。结果还没进门，女生宿舍那边就炸锅了。宿管阿姨正对着一个红发男发火，没经过允许，谁给你的胆子闯进女生宿舍？”艾琳总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放下行李的那一刻，紧绷的弦才稍微松开一点。她感叹说：“终于回来了。”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意外，每一件都让她有些措手不及。虽然费迪南多受了伤，但好在难民们都安全就回来了。最让艾琳意外的是，莉莉娅似乎真的清醒了，两人的关系也因为这次并肩作战变得有些不一样。莉莉娅主动开口说莱瑟斯是个值得交的朋友，莉莉娅却低声回了一句：“也让我试试。”这话听得艾琳一头雾水，她到底想是什么？谁能想到莉莉娅突然像变了个人，大声要求以后要互称姓名。艾琳被这阵仗吓了一跳，只能连声答应。莉莉娅走的倒是干脆，留下艾琳一个人在屋里发呆。她忍不住嘀咕：这真的算关系变好了吗？不过这种事在她的第一世那是想都不敢想的。艾琳刚想坐下歇会儿，就听见外面乱哄哄的，似乎出了什么事。她正纳闷呢，房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看清来人的那一刻，艾琳整个人都愣住了，居然是罗汉！他怎么会找到这儿来？艾琳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人是大皇子迪特里安的亲信，好像是叫罗汉。罗汉倒是挺客气，说好久不见，这次是特意来送一封急信。艾琳还没反应过来，罗汉就递上了一封火漆密信。他说这是迪特里安殿下的命令，信是科利亚夫人亲手写的。听到这个名字，艾琳心里咯噔一下，看来出大事了。艾琳拆开这封信，开头第一句就让她感觉到了事态严重。信里说，那个叫雷曼的人到现在都没在侯爵领露面，这根本说不通，他绝不可能无缘无故私自离开讨伐队。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路上他恐怕已经出事了。信上写的冠冕堂皇，说庆功宴快开始了，科利亚打算亲自来学院一趟，顺便看看那个失踪的雷曼。他还特意提醒艾琳，大皇子迪特里安可能会先到一步。艾琳看完冷笑一声，直接把信纸揉成了团，简直是笑话。他太了解这位继母了，故意发这种所谓的紧急消息，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每当艾琳做错事的时候，他都会玩这一套。看来麻烦又要找上门了。这封信根本不是什么通知，而是赤裸裸的威胁。科利亚就是想看艾琳害怕的样子，好躲在背后偷笑。不过有一点很反常，他为什么要找大皇子迪特里来当这个传声筒？难道这两个人已经私下见过面了？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科利亚在帝国的社交圈里那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更关键的是，他从小就进宫教导那些皇子，和大皇子早就是老熟人了。就算关系再怎么亲近，让大皇子亲自跑腿送信，这排场也实在太离谱了。罗汉在一旁看得直发愣，他怎么也没想到艾琳居然真敢把信给扔了。要知道，那可是侯爵夫人的亲笔信，换做以前的艾琳，借他的胆子也不敢这么干。看着地上那团皱巴巴的纸，在罗汉眼里，艾琳还是以前那个胆小怕事的软柿子，根本没什么好怕的。艾琳突然开口叫他的名字，罗汉虽然嘴上应着，心里却满是不屑。可接下来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艾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罗汉大人，罗汉大人。”他既不说正事，也不往下接话，就这么阴阳怪气地盯着他看。罗汉终于被这种复读机式的行为搞得彻底炸毛了，他当众大吼起来，问艾琳到底想干什么，觉得这种行为简直太没礼貌了。面对罗汉的指责，艾琳直接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这一剑擦着脸过去，瞬间让他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艾琳冷冷地说：“罗汉大人，没礼貌的人是你才对，在这里，我首先是一名剑术生，然后才是侯爵家的女儿。你作为一个骑士，连最基本的称呼都能搞错，这才是真正的失礼。”罗汉被这一通教训对得哑口无言，只能在那无能狂怒，觉得这一切简直不可理喻。但这仅仅是个开始，艾琳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艾琳这番话杀伤力太强，旁边的宿管阿姨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这下罗汉彻底下不来台了，他这种自命不凡的人，哪受得了被一个下人嘲笑？他死死盯着宿管阿姨，心里的怒火已经烧到了头顶，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就在这一瞬间，罗汉周身的气场完全变了，一股阴冷的杀气扑面而来，连刚才笑场的宿管阿姨都感觉到了不对劲，这气氛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这股气息完全不对劲，罗汉心里咯噔一下，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压迫感了。这种感觉让他想起了一种极其危险的野兽，那种嗜血的气息怎么会出现在艾琳身上？就在他疑神疑鬼的时候，艾琳又开口了：“罗汉大人。”
罗汉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没好气的吼道：“你又想干什么？”现在的罗汉已经彻底被艾琳牵着鼻子走了。艾琳直接发话了：“别拿普通人撒气，有本事去外面练练，我来当你的对手。”动手之前，他还不忘把刚才扔掉的信捡回来，毕竟正事还没办完。两人来到训练场，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看这架势，今天这事是没法善终了。一个是天才剑术生，一个是成名已久的骑士，这下是真的要硬碰硬了。艾琳心里很清楚，罗汉这个所谓的骑士，迟早会把饭碗给丢了。这一切都要从那场决斗说起。当时大皇子挑衅费迪南多，双方派出了各自的骑士，也就是阿蒙和罗汉。结果没有任何悬念，阿蒙赢得干脆利落，可罗汉根本输不起。他当众大喊大叫：“输给你这种人，我绝不接受！”这种气量，在艾琳眼里，他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罗汉这人是真的玩不起，输了决斗还不算，竟然直接拔出真剑，对着阿蒙就下了死手。这一剑下去，阿蒙的肩膀被彻底砍伤，但也因为这一举动，罗汉彻底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他不仅被剥夺了骑士头衔，还让大皇子丢尽了脸，直接从亲信变成了弃子，只能卷铺盖走人。艾琳收回思绪，看着眼前的罗汉，冷冷地催促了一句：“拿把木剑要多久？”艾琳直接定下了死规矩，既然是在学院里，就要按这里的规矩办，只能用木剑。他心里很清楚，罗汉背后的那位大皇子，虽然和费迪南多是亲兄弟，性格却是天差地别。那个人以前经常出入侯爵府，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熟人，而且对自己话没说完，两把木剑已经各自到位。既然对方非要找不痛快，那就陪他好好玩玩。这下谁也别想轻易收场了。谁也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把剑还没拔出来，就被人死死按住了。迪特里安竟然亲自现身，他一边搂住罗汉的肩膀，一边冷笑着嘲讽：“原来你们是在这儿胡闹呢！”艾琳看傻了眼，正主在这个时候出现，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罗汉，这下彻底僵在原地，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随着这一声“皇子殿下”，迪特里安脸上挂着那副标志性的笑容，看起来气定神闲。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皇子迪特里安，下一任皇帝最热门的人选，也是费迪南多这辈子最大的死对头。他居然主动开口道歉，说是手下送信的时候太没规矩，没预料到会闹成这样。迪特里安这一开口，老熟人的叙旧里全是试探。他问艾琳，现在是不是该改口叫他爵士了？这下整个学院都炸开了锅，谁能想到大皇子会亲自现身？大家都知道他跟费迪南多齐名，当年两人联手立下的战功，到现在还是个传说。可这种身份的人突然出现，绝对不是来叙旧这么简单。迪特里安凑近了说，语气听着挺客气，其实话里全是刺。他根本不信艾琳有那个本事。艾琳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本性，他比谁都清楚。他顺势往后一退，拉开了距离，客客气气的回了一句，说自己只是运气好。这下轮到迪特里安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能躲开他的试探。迪特里安直接摊牌了，他说运气好到这种程度，那就绝对不是巧合。每次费迪南多遇到危险，都有神秘高手出来救场，这事儿怎么想都透着诡异。他一把抓过依琳的手，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手上竟然磨出了老茧，甚至还冲进了年级前5。这种所谓的奇迹，在他眼里全是破绽。其实从上辈子开始，艾琳就跟迪特里安不对付，这种厌恶感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回到两人第一次见面，科利亚指着迪特里安说，他就是未来的皇帝。那时候的迪特里安看着就像从童话里走出来的皇子，长得漂亮，但整个人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锋利。可谁能想到，这竟然是艾琳噩梦的开始。那时候的艾琳甚至有点嫉妒他，觉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再看看自己，简直卑微到了尘埃里。可这种美好的幻想很快就被现实砸了个稀碎。就在他受罚最狼狈的时候，偏偏撞见了迪特里安。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求这位皇子能帮帮他。结果呢，对方只是冷冷的看着，连手都没抬一下。那一刻，艾琳才明白，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艾琳只是想拉住他求救，可迪特里安接下来的动作比直接推开他还要伤人。他当着艾琳的面拿出手帕一遍遍擦拭被碰过的地方，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他冷冷地丢下一句，真恶心。这一句话让艾琳彻底僵在原地，也让他对他最后的一点期待彻底熄灭了。书里的童话终究只是骗小孩的。艾琳终于看清了，眼前这个所谓的皇子其实是个披着人皮的怪物。他不仅冷眼旁观，甚至还嘲笑一个女孩最绝望的哀求。那些刺耳的话，艾琳记了一辈子，直到死都没忘。但现在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女孩了。她直视着这位皇子，一字一句地说，我能拿到剑术系的高位，靠的可不是运气。谁能想到艾琳竟然直接动手了。她一把甩开迪特里安的手，动作干脆利落。她冷冷地丢下一句，这叫实力。旁边的罗汉当场就炸毛了，大喊着问他到底在干什么。这可是大皇子殿下，当众给皇子难堪。艾琳这回是真的没打算留后路了。以前的艾琳连抬头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整个人卑微到了极点。可看看现在的他，眼神里哪还有半点畏惧，全是赤裸裸的挑衅。迪特里安这下彻底懵了，眼前的这个女人让他感到无比陌生，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迪特里安不仅没生气，反而笑得更狂了。他觉得现在的艾琳简直有趣得过头。既然传闻是真的，他倒想亲眼看看艾琳现在的本事。没想到艾琳根本不接招，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不好意思，我有约了。这句话一出，迪特里安的语气瞬间变了，他死死盯着艾琳追问，到底是谁居然能让你推掉我的邀请？艾琳直接摊牌，说自己已经约了
费迪南多。迪特里安一听，语气立马酸了，开始拿小时候的情分说事，觉得自己在艾琳心里居然排不上号。艾琳没心思跟他叙旧，只想知道他到底要干嘛。结果迪特里安彻底不装了，他不仅不准依琳去见别人，还要当场检验他的实力。他猛地伸手拽住艾琳，语气里全是压迫感，这不是在征求意见，而是绝对的命令。迪特里安和艾琳还在僵持，谁也不肯退让半步。就在这时，镜头切到了中央会议室，德里克正端着茶杯，他发现今天的气氛特别诡异，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种过分的安静，反而透着一股严肃的劲儿，就像是某种大事马上就要发生一样。德里克发现莉莉娅简直像赚了性，跟艾琳聊完之后，他整个人放松了不少，甚至破天荒地喝起了茶。阿西利还是老样子，正温柔地陪着救回来的锅儿，但另一边的卡伦状态可就差远了。自从听说艾琳受伤的消息，他就一直心不在焉，整个人坐立难安，显然是担心到了极点。卡伦现在简直像魔怔了一样，他总觉得只要自己一离开，姐姐就会出意外，所以他干脆守在床边寸步不离，甚至恨不得替艾琳吃饭。他一边念叨着要帮忙，一边强行把饭喂到艾琳嘴边。德里克在门口看得直摇头，觉得这画面简直没眼看。但转念一想，自己对艾琳的关注好像也差不多，真是谁也别说谁了。看着现在的卡伦，德里克其实特别能感同身受。当费迪南多倒在血泊里的时候，他也一样彻底乱了分寸。不过现在可不是叙旧的时候。德里克敲了敲桌子，把话题引向了这次行动的重头戏，也就是那个突然出现的神秘高手。据说在最危险的关头，这位剑术大师不仅露了面，而且还连续救了大家2次，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气氛一下子就僵住了。费迪南多虽然嘴上应和着，但德里克显然听出了他话里有话。他索性不再绕圈子，直接盯着费迪南多，让他老实交代，别再打马虎眼了。那个救了大家2次的神秘高手，你其实心里早就透亮了，对吧？德里克这回是真起疑心了，他总觉得那个神秘高手出现的时机实在是太巧了，一次救命还能说是运气，连续2次在最危险的时候现身，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更奇怪的是，每次高手一消失，你们几个就刚好凑到了一起。看着阿蒙和莉莉亚沉默的样子，德里克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几个人绝对有事瞒着他。但卡伦一句话就把话头给堵死了，高手是谁根本不重要，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回来，这就够了。德里克这下有点下不来台，他觉得这事儿必须得跟陛下交差，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算乐。结果卡伦一句话就把他给问住了，难道高手的身份比大家的命还重要吗？这大帽子一扣，德里克只能尴尬的闭了嘴，他心里委屈的很，怎么感觉全场就他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好在卡伦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费迪南多开口肯定有苦衷，既然当事人不想说，那他也不打算再继续逼问。费迪南多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卡伦对艾琳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只要大家能达成默契，这个秘密就还能再藏一阵子。德里克最后也只能妥协，既然你们都选择沉默，那我也只能先相信你们了。德里克觉得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给陛下写份报告，大家得先把口径对统一才行。费迪南多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另有打算。他突然转过头看向阿西利，接下来的话让全场都静了。咱们的契约就到此为止吧。谁也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提出来。费迪南多这回是认真的，他知道阿西利其实一直都很反感，没必要为了他父亲的面子再这么互相折磨下去了。这一句话彻底撕开了2人之间最后的体面，局面这下彻底变了。阿西利并没有大发雷霆，反而表现得异常冷静。他客气地请所有人离开，说要单独和费迪南多谈谈。等房间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阿西利直接开门见山，把话彻底挑明了。他心里很清楚，那份契约本来就是个形式，费迪南多一回来就急着要解除，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恐怕就是那个叫艾琳的人吧。阿西利盯着费迪南多，语气里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肯定。他说：“你也在艾琳身上看到了某些东西，对吧？”费迪南多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反问道：“你说的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也看到了什么？”阿西利停顿了片刻，终于说出了那个惊人的秘密。他说：“我看到了自己的死亡，在那场噩梦一样的幻象里，我正拼了命地在森林里逃跑，身后全是穷追不舍的怪物。”阿西利平静地说出那个结局，在那个幻象里，他最终还是没能逃掉，被怪物彻底杀死了。这就是他原本逃不掉的命。费迪南多沉默了很久，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的圣女竟然背负着这种诅咒。其实，从圣王国沦为附属的那天起，阿西利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她成了帝国的第1位圣女，从此只能活在那个神圣的头衔里。所有人都以为她能预见未来，能直接跟神对话，可谁能想到，这么多年来，她从来没听过神的一句回应。一个听不到神谕的圣女，却遇见了自己的死亡，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阿西利这个圣女，其实当得名不副实，她自己心里最清楚，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现任皇帝塞尔吉亚，他不仅践踏了整个圣王国，还把前任圣女强行占为己有。他把无辜的民众赶进荒野等死，甚至把杀人当成一种消遣。可最阴险的是，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真面目。每当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市面上就会突然爆发各种丑闻，不管是贵族小姐的流言，还是前线将领的八卦，全都是他用来遮羞的挡箭牌。阿西利在成为圣女之后，才从这些旧档案里发现了真相。只要皇帝一动手，外面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虽然现在还没拿到死证，但皇帝对圣王国的那些暴行绝对不是假的。阿西利
攥紧了手里的证据，他发誓一定要让那个男人血债血偿。也许这就是神把胜利交给他的原因。从那一刻起，阿西利就开始了他的计划。他主动找上费迪南多，两人达成契约，成了最坚实的盟友。阿西利看着费迪南多，说出了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他说，这么多年来，无论他怎么哀求，女神从来没给过回应。可就在几个月前，那个沉默了10年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了。就在那次讨伐怪物的任务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让神迹突然降临？阿西利和艾琳终于正式碰面了。虽然之前见过几次，但正儿八经打招呼还是头一回。阿西利看着眼前的费迪南多，说出了那个改变局面的神谕：不要阻止他，这就是女神给出的全部指示。费迪南多完全没听明白，到底是不让阻止谁？还没等他想清楚，阿蒙就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这下真的出大事了！守卫刚刚传来消息，大皇子迪特里安已经到了学院门口。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现身，到底是为了谁来的？更绝的消息还在后头。阿蒙带来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坐不住了。大皇子竟然下达了死命令，让罗汉那个混蛋去跟艾琳进行决斗。迪特里安直接摊牌了，想要离开这里，条件只有一个，只要能打赢罗汉，他就放艾琳走。艾琳心里很清楚，这位大皇子的算盘打得全场都能听见。围观的人全傻眼了，让一个学生去挑战首席骑士，这不明摆着是送死吗？这哪是比试，分明是想当众羞辱。但艾琳担心的恐怕还不止这些。迪特里安在暗处埋伏了整整15个精锐，这根本不是在谈条件，而是在赤裸裸的威胁。他步步紧逼，直言艾琳现在的眼神简直和费迪南多一模一样。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巨大的诱饵，只要解除婚约跟他走，甚至能让他坐上皇后的位置。这种鬼话，艾琳一个字都不会信。但真正的博弈现在才正式拉开序幕。第一是深夜里，迪特里安推开了房门，他似乎已经吃定了艾琳，觉得他根本无法拒绝自己。他步步逼近，语气里满是傲慢，甚至觉得能被他看上，对艾琳来说是一种高攀。他伸手捏住艾琳的下巴，把她彻底逼到了死角，甚至不让她有逃避的机会。现在他要依琳亲口承认他心里其实一直都想要她。面对迪特里安的步步紧逼，艾琳终于开口了，而且这一次他直接把话给说绝了。他说的清清楚楚，就算真的和费迪南多解除婚约，他也绝对不会选择迪特里安。这话一出，迪特里安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连一旁的罗汉都听傻了，周围的人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还喧闹的现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谁也没想到艾琳竟然敢当众让这位皇子殿下如此难堪。迪特里安冷笑出声，他显然没打算就这么罢休，反而开始变本加厉的嘲讽。在他看来，艾琳和费迪南多的婚约只会拉低对方的身价，甚至把艾琳贬得一文不值。他突然伸手死死拽住了艾琳，两人的距离已经完全越界，这距离实在太近了。艾琳想要往后退，想要拉开这段危险的距离，可这种反抗反而让他更加疯狂。他猛地把艾琳拽到面前，语气里满是威胁，既然这么想躲，那就看看会有什么后果。迪特里安的语气冰冷，他命令艾琳乖乖听话，甚至搬出以前的规矩来压他，觉得已经彻底拿捏住了他。艾琳沉默了，她很清楚现在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如果在这里彻底闹僵，最后倒霉的只会是费迪南多。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想办法平息这场风波，哪怕这决定让他非常恶心。就在迪特里安得意的时候，艾琳竟然主动出手了，她反手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这一下反客为主，让原本胜券在握的迪特里安彻底愣在了原地。费迪南多终于坐不住了，他直接出面硬刚，语气冰冷的命令迪特里安放手。说实话，要是换个普通人敢这么挑衅皇子，脑袋早就被暗处的守卫搬家了，根本没机会在这里废话。但在迪特里安眼里，这一切都显得无比讽刺。他打心底里瞧不起费迪南多，觉得对方身上流着不干净的血。要不是父皇为了所谓的正统名声，强行把费迪南多记在皇后名下，这个弟弟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皇室内部的这层遮羞布，今天算是被彻底扯开了。在迪特里安眼里，费迪南多就像条命硬的虫子，怎么甩都甩不掉。艾琳这下彻底懵了，他完全没料到费迪南多竟然会在这时候出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费迪南多已经用行动证明了态度。他直接挡在两人中间，猛地推开了纠缠不休的迪特里安。这一下，谁也别想再动艾琳一根头发。费迪南多终于露面了，他语气轻松地打了个招呼，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侍卫的出现更是无声无息，阿蒙甚至完全没察觉到有人靠近。这种绝对实力的差距，让他瞬间感觉到了危险。费迪南多硬着头皮上前质问，想知道这位皇子找艾琳到底有什么事。迪特里安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说只是想见识一下优秀学生的实力，但这显然只是个借口。费迪南多搬出先前的预约，试图强行把艾琳带走，结果迪特里安根本不买账，他露出一抹挑衅的笑，轻飘飘地回了一句然后呢。费迪南多最后还是认怂了，他丢下一句我走，转身带着艾琳离开。侍卫原本想上前拦人，但迪特里安却摆了摆手，示意没那个必要，毕竟他刚立了大功，现在的名声和地位在学院里根本没人能撼动。虽然心里还有火气，但他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没必要在这里死磕。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迪特里安眼神冰冷，这笔账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算。艾琳正打算离开，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让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迪特里安带着一脸挑衅的笑，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他看着费迪南多，直接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提议：咱们两个到底谁能最后得到艾琳？这种挑衅
简直就是起脸输出。他接着补了一刀，问费迪南多是不是真的动了情。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迪特里安冷笑着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一旦开始在乎一个人，麻烦也就跟着来了。”迪特里安突然就是重提，非要问艾琳还记不记得当年的结果。但艾琳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因为迪特里安今天实在太反常了。以前在侯爵府见面的时候，迪特里安根本没把他当人看，甚至觉得他像虫子一样碍眼。可今天他却像变了个人，拼了命地想找麻烦。这背后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费迪南多直接挺身而出，挡在艾琳面前，冷冷地警告迪特里安：“艾琳不是你的玩具，别再出言不逊。”他甚至当众放下了狠话，要是敢对艾琳动手，他也绝对不会客气。迪特里安听完反而笑出了声，他根本没把这威胁当回事，只是随口回了一句：“那你就试试看吧。”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迪特里安的眼神彻底变了。原本他只是想找个乐子，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这个艾琳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迪特里安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现在的艾琳跟以前完全是两个人。难道他真的被神剑选中了？如果是这样，他总算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针对侯爵府，甚至要亲手毁掉那些天才，因为皇室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威胁存在，斩草除根，这一直是皇室的手段。但迪特里安可没打算听话，他看着艾琳离开的方向，只觉得事情越来越好玩了。费迪南多原本还在自我安慰，觉得艾琳可是堂堂剑术大师，一般人根本动不了他，就算那个迪特里安再怎么嚣张，恐怕也不敢正面硬刚。可他走着走着，突然想到一个最糟糕的情况，如果对方不讲武德，打算直接2打1呢？要是父亲手下的2位剑术大师联手，就算艾琳再厉害，恐怕也撑不住这种围攻。想到这，他整颗心都悬了起来。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声音。费迪南多看着艾琳，询问自己是否还好。他刚才有些失神，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费迪南多为刚才的鲁莽向艾琳道歉。他环顾四周，发现阿蒙已经悄悄离开了。费迪南多注意到自己一直紧紧抓着艾琳的手，他赶紧松开，担心自己刚才用力过猛弄疼了她。艾琳摇了摇头，示意费迪南多不用担心。费迪南多这会儿正温柔的不行，可还没等气氛到那儿，旁边路过的士兵就开始说闲话了。毕竟皇子和下属走得这么近，确实太扎眼。艾琳倒是很清醒，她主动往后退了一步，直接了当地告诉费迪南多，在人多的地方没必要表现得这么保护他。他甚至还补了一刀，说要是这些话传到圣女耳朵里，恐怕大家都会很麻烦。他这是想划清界限，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可谁知道一听到圣女这2个字，费迪南多整个人直接炸毛了。他反应大得吓人，好像意林误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费迪南多这次是彻底摊牌了，他当面和阿西利撇清了关系，说2人根本不是什么恋人，之前的契约也早就结束了。这番话让艾琳半天没回过神，虽然心里乱成一团，但她还是在不停地警告自己，千万别在这个时候犯糊涂。就算她现在身边没人，她的未来也注定和自己没关系。做人不能太贪心，能维持现状就已经很好了。可费迪南多根本不打算放过他，他突然伸手抓住了艾琳，眼神里全是看穿一切的冷静。他说他很清楚，艾琳绝对还有事情在瞒着他。费迪南多这回是彻底交底了，他说自己身上也藏着不少秘密，尤其是和阿西利的关系，其实根本不是外人看到的那样。他轻轻吻了一下艾琳的手，语气里全是理解。他知道艾琳一直在隐藏实力，明明是个顶尖的剑术大师，却非要装成普通人。但他并不打算追问原因，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一件事，不管外面的传闻有多难听，眼前的艾琳其实比任何人都要温柔。所以他最后提了一个要求，让艾琳把刚才那些想要划清界限的话全部收回去。费迪南多紧接着补了一句，尤其是你刚才提到的关于要解除婚约的那件事，他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在这个问题上他绝对不会让步。原本以为只要维持现状就足够了，像费迪南多这么温柔的人，身边应该站着更阳光的伴侣。可当他真的牵起手，眼神里全是深情的时候，艾琳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拒绝，眼泪一下子就断了线。这下可把费迪南多吓坏了，他赶紧连声道歉，以为是自己太自私才让他这么为难。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哪里是委屈，分明是因为太幸福才终于哭了出来。这份感情藏了太久，从过去到现在，费迪南多终于听到了他的真心。周围全是看热闹的眼光，但他根本不在乎，直接伸手把艾琳搂进怀里。他说，别让别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靠在我的肩膀上就好。可依琳心里还是过不去那道坎，他忍不住问，你真的觉得我不是坏人吗？现在到处都是难听的传闻，要是继续跟我在一起，迟早会连累你的。费迪南多这番话说的简直让人没法拒绝。他说，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坏人，你的存在对我来说是恩赐，绝对不是什么负担。他不仅承诺要证明他的清白，还直接把话挑明了，要是想因为这件事解除婚约，那就趁早死心吧，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放手。艾琳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点了点头，既然他这么坚持，那就按照他的心愿走下去吧。费迪南多说要帮他洗清冤屈，但这事儿哪有那么容易？艾琳心里很清楚，上辈子他也这么努力过，结果却并不理想。当时他查到了继母头上，甚至发现背后还有人在撑腰，可直到最后，那个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解不开的谜。如果这次还是走老路，那所有的努力就全白费了，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这一次他要亲手改变结局。到了晚上，刚才那股劲头一下子全没了，看着镜子里这副狼狈的样子，
艾琳只觉得没脸见人，刚才居然就这么待在他身边，真是丢死人了。费迪南多还在回味刚才的事，他觉得艾琳哭鼻子的样子不仅不可怕，反而还挺可爱的。与此同时，学院顶层的房间里气氛可就完全不一样了，简直冷到了冰点。迪特里安正踩着罗汉的手，语气里全是嫌弃。他说：“连封信都送不好的骑士，留着还有什么用？没用的东西就该被处理掉。”这句话一出，罗汉彻底慌了，他只能拼命求饶，求皇子再给一次机会。迪特里安盯着他看了半天，最后总算松了口。既然这么想活命，那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但这回要是再搞砸，谁也救不了你。迪特里安接下来的命令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他不仅要罗汉去拿艾琳的头发，还要求在人家脸上留道疤，甚至直言弄得越丑越好。看着罗汉愣在原地，他还不忘补上一刀，不想干可以直说，后面多的是人盯着你这个高级骑士的位置。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赤裸裸的威胁。罗汉只能沉默地站在原地，他心里很清楚，这简直就是变态的恶趣味。明知道艾琳是有未婚夫的人，还要下这种毒手，这种命令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罗汉心里很清楚，拿头发只是个幌子，迪特里安真正的目的是要彻底毁掉艾琳的脸。他本来还想耍个聪明，觉得只要剪掉头发就能交差，这样既能完成任务，还能保住自己那点骑士荣誉。可转念一想，迪特里安可不是好糊弄的，那些听不懂暗示的蠢货，最后全都被处理掉了。他可不想为了这点面子丢了命，这下真的没得选了，在掉脑袋和荣誉之间，他只能选择活下去。罗汉缓缓拔出长剑，语气冰冷地说：“艾琳，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罗汉摸黑潜入了房间，这回他可是赌上了性命，成败就在这一举了。他猛地掀开被子，结果整个人都傻了，床上空空如也，艾琳居然不见了。就在他四处张望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你是在找我吗？”艾琳冷冷地盯着他，语气里满是嘲讽：“深更半夜不请自来，罗汉大人，这可不太礼貌吧？”罗汉这下彻底慌了，这女人什么时候绕到身后的？他还在那儿硬撑，说自己是替大皇子来传话的。艾琳冷笑着拆穿他，手里还攥着匕首呢，编这种瞎话谁信？而且这时候提大皇子，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是皇子派你来行刺的吗？罗汉这下是狗急跳墙了，既然被抓了个现行，那就只能硬碰硬，哪怕伤不到他，也得弄断他一截头发，不然回去根本没法交差。他直接扑了上去，打算做最后的挣扎。罗汉这回是踢到铁板了，还没等他看清怎么回事，整个人就被死死按在了地上，连随身的长剑都掉了。艾琳冷冷地看着他，问他是不是打算杀人灭口。罗汉现在脑子里全是问号，他一个资深骑士，怎么会被个初级班学生发现？艾琳可没打算跟他废话，直接反客为主。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潜入我房间？他手上稍微一使劲，罗汉疼得当场叫出了声。这下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堂堂一个资深骑士，竟然在阴沟里翻了船。罗汉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当初真不该接下那个东西。从那天起，他的生活就彻底烂透了。那时候他总想着一步登天，觉得靠那块黑色魔力石就能当上高级骑士，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结果呢，现在却像个犯人一样被关着，成了随时可以丢掉的弃子。迪特里安拿着抑制剂，慢条斯理地在他面前晃悠，语气里全是嘲讽。他说：“如果没用了就会被处理掉，想要活命就要乖乖听话把事办好。”最后他盯着罗汉问：“我说的对吧？”罗汉绝世，这下罗汉是彻底没退路了。这就是贪图力量的代价。黑魔石虽然能让实力暴涨，但也会让体内的魔力彻底失控。想活命就要定期服用抑制剂，而这救命的药全在大皇子迪特里安手里攥着。想要拿药，就要替皇子干那些见不得光的脏活，这根本就是一条不归路。可现在罗汉的任务彻底搞砸了，今天的药没领到，体内的魔力已经开始造反。看着那些因为暴走而发疯的前辈，罗汉是真的怕了。他不想变成那种怪物，哪怕最后难逃一死，他也想作为一个人类死去。就在这时，他体内的力量彻底爆发了。罗汉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黑气彻底包围，这下是真的失控了。艾琳看着眼前的一变，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果然，他也用了那种见不得光的黑魔石。罗汉现在痛苦到了极点，他拼命让艾琳赶紧滚，说自己马上就要变成怪物了。可依琳根本没打算逃，就在罗汉咆哮的一瞬间，他竟然直接闪现到了他面前。罗汉整个人都懵了，这速度快得根本没法反应。他想推开艾琳，可已经来不及了。艾琳的手已经伸向了那个罪恶的源头。罗汉这下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艾琳身上竟然藏着这种力量，这股气息完全压制住了他体内的暴走。与此同时，皇宫花园里倒是风平浪静。费迪南多正一脸狐疑地盯着迪特里安，他心里正纳闷呢。平时迪特里安见了他准没好脸色，今天怎么转性了？大清早把自己叫过来，居然只是为了喝茶。看着迪特里安那副轻松的样子，费迪南多总觉得这事不对劲，这家伙绝对没安好心。迪特里安倒是淡定得很，慢悠悠地放下茶杯，说让他别多心，今天真的只是单纯请客。可越是这样，费迪南多心里就越发毛，这杯茶恐怕没那么好喝。迪特里安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聊着聊着，突然提到了费迪南多的未婚妻艾琳，还说想顺便见见她。费迪南多这下彻底坐不住了，猛地站起身质问：“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要是艾琳出了事，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迪特里安倒是一脸淡定，说：“谁敢动侯爵家的千金啊？他还没那个胆子。”费迪南多虽然重新坐了下来，但心里的怀疑一点没少。他总觉得迪特里
安今天话里有话。迪特里安心里冷笑一声，觉得费迪南多确实敏锐的让人讨厌，不过他一点都不担心，反而觉得这种敏锐刚刚好，因为很快就会有人来报信，到时候费迪南多脸上的表情一定会很精彩。只要罗汉还想活命，就绝对不敢违抗他的命令。真正的绝望马上就要送达了。真是说曹操到，费迪南多正担心的不行，一抬头，艾琳竟然就这么出现在了面前。看他这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哪像是刚经历过生死决斗。他甚至还笑着说，只是突然想见费迪南多了。这几句话听在别人耳朵里是撒娇，可在迪特里安听来简直就是催命符。他手里的茶杯都要被捏碎了，心里全是问号，为什么他一点伤都没有？难道罗汉那个疯子失手了？迪特里安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刻低声下令，赶紧去查罗汉的下落，就算变异了，也得把痕迹给我找出来。这盘棋已经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艾琳这回事直接摊牌了，他当面告诉迪特里安，自己把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全都听得一清二楚。他还劝迪特里安别白费劲了，罗汉已经彻底栽了，现在的皇宫里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找不着。而在另一边，罗汉也终于认栽了，他笑着感叹，能压制住魔力暴走的，果然只有真正的剑术大师。他承认自己看走了眼，原来艾琳才是那个被选中的人，这份一直隐藏的力量确实让他输得心服口服。艾琳趁机追问，到底是谁给了他黑魔石？是不是那个大皇子迪特里安？罗汉却摇了摇头，说艾琳也有心急的时候，虽然大家都以为是迪特里安在捣鬼，但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另有其人。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皇帝竟然会把贵族的秘密随口告诉身边的傀儡？罗汉冷冷地说，这就是我盯上你的原因。在幕后黑手眼里，这群只会玩命的贵族全都是可以随手丢掉的蠢货。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最致命的背叛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皇帝多玩味的开口，想听个有意思的故事吗？世人都以为卡伦才是被神剑选中的天才，但真相根本不是这样，真正被选中的人其实是那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艾琳。皇帝冷笑着承认，是他亲手压制了那个女孩的天赋，因为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所谓的天才根本没有抬头说话的机会。这怎么可能？皇帝竟然全都知道。他不仅知道卡伦是个冒牌货，甚至连艾琳被藏起来的天赋都看得一清二楚。艾琳彻底乱了阵脚，这个秘密明明只有2个人知道，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那个恶毒的继母科利亚。那个把他推入深渊的女人，到底还瞒着他做了什么？这下全对上了，原来继母科利亚的背后竟然站着当今皇帝。艾琳怎么也想不到，这2个本该毫无关联的人，竟然联手织了一张巨大的网。罗汉冷笑着开口，在真正的力量面前，那个只会耍手段的皇帝根本不算什么。即便皇帝百般阻挠，天才的光芒终究还是藏不住了。皇帝恐怕做梦都想不到，他费尽心机想要压制的人，竟然拥有如此纯净且强大的力量。这一刻，艾琳彻底觉醒，成了帝国真正的剑术大师。看着这耀眼的光芒，连罗汉都忍不住感叹，这种天赋真的让人极度的发狂。罗汉已经到了极限，艾琳拼命想救他，但他心里很清楚，核心已经彻底碎了，自己马上就要彻底消失。他一把抓住艾琳，第一次改口叫他大师，这是他最后的敬意。就在这最后关头，他还有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必须现在说出来。罗汉最终还是走了，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彻底消失在风里。艾琳今天特意来找费迪南多，就是担心他也会被卷进这场阴谋，毕竟皇帝的手段实在太阴狠。好在费迪南多看起来还没事，他对皇帝的那些计划目前还什么都不知道，也难怪他以前发现不了真相。谁能想到背后那个真正操纵一切的人，地位竟然比他还要高？谁能想到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能对亲生儿子下这种狠手？就因为是亲生父亲，这些罪行才显得更加讽刺，让人根本无法直视。艾琳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不再去想那些破事。他转过头问费迪南多，事情是不是已经办完了？说话间，他竟然第一次主动牵住了费迪南多的手。这一下轮到费迪南多彻底没反应过来，认识了这么久，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靠近。艾琳没再多说什么，直接牵起费迪南多的手准备离开。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迪特里安就那样坐在后面，看着2人的背影，一句话也没说。艾琳跟着费迪南多走下台阶，心里却乱成了一团麻。他手里握着一个足以翻天的真相，他真的很想让费迪南多知道这一切，可他更害怕一旦真相大白，费迪南多的世界会彻底崩塌。毕竟有些事情一旦知道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艾琳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相真的被揭开，最后受伤最深的一定是费迪南多。另一边，被晾在原地的迪特里安简直要被气笑了，这2个人居然敢把他当空气，就这么直接走掉了。看他们那副样子，简直像这世界上只剩下他们2个了一样。迪特里安冷冷地敲着桌面，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既然罗汉那种级别的骑士都落得那个下场，那凭什么艾琳现在还能像个没事人一样？这中间肯定有问题。迪特里安心里很清楚，罗汉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伤到他，除非对方是传说中的剑术大师。如果传闻是真的，那这个深不可测的高手，难道现在就藏在学院里？就在他反复推敲的时候，侍从走上前来，低声汇报，说是莱瑟斯家的人带了消息过来。来的人看起来神色匆匆，显然是带了什么不得了的情报，在这个节骨眼上找过来。消息传得飞快，科利亚现在已经亲自抵达学院了。而另一边，艾琳正带着费迪南多往外走，他有点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是强行把他拉出来的，没想到费迪南多反
松了一口气。他说自己其实很感激艾琳能带他一起离开，毕竟刚才那个地方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他早就想逃出来了。艾琳看着身边的费迪南多，虽然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明显能感觉到他现在的情绪非常低落，整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就在这时，费迪南多突然开口提议，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神殿看看。艾琳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费迪南多居然会主动提出要去那个地方。那座宏伟肃穆的神殿到底隐藏着什么，能让费迪南多如此在意？伴随着沉重的开门声，艾琳和费迪南多走进了神殿。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艾琳感叹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来过这里了。其实这座神殿大有来头，是皇帝专门为第一位圣女建造的，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帝国依然被神明眷顾，从来没有被抛弃过。看着圣女留下的痕迹，费迪南多在这个时候带她过来，显然不只是为了叙旧，真正的目的恐怕就藏在这座神殿深处。被救的男孩一看到费迪南多和艾琳，整个人兴奋的直接蹦了起来。费迪南多也一脸温柔，关心的问他昨晚睡得好不好。艾琳在一旁默默看着，心里忍不住感叹，看来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这两个人的关系亲近了不少。更让他欣慰的是，这孩子现在看起来精神多了，完全不像第一次见面时那种状态很差的样子。就在这时，阿西利微笑着打招呼，关心的询问依琳的身体状况，毕竟还没完全康复，就急着从医务室跑出来。可就在这一片和谐中，艾琳却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语气里竟然带着刺，听起来让人非常不舒服。还没等艾琳反应过来，阿西利突然凑到她耳边，冷冰冰地问了一句：“你今天特意跑这一趟，到底是想干什么？”这突如其来的敌意让艾琳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回撞枪口上了。阿西利开口就是送命题。阿西利质问道：“你不是答应过我，下床第一件事就来见我吗？”艾琳这下彻底没话说了，原来对方一直在这守着，就怕他带伤乱跑。阿西利委屈地说：“我等了这么久，就是想亲手帮你治疗，结果依琳还小声嘀咕，说自己伤都快好了，这气氛简直绝了。”阿西利是真的一心为他好，可依琳还在那瞎操心，觉得不该浪费圣女的神力。就在两个女生僵持的时候，费迪南多突然出现了，开口就问艾琳还疼不疼。看他还在这到处乱晃，费迪南多这下是真的坐不住了，语气里全是心疼。他二话不说，直接把艾琳整个人抱了起来，这男友力简直爆棚。费迪南多强硬地说：“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让圣女给你治疗。”艾琳还在那下客气，觉得这点小伤没必要麻烦圣女。费迪南多却根本不听，劝他别有心理负担，乖乖接受治疗就行。阿西利也在旁边神助攻，说这点小事对自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不过他话锋一转，看着费迪南多说：“你是不是该把人放下了？毕竟现在最让艾琳负担的其实是你这个大活人。”这下轮到费迪南多尴尬了。刚才费迪南多那一下确实把艾琳吓得不轻，他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看着费迪南多走远，艾琳心里乱成一团，完全没料到他会这么强硬。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又想起昨晚那个梦，这时机简直糟透了。梦里的费迪南多动作温柔的不像话，甚至还亲昵的摸他的头。一想到那个画面，再看看现在的局面，艾琳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个梦简直真实的离谱。费迪南多在花丛里温柔的亲吻他的额头，哪怕已经醒了过来，艾琳还是缓不过劲，整个人都陷在那个梦里。本来这段时间一直很忙，他都快把这事给忘了，结果现在一见到费迪南多，那些羞人的画面一下子全都蹦了出来，这下是真的没法面对他了。艾琳现在彻底乱了阵脚，只要一看到费迪南多，梦里的画面就开始疯狂刷屏，他甚至不敢抬头对视，生怕被对方看穿自己那些羞人的心思。看着费迪南多和阿西利走远，艾琳站在原地，心里还是没个头绪。既然现在没法面对，那就只能先躲着了。他转身走向相反的方向，这一步走得相当坚决。艾琳本来想赶紧离开，结果还没走几步，就突然被人叫住了。回头一看，竟然是那个小男孩，他正紧紧拉着艾琳的衣角。这孩子仰着头说：“请给我起个名字吧。”这要求确实挺意外。艾琳停下脚步，确认：“你真的想让我给你起名？”小男孩回答得很干脆：“是的。”他眼神里全是认真。小男孩轻声说：“他从来都没有名字。”艾琳沉默了片刻，轻声回应说：“原来是这样。”阿西利走过来解释：“这孩子一直坚持要让你来起名，所以才等到了现在。毕竟是你给了他新的人生。”新的人生吗？这句话的分量让艾琳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艾琳心里直打鼓，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格给别人起名，毕竟她觉得自己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换成谁处在那个位置，应该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吧。她甚至在想，比起自己，圣女或者费迪南多皇子才更合适。可小男孩却突然伸手死死拉住了艾琳，他说：“艾琳大人，我只想要您来命名。”他眼神里透着一丝不安，小声问了一句：“难道这样不行吗？”这副非你不可的样子让艾琳彻底没法拒绝了。看着这孩子期待的样子，艾琳沉默了片刻，终于开口说出了那个名字：“巴汉，以后你就叫巴汉怎么样？”听到这个名字，小男孩大声欢呼：“我太喜欢了！”他直接扑进艾琳怀里，死死抱住了她。这一刻，他终于不再是那个无名的小乞丐，而是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这孩子笑得比谁都灿烂，对他来说，这个名字就是他新生活的开始。艾琳轻轻抱住他，心里总算踏实了，自己的一个决定真的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阿西利在旁边看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唯独费迪南多眼神里藏着一些让人看不透的情绪。阿西利帮艾琳检查完身体，说她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疤痕只能靠时间慢慢养。艾琳道了声谢，总算松了一口气。
阿西利转头招呼巴汉说该开饭了，顺便还给费迪南多派了个任务。他说：“费迪南多，你负责把艾琳大人护送回去。”费迪南多这下直接懵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被安排的明明白白。阿西利，这播助攻简直绝了！他直接把艾琳往费迪南多身边推，催着他们赶紧出发。艾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阿西利还不忘在后面喊一句：“花园里的花开得正漂亮，记得走那条风景好的路。”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阿西利真是操碎了心。机会是给他们创造了，但费迪南多这个恋爱小白到底能不能行？之前他闹着要毁约，阿西利还以为他有什么深层目的，结果闹了半天，他就是单纯的喜欢意林啊。阿西利在旁边看得快急疯了，心里疯狂吐槽费迪南多平时那股自信劲儿哪去了？怎么现在连个手都不敢牵，简直是个没救了的笨蛋。画面一转，距离晚宴只剩下10天，迪特里安已经回到了宫里，正端着茶杯看着提前回来的科利亚。他本来以为科利亚还会多待一阵子，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现身了。科利亚解释说，是陛下急着想知道这边的情况，所以他才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科利亚一开口就直奔主题，问迪特里安有没有查清楚二皇子到底是怎么毫发无伤回来的。迪特里安沉默着没说话，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压抑。科利亚接着提到，讨伐魔物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剑术大师。迪特里安说，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消息，艾琳变了。科利亚显然有些意外，反问了一句：“变了？”迪特里安冷笑一声说：“看来你的直觉已经不灵了。”他死死盯着科利亚，语气冰冷地问：“你当初真的彻底毁掉艾琳了吗？”这句质问一出，局面彻底陷入了死寂，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谁能想到刚才那番话会让局面变得这么没法收场？费迪南多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这么硬着头皮走下去。这路怕是没那么容易走完了。费迪南多现在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平时挺能说的一个人，怎么关键时刻就这么掉链子？眼看这花园都要走到底了，要是再这么没话找话，这天可就真了死了。偏偏这时候，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最扎心的话：“难道你真的动心了？”这句话一出来，他整个人都乱了阵脚。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想起这茬？其实费迪南多心里已经有数了，虽然他还没法确定这种感觉到底算不算爱，但事实就摆在眼前。这段时间，他满脑子想的竟然全都是他。看着身边的艾琳，他第一次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完全脱离了掌控。费迪南多突然开口说：“那确实是个好名字。”这没头没脑的一句，把艾琳都给听愣了。原来他是在说巴汉。费迪南多解释说，当初为了给这家伙起个临时名字，费迪南多接着说，当时大家为了起名字争执不下，提了好几个方案都没通过，尤其是阿蒙提的那个。巴汉听了简直想打人，亚伦居然想叫他小鬼，这下巴汉彻底炸毛了，拼命反抗说自己才不是小孩子。费迪南多现在想想也觉得巴汉当时讨厌那个名字确实是有道理的。在费迪南多的记忆里，只要是他看中的人，迪特里安都会变着法子抢走，或者干脆彻底践踏。侍女无奈地告诉他，从明天起他要去侍奉大皇子了，就连一直教他剑术的老师也被强行调走。那个男人根本不允许费迪南多拥有任何东西，哪怕是那些愿意留下的人，也躲不开接二连三的灾祸。就像年幼的费迪南多，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那场突如其来的不幸。看着母亲在眼前消失，年幼的费迪南多彻底崩溃了。从那天起，他亲手关上了心门，决定不再爱任何人。回到现实，费迪南多看着眼前的艾琳，低声说了一句：“巴汉那家伙居然说对了。”他在心里默默发誓，就算命运弄人，让他真的对谁动了心，他也绝对不会把那个爱字说出口。费迪南多突然凑近，笑着对艾琳说：“你的笑容真的很漂亮。”这一下直接让艾琳整个人都定住了。他反复琢磨着这句话，脑子里全是那个孩子的影子，那个曾经拉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多笑笑的孩子，也是他唯一想要守护的人。艾琳这才猛地意识到，原来费迪南多刚才那句话竟然藏着这样的深意。艾琳简直不敢相信，这种肉麻的话，费迪南多居然能说得这么轻描淡写。他整个人都乱了阵脚，满脑子都是刚才那句关于笑容的夸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费迪南多看着沉默的艾琳，心里也开始犯嘀咕，难道是刚才那句话说得太直接，让他觉得难为情了？两人就这样僵在原地，谁也没再开口，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最后还是费迪南多先打破了沉默，试探着叫了一声：“艾琳大人。”费迪南多立刻察觉到不对劲，眼前的艾琳像是看到了什么，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费迪南多猛地回头，顺着视线看去，就在不远处的喷泉旁，科利亚正静静地站在那里，死死盯着这边。这突如其来的对峙，让原本就紧张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噩梦，再次在艾琳脑海中炸开。科利亚那冷冰冰的声音，像诅咒一样挥之不去。他说：“艾琳的笑容很粗俗，根本没人会喜欢。”在科利亚眼里，艾琳就是一个没用的废物，永远达不到那种高傲的要求。这些长年累月的羞辱，让艾琳彻底封闭了自己，甚至觉得笑是一种罪过。他看着眼前的二皇子费迪南多，心里乱成了一团麻。那句话简直是杀人诛心，都是因为你，他才死的。艾琳整个人都僵在原地，这种负罪感快要让他窒息。费迪南多发现了他的异样，二话不说，死死抓住了他的手，想把他从这种崩溃的状态里拉回来。
可就在这时，卡伦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他正兴奋地冲着易灵招手，大声喊着姐姐。这一声呼唤让艾琳好不容易稳住的心神再次彻底乱了。卡伦笑着迎了上来，看似是在打招呼，实则每句话都笑里藏刀。他告诉艾琳，科利亚正等着见他，这简直就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卡伦甚至凑到他耳边，冷冰冰的警告，这次绝对不能让科利亚不高兴。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让原本就压抑的气氛变得更加让人窒息。艾琳沉默着没有反抗，她已经彻底认清了现实，在这个家里，她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卡伦毕竟是科利亚亲手带大的，因为他最近对自己太好，艾琳差点忘了那段被虐待的日子。当初之所以不敢告诉弟弟真相，是因为他根本不确定卡伦到底会站在哪一边。这种不信任感像一道无形的墙，把姐弟俩隔得死死的。艾琳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真可怜，明明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软弱的女孩，可为什么面对这一步，她还是迟迟不敢迈出去？卡伦的语气越来越咄咄逼人，他盯着艾琳，让她别再露出这种厌恶表情。在他看来，不过是见个面聊聊天。艾琳这种抵触的情绪简直不可理喻。就在卡伦步步紧逼的时候，费迪南多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挡在艾琳身前，冷冷地打断了卡伦，让他适可而止。这一举动让原本紧绷的局面瞬间变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对峙。面对费迪南多的阻拦，卡伦显然并不买账，他冷冷地提醒对方，这是侯爵家的私事，外人最好少管闲事。可费迪南多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当众宣布自己是以未婚夫的身份在说话，难道还没资格管吗？听到未婚夫这三个字，卡伦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他当面揭穿，说费迪南多根本就不爱艾琳。紧接着他又抛出一个最致命的问题，难道你现在真的爱上他了吗？这话一出，艾琳整个人都定住了。费迪南多嘴上说着这种问题太难为人，可心里却根本藏不住。明明说好保持距离就行，结果现在竟然还在偷偷期待那个答案。费迪南多并没有正面回答，他冷冷地看向卡伦，反问了一句，在评价别人的感情之前，你真的有考虑过自己吗？这下局面彻底僵住了，谁也没想到他会把球踢回给卡伦。费迪南多这招太极打得真绝，面对那个致命的问题，他一个字都没正面回答，卡伦直接对了回去，说他根本什么都不懂。艾琳心里比谁都清楚，费迪南多刚才那番话听着像是在替自己解围，实际上却完美避开了最关键的答案。卡伦这下也纳闷了，费迪南多平时从不爱管闲事，今天怎么突然这么护着艾琳，搞得自己明明是在替姐姐出头，现在反而像个恶人。尤其是看到艾琳那个表情，卡伦心里咯噔一下，这下彻底乱套了。本来是想帮姐姐撑腰，结果好像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费迪南多根本不给解释的机会，不由分说地带着易灵就要走，还丢下一句话，让卡伦转告科利亚，他们晚点再来拜访。卡伦在后面急得大喊，可易灵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跟着费迪南多离开了，只留下卡伦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走远。卡伦这下是真的后悔了，看来这次又把艾琳给彻底惹毛了。就在他垂头丧气的时候，科利亚突然出现在身后。科利亚看着艾琳离开的背影，总觉得是自己刚才太突然，把人家姑娘给吓着了。卡伦赶紧在一旁打圆场，说艾琳根本没生气，可科利亚还是不信，哪有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的？难道是因为讨厌自己？卡伦继续解释说，艾琳只是跟费迪南多有约，才不得不先走一步，还特意强调他们下次一定会先来拜访。听到这儿，科利亚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小子平时大大咧咧的，现在怎么勾剧都在护着艾琳，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卡伦这反常的态度让科利亚察觉到了，这里面绝对有猫腻。卡伦这回是真急了，自从艾琳去了剑术部，两人连见面的机会都变少了，他想趁这个机会套套近乎，甚至不惜找卡伦帮忙。科利亚也跟着凑热闹，笑着说有个忙，非要让卡伦去办不可。另一边，费迪南多正带着艾琳离开，看着艾琳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他心里也没底，是不是刚才强行把人拽出来，真把这姑娘给惹毛了？其实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帮艾琳避雷，他绝不能让艾琳和科利亚碰面，毕竟他亲眼见过那位夫人私下里有多可怕，但这背后恐怕还有更深的秘密。费迪南多转头找到了阿西利，提到了那个刚收到的神谕，说实话，连他现在也完全摸不着头脑，这神谕到底暗示了什么？阿西利突然压低声音提醒他说，艾琳这个姑娘恐怕比大家看到的要藏得深，身上一定还有更多秘密。费迪南多看着艾琳的背影，心里却满是心疼，他实在无法想象，在那副看似单薄的肩膀上，到底独自扛下了多少沉重的负担。就在这时，艾琳停下脚步，转过身，客气地叫了一声费迪南多大人。他说前面转个弯就到了，剩下的路想自己走。这语气虽然礼貌，却透着一种拒人千里的疏离感。艾琳客客气气地道了谢，感谢费迪南多特意送他回宿舍。费迪南多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没关系。两人简单打了个招呼，就此道别。艾琳转身走向宿舍，费迪南多叮嘱他早点休息。看着艾琳渐行渐远的背影，费迪南多并没有立刻离开，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句话也没说。这种礼貌背后的距离感，让气氛显得有些微妙。费迪南多就这么目送着他，直到那个身影彻底消失。卡伦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刚才艾琳的反应实在太反常了，她好像非常排斥去见母亲，整个人表现得异常抗拒，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闹脾气，更像是发自内心的恐惧。卡伦现在心里乱成一团，明明只是见个面而已，
为什么姐姐会怕成那样？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这种不安感挥之不去，总觉得这次见面可能会出什么大事。时间回到1小时前，卡伦特意吩咐仆人让姐姐去深夜花园见个面。虽然事情办妥了，但他这心里总觉得直打鼓。他担心姐姐会以为是自己要在那里等他，这种莫名的不安感让他怎么也坐不住。卡伦路过会议室的时候，发现大门竟然虚掩着，他以为是费迪南多先到了，正打算推门进去，结果屋里传出的对话让他整个人僵在门口。科利亚的语气非常严厉，正在谈论一个惊人的秘密。他说艾琳身上到处是伤痕，就算后背看不见，手臂上的伤也该很明显。卡伦作为同住一屋的家人，怎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科利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原来那些传闻全是假的，艾琳根本没有害过任何人。他这些年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阿蒙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一个堂堂侯爵千金，竟然从小就被继母虐待，而他之前还一直把艾琳当成恶女。这种事说出去，谁敢信？他越想越觉得后怕，自己竟然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对一个受害者恶语相向了这么久。就在两人懊悔不已的时候，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卡伦就那样僵在门口。显然他把刚才的话全听见了。卡伦现在整个人都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直敬重的母亲背地里竟然是个虐待狂。卡伦现在脑子里嗡嗡作响，他刚刚听到的那些话简直要把他的世界观都震碎了。而此时的艾琳还不知道真相已经大白，她独自站在月光下，轻声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她正打算按照之前的安排，去那个所谓的深夜花园，去见那个让她恐惧了一辈子的继母。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卡伦拼了命地冲了过来，他大声呼喊着姐姐的名字，声音里全是焦急和后怕。他一把拦住了艾琳，现在的他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姐姐再踏进那个火坑一步。卡伦顾不得那么多，他一把拽住艾琳的手臂，强行撸开了那层厚厚的衣袖。这一刻，所有的谎言都藏不住了，艾琳手臂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伤痕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眼前，这简直就是铁证如山。卡伦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旧伤，心里最后的一丝侥幸也彻底幻灭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虚假的和平里，而姐姐却在继母的折磨下独自忍受了这么多年。一开始，卡伦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切，毕竟在他的记忆里，母亲一直都是那个受害者。小时候，他撞见母亲一个人躲着偷哭，那一副委屈的样子，任谁看了都会心疼。卡伦赶紧跑过去问母亲：“您这是怎么了？”母亲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没事，只是沙子进眼里了。”可紧接着，他又装作一副心碎的样子，说艾琳好像很讨厌他，自己怎么努力都没用，甚至在饭桌上，他还在卑微地讨好艾琳，专门让人准备了他爱吃的菜。这种演技，换作是谁，恐怕都会被骗一辈子吧。在卡伦的记忆里，母亲总是那个卑微讨好的人，哪怕艾琳表现得再抗拒，母亲还是会笑着把甜点递过去。可依琳呢？她不仅不领情，反而表现得非常害怕，甚至直接转身逃跑。这哪是一次两次，简直是每一次都这样。只要母亲一靠近，艾琳就会立刻躲开。看着母亲被冷落的样子，卡伦心里全是火气。他觉得艾琳简直太冷血了，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可他从来没想过，为什么依琳会这么害怕。卡伦还在那嘴硬，说别人根本不懂他的家事，这下彻底把卡伦给惹毛了。卡伦一把揪住阿蒙的领子，心里全是失望。亏他以前还把阿蒙当兄弟，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莉莉娅想拦都拦不住，阿蒙二话不说，直接一拳抡了过去。这一拳打得可真不轻，卡伦直接倒在地上。阿蒙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让他赶紧滚去问问他姐姐。莉莉娅这下急坏了，赶紧拦住阿蒙，说艾琳拼了命想隐瞒真相，你现在说出来就全毁了。卡伦愣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转身快步离开，留下莉莉娅在那发愁。夜深了，卡伦一个人在走廊里狂奔，他脑子里现在乱成一团，到底谁在说实话，谁又在撒谎？他随便抓到一个女仆，让她赶紧去转告艾琳，1小时后在深夜花园见面。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那个曾经许下的虚假承诺，局面恐怕要彻底失控了。当初谁劝他都没用，让他留在宿舍别乱跑，他偏不听，非要亲手揭开这个家最后的遮羞布。就在他抓住那条手臂的一瞬间，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那层层叠叠的绷带下面，藏着他根本不敢直视的真相。卡伦彻底愣住了，他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在维护正义，可现在看来，他才是那个最可恶的帮凶。他再也撑不住了，直接跪在艾琳面前，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对不起，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有多蠢，这种迟来的后悔不仅救不了任何人，反而让他觉得自己根本没脸见人。原来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家早就烂透了。卡伦这回是真的崩溃了，抱着依琳哭的那叫一个惨，嘴里一直嚷嚷着不想活了，觉得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好不容易把他带回房间，艾琳递过去一杯热茶，问他现在冷静点没有。卡伦低着头小声应了一句。艾琳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别提多尴尬了。刚才在外面，卡伦又是撒娇又是求饶，死活不肯松手。艾琳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他这么难缠，真不该把他带回自己房间。艾琳盯着卡伦的脸，问他这伤到底是怎么搞的。卡伦自嘲地笑了笑，说这就是换取真相的代价，比起脸上的疼，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坦白。之前约依琳去深夜花园见面，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个谎话。本以为艾琳会大发雷霆，结果他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我知道。这下轮到卡伦彻底傻眼了，既然早就看穿了这是个陷阱，也知道母亲一定会露面，为什么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面对卡伦的追问，艾琳却突然沉默了。她到底在盘算什么？没人能看透。艾琳冷冷的开口：“这就是科利亚的手段，在外人面前，她是那个无可挑剔的慈母，背地里却打着教育的幌子，对我做尽了恶毒的事。”她看着窗外问卡伦：“如果我把这些都说出来，你真的会信吗？”卡伦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坐在一旁，手里死死攥着杯子，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问：“姐姐，母亲真的虐待你了吗？”艾琳没有半点犹豫，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没错，她确实做了，不只是身体上的折磨，那些难听的谣言，还有在舞会上故意让我丢脸，全都是她一手策划的。她打我的时候根本不分昼夜，为了打我，连棍子都不知道打断了多少根。”卡伦听得心惊肉跳，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年自己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这就是那个女人的手段。春天的时候，她专挑衣服能遮住的地方下手，等到了冬天，就开始往胳膊和腿上打，因为只有这些地方是必须卷起袖子和裙摆才能看到的隐秘角落。她做事滴水不漏，只要艾琳不开口，这辈子都不会有人发现真相。看着艾琳一脸平静的叙述，卡伦彻底坐不住了。他不明白，明明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惨剧，为什么依琳说起来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艾琳没有解释，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信不信由你。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看。”这一步迈出去，所有的遮羞布都将被彻底撕碎。艾琳拿出一件衣服说：“这是今天下午继母特意派人送过来的，说是为了让她参加皇子的宴会。”卡伦凑过去看了一眼，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他支支吾吾地问：“这真的是礼服吗？”虽然确实是条裙子，但卡伦怎么也想不通，一向讲究体面的母亲怎么会送这种货色过来？这颜色和款式简直俗不可耐，别说去参加王室宴会了，穿出去都嫌丢人。卡伦终于反应过来，这哪里是送礼物，这分明是想让艾琳在所有人面前出丑。看着床上这件土得掉渣的裙子，卡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问艾琳：“这真是母亲送来让你穿的？简直太荒唐了！”卡伦这下全明白了，原来这么多年，艾琳那些被人嘲笑的糟糕品味，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所有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没品味。谁能想到，这背后竟然藏着这么深的算计？这些贵族们聚在一起，一边嘲笑艾琳没品味，一边又把科利亚捧上天，说她才是真正的时尚风向标。这种踩一捧一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可怜的艾琳就这样成了别人眼里的笑话。卡伦现在彻底看清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审美差异，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原来连这种事都在母亲的算计之中，这心机实在太深了。为了让自己闪闪发光，他竟然亲手把艾琳推向了万丈深渊。既然姐姐把真相都说了出来，以前那些想不通的事，现在全变了样。卡伦终于忍不住问他，当初母亲表现得那么温柔，他为什么要拼命躲着？艾琳的话让他心里发凉。如果一个人昨天还想打死你，今天却换上一副最慈祥的面孔，换作是谁都会觉得毛骨悚然吧。那些所谓的体弱多病，那些不得不坐马车的日子，根本不是因为他娇气，而是因为被打得太狠，连路都走不了。卡伦彻底愣住了，既然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肯告诉他真相？艾琳想把这件事翻篇，觉得原因已经不重要了，但卡伦根本不打算罢休。既然说好了要坦白，那就必须把真相彻底揭开。他苦苦哀求姐姐把那些藏在阴影里的事全都说出来。艾琳沉默了片刻，突然提起了当年的那个传闻，说她因为虐待女仆，把所有人都吓跑了。卡伦当然记得这件事，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提这个。结果依琳冷笑着说，那个传闻半真半假，女仆确实都跑了，但动手赶人的根本不是她，而是他们的母亲科利亚。他用尽各种借口把艾琳身边的人一个个除掉，这背后的目的简直让人不寒而栗。科利亚把家里的仆人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人，现在的侯爵府简直就是他一个人的王国。艾琳无奈地说，那时候我根本不敢相信你，因为你是被他宠着长大的。卡伦低声叫了一声姐姐，他怎么也没想到最亲近的人之间竟然隔着这么深的误解。艾琳当时觉得所有的痛苦只能一个人扛，因为一旦卡伦知道了，跑去跟母亲对峙，那下一个挨打的目标就会变成年幼的卡伦。为了保护弟弟，他只能选择独自承受。艾琳最害怕的就是母亲把那双毒手伸向年幼的卡伦，这是他唯一无法忍受的事。卡伦整个人都定住了，他一直以为的幸福生活，竟然是姐姐用命换来的。他想说点什么，却被艾琳一把拦住。艾琳严肃地告诉他，你必须继续当那个好儿子，在科利亚面前绝对不能露出半点破绽，否则这一切的牺牲就全都白费了。卡伦和艾琳谈完后，两人暂时达成了默契，但这出戏才刚刚拉开序幕。另一边，科利亚原本想找艾琳，结果却扑了个空，坐在他对面的变成了卡伦。科利亚笑着说，真是太可惜了，本来还想趁这个机会跟艾琳好好套套近乎。卡伦端起茶杯，一脸轻松地安慰他，说以后机会多的是，还顺便打听他这次打算住多久。这两个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可谁心里都清楚，这平静的茶会背后全是笑里藏刀的算计。卡伦现在坐立难安，恨不得立刻逃离这里，明明已经知道了真相，却还要在母亲面前装傻。看着科利亚优雅的喝茶，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卡伦心里翻江倒海，这种伪装简直是种折磨。他并不是不相信姐姐，只是看着眼前这个温柔高贵的母亲，实在很难想象她竟然会拿着棍子对女儿下这种狠手。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感到阵阵发凉。卡伦看着杯里的茶，心里开始打鼓。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只听了姐姐的一面之词？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他觉得在下结论之前，或许该听听母亲怎么说。
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女仆过来给他续了茶，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卡伦想起艾琳说的，他说前几天罗汉爵士专门去过他的房间。这话听着平淡，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提起来，显然是话里有话。罗汉爵士终于吐口了，他揭开了科利亚的真面目，还有那个一直躲在暗处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罗汉冷笑着揭开真相，原来皇帝根本不想要什么剑术大师，为了彻底掌控力量，他亲手把你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皇帝竟然在暗中修炼黑魔法，他培养了一群只听命于自己的傀儡骑士。卡伦彻底愣住了，堂堂皇帝竟然会动用这种禁忌的力量。看着艾琳难以置信的样子，罗汉笑得更狂妄了。他说：“现在就惊讶，未免也太早了点。真正的重磅炸弹还在后面。”科利亚的真面目彻底曝光了。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优雅高贵的女人，竟然是一个利用黑魔法隐藏身份的傀儡骑士。卡伦下意识摸了摸脸上的淤青，心里突然阵阵发凉。他这才反应过来，看到自己受伤，母亲竟然连问都没问一句，反倒是姐姐艾琳第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还急切地问他到底怎么了。这种对比简直太讽刺了。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自欺欺人，故意闭上眼睛不去看真相。可现在，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了，他再也没法装下去了。明明真相就在眼前，卡伦却还想继续装傻。可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记忆，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甩在了他的脸上。科利亚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吓到了，赶紧问他到底怎么了。卡伦只是低着头说，自己突然想起了一些早就该记住的事情，那些画面清清楚楚，全是他亲眼所见。可他之前竟然选择了视而不见，他一刻也待不下去了，随便找了个借口起身离开。科利亚还没反应过来，只能愣愣地看着他走远。卡伦在心里暗暗发誓，这种自欺欺人的日子到此为止了，他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由别人摆布。卡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茶会，他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只想立刻确认一件事。深夜的走廊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艾琳正准备休息，被这不速之客吓了一跳。他一边答应着，一边推开门，还在纳闷谁会这时候过来。结果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卡伦。看着卡伦那副狼狈又反常的样子，艾琳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他开口询问，卡伦就提出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要求，他竟然要看艾琳的衣橱。这大半夜的，他到底在找什么？卡伦二话不说，直接把那件华丽的粉色长裙像扔垃圾一样甩在地上。艾琳整个人都看傻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卡伦就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这种破烂以后绝对不许穿。他甚至连借口都帮艾琳想好了，要是母亲科利亚追问起来，就说裙子是被他弄脏的，这个锅他来背。卡伦大声承诺，一定会给艾琳买件更好的，绝不让她受这种委屈。转眼间一周过去，真正的重头戏终于在宴会厅拉开了序幕。宴会厅里全是客套的吹捧，科利亚正中心捧月地站着，享受着大家对她裙子的赞美。可这种虚荣的场面马上就要被打破了。人群中突然传出一阵骚动，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往门口看去，伴随着清脆的脚步声，一对男女出现在了视线里。这身红裙子一亮相，全场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这哪里是来参加宴会的，这分明是来砸场子的。大家定睛一看，这不正是艾琳吗？这下全场彻底炸锅了，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夸艾琳，说她今天简直变了个人，终于甩掉了以前那种土气。听到这些话，科利亚简直要气炸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艾琳竟然没穿那件旧衣服。更让他抓狂的是，艾琳不仅打扮得这么漂亮，居然还是跟着卡伦一起进来的。科利亚精心准备的陷阱，这下不仅没派上用场，反而成了别人的垫脚石。这一步踏出，全场的目光都被锁死了，谁也没想到他竟然会以这种姿态出现。人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大家都在小声嘀咕，这位大小姐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最让人意外的是，她今天没跟二皇子费迪南多在一起，反而带上了弟弟卡伦，这出戏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面对周围的指指点点，卡伦有些担心地问：姐姐，你还撑得住吗？科利亚手里的教鞭成了艾琳童年最深的阴影，她冷笑着说：艾琳，这辈子都不会有人爱你的。这些话比身上的伤痕还要疼，死死地刻在了艾琳的心里，成了她挥之不去的噩梦。但那些卑微的日子终究已经成了过去。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打破了尴尬，莉莉娅带着人直接迎了上来，语气里全是抱怨，说自己已经等了太久。这一幕让原本想看笑话的人都闭了嘴。谁能想到艾琳身边竟然有这么多帮手？看着这些为自己撑腰的人，艾琳轻声告诉卡伦，她现在很好，真的很好，因为这一次她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看着周围这些支持自己的人，艾琳在心里冷笑，科利亚那个恶毒的女人，这次真是大错特错。她曾经说艾琳这辈子都不会有人爱，但今天艾琳就要当众打她的脸。在这金碧辉煌的舞会上，她不再是那个卑微的影子，而是所有人必须仰望的存在。科利亚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但就在短短一周前，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艾琳见到他就像见到了鬼一样，整个人都透着一种绝望。可谁能想到，现在的他竟然能笑得这么灿烂，在舞会上游刃有余，简直跟变了个人一样。周围的议论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转，这位大小姐是真的彻底变了，看来传闻一点都没错。以前在大家眼里，艾琳就是个审美奇葩，穿得又土又浮夸，简直是社交界的笑话。可今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这优雅的谈吐和品味，跟以前那个败家女简直判若两人。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说那些关于她奢靡的传闻，现在看来，倒更像是某种高不可攀的贵气。
连科利亚身后的女仆夏洛特都在感慨小姐变漂亮了，变得更有自信了。科利亚心里想的却是，这个一直被他拿捏的傀儡，竟然敢开始反抗了，这下事情可有意思了。夏洛特，你感觉到了吗？现在的艾琳身上正散发出一种恐怖的压迫感，这种气息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只有真正的骑士才能发现。你看阿什利公爵，现在的局面已经让他坐立难安了。看来传闻一点都没错，这位大小姐不仅会拿针线，更懂得怎么握剑，而且她现在明显是故意在给公爵下马威。科利亚怎么也没想到，明明当初已经废了艾琳的底子，这丫头竟然还能死灰复燃，甚至练到了高级骑士的水准。看着艾琳在舞会上大放异彩，科利亚心里只有厌恶。既然这颗棋子不听话，那就只能找机会再好好教教她规矩了。就在危险步步逼近的时候，阿西利却像个小迷妹一样冲了过来，她拉着艾琳大喊：“艾琳大人，你今天真是美呆了！”看惯了艾琳穿军装的样子，这身礼服简直让阿西利彻底沦陷。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个头号粉丝总算熬出头了。艾琳被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搞得有点不知所措，她还不知道暗处那双毒蛇般的眼睛已经盯上她了。艾琳看着眼前的阿西利，整个人都愣住了。这还是那个平时大大咧咧的姑娘吗？今天这身打扮简直像是变了个人。阿西利倒是挺得意，他说这身衣服纯粹是为了给好朋友撑场面。艾琳虽然觉得漂亮，但还是忍不住提醒她稍微注意点形象。旁边的几个男人也凑了过来，他们纳闷，这么短的时间，莉莉亚是从哪搞来这么精致的礼服？结果莉莉亚随口一句话，让这3个大男人当场石化。她说这都是卡伦帮她弄的。这下好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卡伦。原来为了这件礼服，卡伦私下费了不少心思，他特意找来艾琳身边的女仆莎拉，借用人家的名义偷偷定制。这招确实聪明，连阿蒙听了都忍不住感叹。他笑着摸了摸卡伦的头，夸他这次干得漂亮。这突如其来的亲密让卡伦整个人都不自在了，他显然还没习惯这种夸奖，一时间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卡伦这下是真的炸毛了，他冲着阿蒙大喊：“别乱弄我的发型！”就在这个俩闹腾的时候，旁边的名媛们凑到艾琳身边，开始打听八卦。他们纳闷，费迪南多怎么没亲自接艾琳过来？难道是根本没打算请她？艾琳赶紧摆手否认，她说自己早就收到了邀请信。其实在那之前，费迪南多就专门写了信问她愿不愿意当他的舞伴。看着那封字迹工整的信，艾琳当时心里就有了主意，她并没有急着答应，而是决定先和卡伦一起入场，等到了舞会大厅再和费迪南多会合。听完这个解释，名媛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不是被冷落，而是人家早就安排好了。阿西利还在那开玩笑，说费迪南多肯定早就想好了，等艾琳一进场就把他一个人占了。结果这话刚说完，旁边几个名媛就开始阴阳怪气，他们盯着艾琳指指点点，说她穿得再漂亮也改不了那股土气，甚至还骂她是抹了口红的猪。这话听着实在是太刺耳了。就在这帮人说得起劲时，一杯红酒直接泼在了他们身上，现场顿时乱成一团。谁也没想到阿蒙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直接挡在前面，这下那几个嘴欠的女人怕是要倒大霉了，真是倒霉透顶。艾琳的酒杯突然碎了一地，这衣服可是费了老大劲才弄到的，现在全被酒给毁了。就在他气得不行的时候，莉莉亚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她轻声安慰艾琳，别跟那些嚼舌根的人一般见识。看着眼前的莉莉亚，艾琳突然愣住了，以前那个总是唯唯诺诺的女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底气了？现在的她不仅能看穿别人的小把戏，甚至还能反过来保护身边的人，这种感觉真的让人莫名的安心。艾琳拉住莉莉亚的手，轻声向她道谢，多亏了刚才那点小手段，她现在总算没那么紧张了。不过艾琳还是有点后怕，她压低声音提醒莉莉亚，以后千万别再随便出手了，毕竟阿什利公爵现在正死盯着这边。莉莉亚却完全没当回事，她说刚才之所以破例，纯粹是看艾琳太消沉了，想让她赶紧打起精神来。莉莉亚拍着胸脯保证，让艾琳一定要支棱起来，别忘了她可是二皇子费迪南多的未婚妻，这个身份就是她最大的底气。就在莉莉亚给艾琳打气的时候，大厅里的气氛突然变了，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传来，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看向门口，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光线，是费迪南多。他这一身正装，气场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他径直走到艾琳面前，语气里透着一丝惊讶，仿佛没料到会在这里遇见他。刚才莉莉亚还在说让艾琳拿出底气挺起胸膛，结果下一秒正主就这么直接撞个正着，两人的目光在大厅中央交汇。费迪南多等的回信总算到了，艾琳在信里竟然提出要和卡伦一起入场，这要求提的可真够直接的。不过最让他好奇的还是信末尾留下的那句悬念，真想知道他写这句话时到底是什么表情。看来这次宴会真的会有大惊喜。写这封信的时候，艾琳肯定纠结了很久。费迪南多坐在马车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他今晚到底会穿什么样的礼服，是那种优雅的风格吗？还是会让人完全认不出来？费迪南多还在琢磨艾琳这次会不会还是走华丽风，可转念一想，自己真是没救了，不管他穿成什么样，好像都挺招人喜欢的。就在这时，车门打开，正主总算露面了。只要他能出现在这，穿什么其实都不重要。费迪南多原本是这么想的，可当艾琳真的站在面前，他瞬间决定收回前言。这哪里是不重要，这简直是让人根本挪不开眼。他站在大厅中央，彻底看呆了。气氛正到这儿，费迪南多甚至希望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
可惜不速之客已经到了。迪特里安就站在楼梯尽头，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在他眼里根本没有什么感情，所有人都只是可以利用的棋子。明明只是个学院的小宴会，这帮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贵族竟然全都凑过来了。迪特里安在暗处冷眼旁观，这帮人全是典型的墙头草，只要一听说有利可图，跑得比谁都快。在他眼里，这些人跟地上的虫子没什么区别，只要闻着点味儿，就会没命地扑上来。跟那帮只知道利益的虫子比起来，艾琳完全是另一回事。迪特里安站在高处，冷眼看折舞池里的那个身影，对他来说，他就像这朵盛开的白百合，干净的跟这个地方根本格格不入。看来这次是看走眼了。艾琳在舞池里的一举一动都在挑战迪特里安的底线，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想要这个女人，可紧接着连他自己都觉得荒唐，明明只是个工具，为什么会让他彻底失控？难道是因为费迪南多？迪特里安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以前艾琳看他的时候满眼都是恐惧，那时候的他根本没把这个女人当回事，可现在这种强烈的占有欲是怎么回事？既然不想让他离开，那就干脆把他关进笼子里，让他哪儿也去不了。迪特里安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冷，这种想要占有的欲望已经彻底按耐不住了。他不再满足于站在远处观望，而是直接走向舞池中央。费迪南多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他停下舞步，眼神里满是戒备。迪特里安大人，这下场面彻底僵住了，两个男人之间的火药味已经藏不住了。费迪南多显然有些魂不守舍，连舞步都乱了。艾琳好奇地问：“你到底在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费迪南多赶紧道歉，刚才那一瞬间，他确实被某种气息干扰了。就在这时，迪特里安带着压迫感步步逼近，甚至故意释放出强烈的威压。艾琳倒是淡定，直接开口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迪特里安当众宣布，他就是被神剑选中的人，只要是识货的人都能感受到这股非同寻常的气息。艾琳在一旁静静看着，显然也察觉到了这股力量的特殊，但这股气息实在是太霸道了，与其说是神圣，倒不如说是赤裸裸的威胁。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这种来者不善的压迫感，简直让人待不下去。阿西利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艾琳其实预知了还没发生的未来？”费迪南多一下子愣住了，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那整件事的性质就完全变了。为什么易林这段时间行为反常？为什么他能像开挂一样，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剑术大师的水平？这一切不合理的细节，这下全都解释得通了。费迪南多一边跳舞，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艾琳到底在未来看到了什么？一个普通的贵族小姐，竟然能参透剑术的终极奥秘，这简直不合常理。看着眼前的艾琳，费迪南多突然意识到，他肩膀上背负的压力恐怕重到让人无法想象。这种沉重的负担根本不是旁人能随便猜测的。费迪南多突然打破了社交距离，这一步跨得实在太大。艾琳一时间完全没反应过来，原本只是礼貌的共舞，现在却成了全场的焦点，周围的人全都看傻了。这种明目张胆的举动，等于是在向所有人宣告，他们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艾琳找了个借口想去透透气，费迪南多下意识想跟上去，结果被艾琳果断拒绝了。他走得非常干脆，显然是不想让任何人打扰，或者说他接下来的行动不能让别人看见。等他独自来到露台，黑暗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你终于来了。”艾琳看着眼前的黑影，那种压抑了许久的情绪，这下再也藏不住了。他轻声说：“真的过了好久，我好想你。”科利亚一开口就是冲着找茬来的，他质问艾琳为什么没穿他送的那件礼服，这哪里是在关心，分明是当众给难堪，说艾琳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面对这种挑衅，艾琳连头都没回，看来这场好戏才刚刚拉开序幕。科利亚还在不依不饶，嘲笑艾琳穿得奇奇怪怪，简直是在丢人现眼。可依琳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他当场气炸。艾琳笑着反问：“这世上难道还有比你送的那件更没眼看的衣服吗？”这句话杀伤力太强，科利亚瞬间就破防了。他哪受过这种羞辱？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科利亚竟然直接动手，一把抓住了艾琳。这下场面彻底失控了。这把折扇落地的一瞬间，意味着两人维持的虚伪礼仪彻底崩塌了。科利亚不仅动了手，甚至还当众羞辱艾琳，说她在学院待得太久，连最基本的规矩都忘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争吵，而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科利亚这是打算让艾琳彻底下步来台。面对科利亚的威胁，艾琳不仅没退缩，反而直接翻起了旧账。她质问科利亚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年幼的自己，明明那时候她什么都没有做错。科利亚显然没料到艾琳会当众撕开这层伤疤，一时间竟然接不上话。但艾琳心里很清楚，当年的那些残酷对待其实都源于皇帝的一个秘密命令。原来科利亚也不过是皇室用来打压剑术大师的一枚棋子。其实依琳心里很清楚，问出那个问题简直就是自讨苦吃。科利亚根本没有心，他甚至当众叫嚣艾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这句话简直是杀人诛心，彻底否定了艾琳的一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看着眼前这个疯狂的女人，艾琳终于彻底看清了，如果科利亚真的打算把事情做得这么绝，那接下来的局面恐怕谁也收不了场了。如果当初科利亚能把艾琳当成普通女孩养大，或许她这辈子都不会去碰那把剑，她本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亲切地喊一声母亲，平淡又幸福地过完一生。但现实却是残酷的，科利亚不仅没有给她母爱，反而用最恶毒的话语不断羞辱这个年幼的孩子，说她没用，说她是个无可救药的废物，甚至还动了手。艾琳终于明白，科利亚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既然对方已经撕下了伪装，艾琳
也没必要再忍了。这一记反击只是个开始。就在科利亚准备动手时，卡伦突然现身，直接挡在了两人中间。他语气冰冷地质问：“是不是想对他姐姐动手？”这一下把在场的人都镇住了。科利亚显然没料到，这个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儿子，竟然会为了艾琳直接跟他撕破脸。转过头，他却像变了个人一样，满眼都是对姐姐的担心。卡伦根本不听任何解释，直接下达了逐客令，让他立刻滚远点。艾琳这招告状确实高明，她语气平淡地说自己没事，只是还没被扇巴掌而已。原因竟然只是因为她没穿科利亚送来的裙子，对方就要当众动手。卡伦一听这话，整个人当场就炸了，他满脸不可置信地质问：“就为了这点小事，你竟然真的要对我姐姐动手？”科利亚这下彻底慌了，一边摆手一边拼命狡辩，说卡伦肯定是看错了，自己怎么可能这么离谱？可他那副心虚的样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事儿绝对没那么简单。艾琳这一笑，直接把科利亚整不会了，他支支吾吾半天，愣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之前的卡伦会赶紧冲上来扶住科利亚，关心的询问情况。科利亚好不容易缓过劲儿，心里暗骂，这竟然是他以前最擅长的手段，结果现在被艾琳反将一军。他刚想冷笑一声掩饰尴尬，却被眼尖的卡伦抓个正着。卡伦语气冰冷地质问：“你刚才是不是在笑？”科利亚立马变脸否认，还想摆出长辈的架势，让卡伦先冷静下来听他解释。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科利亚还在那儿不依不饶，甚至恶毒的咒骂艾琳，说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这话简直是杀人诛心。卡伦听完直接反问：“既然你这么讨厌姐姐，那为什么不连我一起骂？”他已经对这个家彻底死心了。他拉起艾琳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任凭科利亚在后面怎么喊，他都没有再停下脚步。临走前，卡伦丢下了最狠的一句话，他说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叫她母亲了。这一刀割得够深，科利亚整个人都僵在原地。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彻底失去了这个儿子。挡路的夏洛特被吓得赶紧退开，现在的卡伦谁也拦不住。谁能想到搞定这一切竟然这么轻而易举？以前总听人说信任这东西崩塌往往只在一瞬间，现在看来这话真是一点都没错。艾琳看着远处的科利亚，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既然你找不到理由恨我，那我就亲手给你制造一个，你就给我好好等着吧。接下来的戏只会越来越精彩。深夜的城堡格外安静，艾琳看着一直沉默的卡伦，关心地问他感觉怎么样。卡伦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大傻瓜，居然管那种蛇蝎心肠的女人叫了这么多年母亲。一想到以前为了那个女人还多次出言伤害姐姐，卡伦心里就堵得难受。他终于忍不住转过身，对着艾琳连声道歉，说自己以前真是瞎了眼，什么都不知道就乱指责。这一声姐姐，他喊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真心。艾琳温柔地安慰着卡伦，说道歉已经收下了，让他别再为了过去的事折磨自己。但卡伦心里那道坎根本过不去，刚才在门外听到的那些恶毒咒骂，让他到现在都觉得脊背发凉。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看着卡伦这么痛苦，艾琳其实都能理解。可就在这时，卡伦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拉住艾琳的手，说要把这些年受的所有委屈全都告诉父亲。如果是以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艾琳，或许真的会听他的建议，可一想到那场烧毁一切的大火，还有家族后来的惨剧，他就再也没法天真下去了。他直接拦住了卡伦，语气冷得让人发毛：“听姐姐的，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因为一旦开口，后果谁都承担不起。”艾琳这下是彻底气场全开，她冷冷地丢下一句话：“现在的你还是太弱了。”这股压倒性的力量比在宴会厅时还要恐怖。卡伦这下终于看清了，姐姐才是那个被神剑选中的人。面对这种绝对的实力，卡伦只能乖乖闭嘴，答应不把这件事捅到父亲那里。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管得太宽了。艾琳盯着他看了半天，最后才勉强应了一声。卡伦丢下一句去叫费迪南多，就这么转身走了。艾琳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刚才那番话确实说得太重了，他本以为这小子会当场炸毛，质问他为什么要隐瞒神剑的事，可结果呢？他竟然一句话都没反驳，就这么沉默地离开了。也许是被神剑的事打击到了，又或者是觉得自己帮不上家族的忙，但不管卡伦现在有多难受，艾琳都不打算让他卷入这场复仇，只要能让他平平安安地活下去，所有的骂名和危险他一个人背就够了。就在他思绪万千的时候，周围的情况突然变得有些不对劲，天色说变就变，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艾琳瞬间回到了那个夜晚。当年那场魔物讨伐战也是下着这样冰冷的雨，他一个人在泥泞里拼杀，想救人，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就在他精疲力竭，以为自己要死在雨里的时候，那个男人出现了，是费迪南多，找到了他。费迪南多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看着在大雨里发呆的艾琳，他整个人都快急坏了。这一幕和当年的情景简直一模一样，艾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用厚实的披风裹了个严实。他二话不说，直接把艾琳紧紧搂进怀里，声音里带着一丝藏不住的后怕。他说：“看到你还活着，真的太好了。”对他来说，只要艾琳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重要。艾琳靠在费迪南多怀里，突然提了一个听起来很过分的要求。他说：“费迪南多，你必须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先保住自己的命，哪怕手段再狠，哪怕要牺牲掉所有人，你也要不择手段的活下去。”费迪南多一时间没说出话来，他显然没料到艾琳会为了让他活命，让他放弃底线。其实这种话，艾琳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记忆深处那个相似的雨天，他也曾这样紧紧抓着他。
那时候他说，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就把藏在心里的那个秘密亲口告诉你，所以这一次你也绝对不能食言。艾琳轻声叮嘱费迪南多一定要像这样活下去。可这句话一出口，费迪南多却愣住了。他利用能力看到了艾琳的过去，但在他的记忆里，两人从来没聊过这些。既然没发生过，艾琳又是怎么记得的？费迪南多终于忍不住开口，他盯着艾琳问：“我们以前是不是也这样聊过？你是不是曾经对我说过，只要我能活着回来，你就有很重要的话要告诉我？”艾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沉默已经给出了答案。费迪南多心里很清楚，那些本不该存在的记忆全都是真的。费迪南多终于想通了，公主之前的猜测竟然是真的。艾琳不仅知道过去，她甚至知道那些还没发生的未来。原来她之前看到的那些画面根本不是什么回忆，而是艾琳预见到的还没到来的明天。回到屋里，费迪南多让艾琳先坐下休息，他打算去弄点热茶帮她暖暖身子。艾琳看着他，语气里满是歉意。他说：“都是因为我，害得你连宴会都没法参加了。”费迪南多摇了摇头，让他别放在心上。对他来说，现在的宴会远没有眼前的艾琳重要。费迪南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艾琳到底是怎么预知未来的？按理说，只有被神选中的圣女才有这种本事。可现在的圣女明明是公主，艾琳绝不可能是。如果不是神奇，那他看到的那些画面为什么会真实到让人害怕？他到底还知道多少还没发生的事？费迪南多突然想起艾琳刚才在雨里的叮嘱，他让他不择手段，让他只管保住自己的命。这种近乎疯狂的危机感绝对不是巧合。倒茶的手突然在半空中停住了，一个细思极恐的念头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如果艾琳真的看到了未来，那是不是意味着在那个未来里他已经死了？费迪南多缓缓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女人，低声叫了她的名字：“艾琳小姐。”费迪南多直接摊牌了，他盯着艾琳的眼睛问：“你是不是亲眼看到了未来？”艾琳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可真要解释这种超自然的事，他却不知道该从哪开口。费迪南多看出了他的为难，他没有再继续逼问，而是体贴地端起茶杯，走到他面前。既然不好说，那就不说了。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最想知道的答案。费迪南多放下茶盘，语气变得格外认真。他说：“只要告诉我这件事就好。在你看到的那个未来里，我们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你看到的那个未来里，我真的爱过你吗？”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如果不是因为爱，他的力量又怎么会本能地认出他？这下轮到艾琳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艾琳的回答只有冷冰冰的2个字：没有。她说自己曾经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而费迪南多其实打心底里厌恶他。看着蝴蝶在火焰中化为灰烬，两人的过去也该彻底烧个干净了。艾琳低声说：“我不过是个被抛弃的棋子，你只需要利用我，直到我没有价值为止。现在的这一切都只是他在为前世赎罪，根本不值得他这样温柔对待。”费迪南多这下彻底懵了，他忍不住反问：“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说我曾经讨厌你，这根本就不合理。如果艾琳说的是真的，那他现在这种只要看到他就放不下的感觉，又该怎么解释？这种本能的反应绝对不会骗人。哪怕听到了那些绝情的话，可只要跟他单独待在一起，费迪南多发现自己还是没法保持冷静。但在艾琳心里，结论早就已经定死了，他根本不爱她。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他表现出来的那些温柔，肯定都另有目的。为了打破这让人窒息的沉默，他主动开口：“请喝茶吧。”艾琳心里其实很清楚，费迪南多之所以表现得这么温柔，仅仅是因为他那泛滥的同情心，觉得他实在太可怜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艾琳竟然很享受这种被可怜的感觉。因为每当他走投无路，感觉自己快要坠入深渊的时候，正是这份同情成了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只要能被拉住，哪怕只是因为可怜，他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得到那一点点温柔，哪怕里面根本没有爱，他也觉得足够了。这竟然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艾琳只觉得那个未来的自己真的太可悲了。明明费迪南多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可这种好反而让他更加难受。费迪南多无奈地笑了笑，他觉得未来的自己竟然连这么明显的事都看不出来，简直就是个蠢货。可他没注意到，身边的艾琳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死死抓着裙角，整个人都在崩溃的边缘。就在费迪南多还在自嘲的时候，艾琳突然支撑不住，直接倒在了他的肩上。这下换成费迪南多彻底慌了。艾琳突然靠了过来，费迪南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完全没想到这个一直保持距离的女人会突然做出这种举动。艾琳不停地道着歉，她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该妄想去爱你。”其实这些话已经在她心里藏了太久，她一直渴望能像现在这样离他近一点，再近一点。她终于伸出手，紧紧握住了费迪南多。这一刻，她再也不想放开了。靠得这么近，听着他的呼吸，艾琳终于承认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想要得到这个男人的爱。她自嘲地说：“如果自己能像普通人一样被爱着长大，现在的她一定会变得非常贪心，甚至想把他整个人都占为己有。”费迪南多没有推开他，反而轻声问了一句：“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的肩膀永远都会借给你靠。”这一句承诺到现在依然有效。费迪南多给出了最坚定的回答，他说：“永远都会这样。”这一刻，艾琳终于看清了真相，原来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她生命中唯一的救赎。在安静的书房里，两人就这样紧紧相拥，所有的不安和恐惧似乎都在这一刻消失了。直到第二天的阳光再次照进窗户，费迪南多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怎么想都想不通，在那个所谓的未来里，自己居然会那么讨厌艾琳。
这逻辑根本说不通，除非未来的那个费迪南多脑子彻底进水了，是个分不清好歹的糊涂蛋，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去恨这样一个女人？尤其是想起他看自己的那个眼神，事情一定哪里出了错。看着艾琳的样子，费迪南多心里乱成一团，那样温柔又让人心疼的眼神，怎么看都不像是未来会变坏的人。德里克敲了敲桌子，提醒他回神，问他到底有没有在听。费迪南多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刚才自己一直在发呆。德里克无奈地重复了一遍：莉莉娅今天一早就已经走了，带着巴汉去了魔塔，而且巴汉那小子马上就要成为魔塔的正式弟子了。德里克一边说着，一边递过来一封信，这是莉莉娅临走前专门留给你的。费迪南多接过信，淡淡的说：这件事他早就知道了，莉莉娅昨天就打过招呼，说今天会悄悄离开。他拆开信封，莉莉娅在信里写得很清楚，她这次去魔塔是为了调查哥哥死掉的真相。他总觉得这背后还藏着没说出来的秘密。更让人意外的是，莉莉娅打算在魔塔走受难之路，以此来向艾琳赎罪。德里克在旁边看着，忍不住感叹，那可是一条最难走的路。不过既然是莉莉娅选的，她一定能挺过去。魔塔里的受难之路听着就让人后背发凉，谁也不知道她这一去到底会遇到什么。所谓的受难之路，其实是魔塔塔主亲自布置的试炼。这么多年来，这里一直被称为魔法师的坟墓，没人知道这场试炼要持续多久，更没人知道里面到底藏着多少致命的危险。普通人根本不敢靠近半步，可一旦能活着走完这条路，回报也是惊人的。莉莉娅将获得一种逆天的力量，那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借用整座魔塔的能量。但这股力量，她真的能拿得到吗？莉莉娅之所以要去魔塔，是想借用那里的力量，彻底洗清艾琳身上的冤屈，这也是她唯一能想到的赎罪的方式。就在这时，德里克又提了一件事，说是赫利克斯今天刚派人送了信过来。费迪南多赶紧追问，是不是西部那边有消息了？可德里克刚看了一眼，整个人就愣住了。他支支吾吾地说：等一下，这信上的内容不对劲。费迪南多察觉到出事了，立刻把信抢了过来。当他看清上面的字，整个人陷入了沉默。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能让这两个人同时露出这种表情？信上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我要回来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就传遍了整个大殿。赫利克斯竟然真的回来了！周围的人全都炸锅了，谁都想不明白，这位圣骑士明明应该在西部，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赫利克斯根本没理会旁人的目光，他径直走到艾琳面前，当众喊出了她的名字。紧接着，他说出了一句让全场死寂的话：艾琳，我要向你挑战。谁也没想到，挑战已经发出了，艾琳和阿蒙都定在原地。谁也没想到，赫利克斯就这样出现在了现场。在这个世界，神圣力量这东西全看命，有天赋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被送进神殿，而那些万中无一的天才更是由圣女亲自带大。比如赫利克斯，15岁就能单挑魔物，是公认的顶级圣骑士。可谁能想到，这位天才竟然会主动挑事？手套落地，赫利克斯盯着艾琳说：我要和你决斗。这位就是前任圣女最后留下的圣骑士赫利克斯。说起来，他跟艾琳的过节可深了，这么多年他一直都看艾琳不顺眼。按照上一世的记忆，他这会儿应该刚到学院，结果不出所料，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直接找上门来了。赫利克斯盯着他，冷冷地打了个招呼：好久不见。再次对上那双满是敌意的眼睛，艾琳想起了往事。当年圣女走后，神殿的圣骑士们基本都散了，大部分人都选择回到神殿，唯独赫利克斯是个例外，他没有离开，而是死心塌地留在了费迪南多身边。这全是因为圣女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个命令。毕竟他从小就跟费迪南多还有阿西利混在一起，三个人几乎是形影不离的长大。后来，赫利克斯成了公认的完美圣骑士，他这辈子只效忠两个人，费迪南多和圣女。在他眼里，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那两位给的，所以他的忠诚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只要有他在，谁也别想靠近那两位一步。而且这家伙极其双标，除了那两位，别人的死活他根本不在乎。哪怕同僚忙得要死求他帮忙，他也只会冷脸走开。对他来说，那两个人就是他的太阳。可唯独对我，他的警惕心强得离谱，简直把我当成了头号敌人。别的骑士看在费迪南多的面子上，顶多也就是不情愿跟我打交道，但赫利克斯完全不同，他甚至连我靠近费迪南多都不能忍。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始终搞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恨我。就在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阿蒙突然站了出来，他冷笑着说：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不讲理啊。阿蒙直接挡在我身前，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忠诚没错，但你做的太过了，想要找艾琳的麻烦，先过我这一关再说。阿蒙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对你这种疯子，我必须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骑士精神。可赫利克斯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笑着反问：骑士精神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简直是笑话。他接着说：我奉命去西边待了半年，结果刚一回来，就听到了最让他火大的传闻，外面的人居然都在转，艾琳现在跟费迪南多殿下走得很近，甚至还有人说是艾琳强行逼着殿下订婚的。赫利克斯直接拔出了长剑，语气冰冷到了极点：阿蒙，我这辈子只为殿下而活，任何想利用殿下的人，我都不会放过。赫利克斯已经彻底疯魔了，他冷笑着对艾琳说：为了殿下，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他当众揭开艾琳的伤疤，指责他当初是靠着家里撑腰才逼着殿下订了婚，现在居然还有脸站在这里。接着他转头看向阿蒙，语气里全是嘲讽：你一个家族的叛徒，也配跟我谈什么骑士精神？
这句话一出，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阿蒙停顿了一下，冷冷地回了一句：“说话最好放干净点。”看来讲道理是没用了。阿蒙转头看向飞利浦，飞利浦，剑借我使使。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阿蒙稳稳接住飞来的长剑，他笑着看向赫利克斯说：“我一直很好奇，咱俩要是真打起来，到底谁更厉害？既然你今天兴致这么高，那正好，咱们就在这儿比试比试。”眼看局面就要失控，费迪南多突然出现在两人中间，他语气冰冷地呵斥道：“不行，这里可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想打架，以后有的是机会。”赫利克斯看着眼前的人，低声念出了那个名字：费迪南多。刚才还气势汹汹的赫利克斯，此刻直接跪倒在地，恭敬地汇报说：“殿下，任务已经完成，我平安回来了。”他抬起头，脸上刚才那股狠劲全没了，笑得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还关心地问殿下最近好不好。这待遇让旁边的人都看傻了。费迪南多走上前，语气也变得温和了许多。他说：“好久不见，你能平安回来就好。”谁也没想到，费迪南多竟然亲自动手，把跪在地上的他扶了起来。费迪南多虽然脸上带着笑，但语气里却透着一股寒意。他盯着赫利克斯说：“首先，你必须给艾琳爵士道歉，刚才你实在是太没礼貌了。”赫利克斯立刻就反应过来了，殿下这是真的动了怒，他不敢再有任何废话，低声回了一句：“明白了。”他转过身看向艾琳，收起了刚才那副嚣张的镜头，当众弯下腰，行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礼：“刚才是我冒犯了，请你原谅。”这态度转变的这么快，看来费迪南多的话比什么都管用。此时的神庙里，卡伦一个人坐在长椅上，心里全是挫败感。他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简直差劲透了。他忍不住问自己，这段时间到底在干什么？从小就开始练剑，明明是为了保护最重要的人，可现在面对唯一的姐姐，他却什么都做不了。就像他说的那样，他真的太没用了。就在这时，阿蒙突然惊叫出声：“小姐！”只见阿西利整个人瘫倒在地上，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这下出大事了！卡伦赶紧扶住摇摇欲坠的阿西利，紧张地问他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阿西利却摇了摇头，嘴里一直念叨着艾琳的名字。卡伦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到底在说什么。阿西利整个人陷入了悲伤，嘴里说着：“真的太惨了，太让人心碎了。”看着阿西利这副样子，卡伦完全摸不着头脑，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些话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而在阿西利的脑海里，那些痛苦的记忆正疯狂涌现，他不停地道歉，不停地求饶，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这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在旁人看来既可怜又显得有些愚蠢。阿西利刚才看到的是神让他看到的画面，或者说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过去。就在这时，费迪南多也低下了头，他说：“艾琳爵士，刚才是我太没礼貌了，我也向你道歉。”艾琳并没有计较，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没关系，费迪南多大人。”那是一段被所有人遗忘，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未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意林一个人记得。大门背后，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阿西利满脸不悦，觉得这事处理得太不公平，责怪他一回来就捅娄子。卡伦当场就炸了，说：“要是再晚一步，命都要丢在那了。”就在这时，费迪南多直接站了出来，语气不容置疑，他当众下达了死命令，谁也不准打着他的旗号去伤害孩子。他盯着赫利克斯问：“听懂了吗？”谁能想到，一场决斗申请竟然能闹出这么大的乱子。赫利克斯虽然心里不服，但费迪南多的命令，他终究还是不敢违抗。可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明以前所有人都恨不得让艾琳消失，可现在大家竟然都在拼命护着她。这种反常的局面让赫利克斯意识到，事情已经彻底失控了。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麻烦可就大了。还记得很久以前，赫利克斯还是个年轻的骑士，那时候就有人叮嘱他，一定要守好费迪南多，还有那个孩子，因为只有那个孩子才是费迪南多唯一的救命稻草。虽然当时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可直到现在，一个残酷的真相才浮出水面：费迪南多这辈子恐怕都见不到他最爱的人了。与此同时，消息也传到了迪特里安耳中，听说费迪南多的骑士刚回来，就闹出了不小的动静。看来这神庙里的平静是要彻底打破了。迪特里安笑着说：“我本来还挺好奇，你们两个到底谁能赢？”接着他又感叹道：“真是可惜了，艾琳。”面对这种明晃晃的挑衅，艾琳却表现得异常平静，连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迪特里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吐槽说：“你的反应也太冷淡了。”不过他手里还握着最后一张牌，听完接下来的话，你还能维持住这张冷静的脸吗？迪特里安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是皇帝认可了艾琳的功劳，特意准许他参加晋升考试。可谁能想到，考试的地点竟然选在了西部，那是一个连资深骑士都不敢踏入的死亡地带。这哪里是给机会，分明是想让他有去无回。迪特里安倒要看看，面对这种必死的局面，艾琳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淡定。他冷笑着问：“你该不会觉得我还会像以前那样护着你吧？”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艾琳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明白了。”这种完全不在乎的态度，反而让迪特里安心里空落落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艾琳就直接开口要走。这下轮到迪特里安坐不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现在的艾琳竟然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浪费时间。迪特里安最后确认了一遍：“你真的知道去西部意味着什么吗？”艾琳的回答只有2个字：知道，哪怕是送死也要去。要去。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让迪特里安彻底坐不住了。在他的记忆里，艾琳明明还是那个会躲在怀里大哭、需要人保护的小女孩，可现在的她却冷淡的让人抓狂。迪特里安走到她面前，语气里带着一丝急躁：“艾琳，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只要你现在开口求我，只要你说你想活下去，我就能去求皇帝保住你的命。迪特里安觉得艾琳现在就是在死要面子活受罪，他凑到跟前，语气里全是威胁：你难道真的不怕死吗？在我面前装什么清高？只要你肯求我，我就能给你换个轻松的差事。可现在的艾琳早就不是那个能被他拿捏的小女孩了，她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没必要为我费这份心。说完，他直接转身走人，连个眼神都没多给。迪特里安这下彻底破防了，只能对着他的背影放狠话。他说：你这样下去，费迪南多迟早会厌恶你的。迪特里安现在是越想越气，他本以为能拿捏住艾琳，结果人家根本不领情，那种客客气气的拒绝，简直比直接骂他还要难受。这说明在艾琳眼里，他已经完全没有威胁了。迪特里安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艾琳这个女人早就该在最开始就被除掉，可就是因为她的自大，白白错失了最好的机会，还亲手把筹码送到了对方手里。这口气他怎么都咽不下去。伴随着一声巨响，办公室里的东西全遭了殃。迪特里安这通脾气发的可不小，满屋子的东西全被他掀翻在地。可就算这样，他心里那股不安还是压不下去，总觉得事情正在脱离掌控。而此时的艾琳正一个人走在长廊里，刚才迪特里安突然提起皇帝，确实让他吃了一惊，这可是计划之外的变数。他开始怀疑自己做的这些决定真的已经彻底改变未来了吗？接下来的局面恐怕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艾琳心里很清楚，以前的皇帝从来没派他去过西方，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变数，才让那个叫克利亚的女人提前动了杀心。所以不管前面有什么，这次他都必须去西方，因为那里藏着改变命运的钥匙。就在他出神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叫住了他。艾琳回头一看，竟然是阿什利公爵。这位大人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阿什利公爵突然拦住艾琳，看来他一直盯着艾琳的动向，连他什么时候回的领地都一清二楚。这一句跟我谈谈，显然是话里有话，恐怕接下来的谈话没那么简单。与此同时，会议室那边的气氛也降到了冰点。费迪南多收到了关于西方的秘密报告，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异常，结果调查发现，竟然有大批孤儿被秘密带走。这些孩子被送往了哪里？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赫利克斯带回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吓人，失踪的可不只是那些孤儿，那些练过家子、剑术高超的士兵，甚至身体强壮的普通人，全都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绑架案了。赫利克斯最后的一句话，更是让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因为所有的线索最后竟然都指向了皇帝。如果连皇帝都牵扯进来，那这背后的水可就深得没边了。德里克追问道：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那些失踪的人真的和皇帝有关？这简直太荒谬了，根本没人敢相信。费迪南多没有回答，只是沉默着转身离开。德里克在身后喊住他：你调查了这么久，难道皇帝真的在密谋什么吗？费迪南多很清楚，他父亲可没那么好心，会平白无故去收留什么孤儿。如果不是为了行善，那这些失踪的人到底被送到了什么地方？恐怕真相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更吓人。另一边，阿什利手里的茶杯都拿不稳了，他盯着艾琳问：你刚才到底说了什么？艾琳放下茶杯说：他要按照皇帝的命令去西方参加那场晋升赛。阿什利听完坐不住了，这简直是拿命在开玩笑。可他心里其实另有打算，想起那天在宴会厅里，这女人的气势简直无人能敌，那种久违的压迫感甚至让他动了收徒的念头。就在他还在犹豫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喊声，侍从急匆匆赶来，带来了一个要命的消息：皇帝竟然指派艾琳去西方参加晋升赛。阿什利一听就坐不住了，去那种地方跟送死有什么区别？他刚想去找皇帝理论，就被侍从死死拦住。别忘了你之前反对阿蒙的事，已经让皇帝很不高兴了，现在过去简直是火上浇油。阿什利觉得这女人简直疯了，竟然真的要去西方？难道天才都这么自大吗？他把话挑明了说，那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想要晋升，起码得带回3个终极怪物的脑袋。这任务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人活着回来。可意林却异常冷静，他说他知道危险，但请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阿什利沉默了，最终还是松了口。阿什利终于松口了，他说：既然你这么想去，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只要艾琳能接住他10招，他就同意放人。几个人立刻动身，来到了学院郊外的私人训练场，这里足够宽敞，可以让人彻底放开手脚。阿什利早就把佩剑取了回来，这速度真够快的。真正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没别人了。阿什利开门见山，想听听艾琳的真心话。为了名声，肯定不是，那到底是为了什么？艾琳沉默着没说话，因为只有她知道，在原本的命运里，赫利克斯就是在这个时候去了西方，从此人间蒸发。几年后，那里会被怪物彻底占领，变成真正的死亡之地。西方那个地方对艾琳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当初赫利克斯奉命去讨伐怪物，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能活着回来。以前他只能留在学院里死等，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但这一次他要亲自去揭开真相。哪怕未来已经改变，哪怕没人能保证结果，他也要在那片死亡之地找到他遇害的线索。艾琳这次是认准了死理，他说自己有必须守护的东西，所以一定要亲眼去看看。阿什利追问到底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却是无可奉告。既然话不投机，那就没必要再浪费口舌了。阿什利说翻脸就翻脸，毫无预兆的直接拔剑，这一招是陈立猛，艾琳只能硬着头皮接下。真正的试炼现在才刚开始，这一招对拼下来，高下立判。阿什利一眼
就看穿了，艾琳虽然天赋极高，但体能训练显然还没跟上。不过光靠蛮力可练不成绝世剑法。阿实力周身突然爆发出惊人的魔力，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切磋了。既然嘴上不肯说，那就用剑来证明。阿实力直接下了最后通牒，要易灵用行动展示他的决心。这下实力是动真格了，这一剑的压力，艾琳必须死命顶住。温室里的阳光虽然暖和，但科利亚的心思显然不在这些花上面。他随手折断了一朵百合，嘴里还念叨着当年那个人也是像这样被彻底毁掉的。就在这时，皇帝突然出现在身后，直接叫住了他。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看来皇帝那个老狐狸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他早就安排好了艾琳的晋升赛，这明摆着是个圈套。皇帝亲口下令，是时候清理掉侯爵家了。他告诉科利亚，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随便折腾，这等于是给了他一张杀人执照。得到了皇帝的特许，科利亚终于能放开手脚。这下侯爵家真的要变天了。科利亚直接跪倒在皇帝面前，承认自己办事不力，竟然让艾琳彻底脱离了掌控。他甚至主动请求责罚。皇帝语气平淡，却比发火还要可怕。他说花园里已经没地方种新花了，这话里的意思是要彻底清理门户了。皇帝慢悠悠地喝着茶，说想要腾出地方，就要把地底下埋的东西全挖出来。科利亚为了保命，赶紧抛出最后的杀手锏，说他已经派人去了西方，要把那里的事情彻底了解。在他看来，那个地方就是个死局，除了阿什利公爵，谁进去了都别想活着回来。他断定艾琳再也回不来了，甚至还想对侯爵家动手。皇帝直接给了特权，反正都要抄家，让他放开手脚去干。但他最后补了一句狠话，要是这事儿办砸了，他就要永远留在花园里当花肥。谁能想到，他等的就是这句话。真正的狠角色，现在才要露出真面目。地板被震得寸寸碎裂，艾琳已经撑到了极限，只能靠着长剑勉强支撑。阿什利冷冷地开口说：“他这块硬骨头确实难啃，但接下来的这一招可就没那么容易接住了。”随着那道诡异的蓝光亮起，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阿什利这一剑挥下来，直言连他手下的首席骑士都接不住，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切磋，而是要把人彻底压垮。艾琳死死挡住了这一击，虽然剑身沉重的几乎无法撼动，但他瞬间明白了公爵的用意，这不只是在比试，想要成为真正的骑士，光有天赋可远远不够。阿什利以为只有他才懂什么叫绝望的磨练，但他根本不知道，艾琳手里还藏着底牌。两剑相撞，局势瞬间反转，艾琳这一剑竟然带上了时间的重量，因为没人知道，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人生。在上一世，他早就尝遍了那种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现状的滋味，这种刻进骨子里的挫败感，现在全成了他的力量。这下轮到阿什利没戏了。艾琳之所以能撑到现在，是因为他已经活了不止一辈子。第一世，他没日没夜的挥剑，哪怕到了极限也不肯停下。到了第二世，他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看着眼前的生活，心里全是没能实现的遗憾。想做的事情太多，最后却只剩下了不甘心。可谁能想到，这第三世竟然会变成这样，到处都是鲜血和杀戮。这根本不是重活一次的奖励，而是一场停不下来的噩梦。输了一次又一次，成了艾琳挥剑的唯一理由。这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就是为了把心里的窟窿填上。只有变得足够强，才能守住以前没能护住的东西。第8剑、第9剑，面对阿什利的猛攻，他一步都没有退缩。这一次，他绝不会再输。整整10剑，艾琳硬生生扛了下来。哪怕已经到了极限，他也没有打算停下，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在这里倒下，就再也没法护住想要守护的人。大门被猛地推开，守在外面的侍卫彻底懵了。谁能想到，他竟然能毫发无伤地走出来？难道连那位公爵都没能拦住他吗？哪怕人已经走了，那股恐怖的压迫感依然让侍卫定在原地。他赶紧追上阿什利，说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消息：艾琳在进学院之前，竟然从来没有碰过剑。阿什利停下脚步，确认这个消息属实后，他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这哪里是天才，这简直就是个怪物。就在那个晚上，艾琳已经动身前往西方。谁都知道这片大陆又要变天了，本以为能悄悄离开，结果还是被费迪南多堵个正着。艾琳没有打算逃避，她平静地告诉对方，自己是个骑士，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守护。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活在别人的安排里，无论是人生的方向，还是活着的理由，从来都由不得他自己。但这一次，他想为自己做个决定，哪怕前路再危险，他也一定会活着回来。费迪南多心里很清楚，现在的艾琳已经没人能拦得住了，哪怕再来一次，他也无法违背那份坚定的意志。既然他铁了心要走自己的路，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后方守好最后一道防线。画面一转，远方的科利亚早已收到消息，他站在夜色中等了很久，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终于露出了笑意。欢迎回来，这场真正的较量现在才要开始。科利亚竟然直接找上门了，他微笑着喊出了那个名字，莱瑟斯。紧接着就是一个重磅消息，这个男人竟然就是艾琳的亲生父亲。这里就是传闻中的西部，放眼望去，到处都透着一股压抑的气息，也难怪这些人不待见他。自从皇帝占领了圣王国，就把所有子民都强行赶到了这里。艾琳身上这套骑士制服，在他们眼里就是帝国侵略的标志。不过他早就习惯了这种待遇，毕竟这次过来可不是为了跟谁叙旧。在那黑暗的尽头，神殿才是他真正的目标。艾琳终于赶到了神殿，既然赫利克斯提前出发，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才对。可他没想到，神殿里等着他的是另外2个人。赫利克斯径直走向阴影处，对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开口了：“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艾西斯。”
对方似乎早就料到他会来，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听说你回来了。”这两人之间的气氛显然没那么简单。艾西斯缓缓起身，他说自己刚好祈祷完，而且这一面他已经等了很久。作为赫利克斯的亲弟弟，他不仅是西部神殿的核心人物，更是下一任教皇的最强竞争者，拥有如此恐怖的神圣力量，他在西部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可奇怪的是，自从他成为勒祭司，兄弟俩的关系就彻底变了味。那种过分正式的礼节，让原本亲近的血缘只剩下让人窒息的疏离感。艾西斯开门见山提醒赫利克斯别忘了正事，西部的局势已经烂透了，现在的每一步都不能走错。面对这种质问，赫利克斯只能沉默以对。如果说赫利克斯是把心事藏起来，那艾西斯就是个戴着笑脸面具的怪物。他突然提到了艾琳，问他是不是圣女预言里的那个人。虽然对方还在笑，但赫利克斯知道事情要闹大了。既然是目标人物，为什么他和费迪南多的婚约还没解除？艾西斯的话越说越狠，直言必须不择手段拆散他们，这才是送赫利克斯去学院的真正目的。赫利克斯刚想开口反驳，就被对方直接把话堵死了。西部的怪物袭击一直没停过，这里已经有太多的麻烦，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不管圣骑士杀掉多少怪物，这些东西还是源源不断的冒出来，没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更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整个西部恐怕真的要变天了。更诡异的是，皇室那几位兄弟最近的动作也越来越反常，再加上皇帝突然给费迪南多和艾琳订婚，这背后绝对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艾西斯盯着赫利克斯，步步紧逼，问他知不知道解决办法。结果赫利克斯只能摇头，因为现在的局面谁都被蒙在鼓里。艾西斯低声说，现在唯一的希望只剩下前任圣女预言里的那个人。那个人真的能救下所有人吗？就在赫利克斯和费迪南多交谈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守卫根本拦不住，有人直接闯了进来。看清来人的那一刻，赫利克斯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艾琳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还没等他开口询问，艾琳就先给出了理由，他是来参加晋升考试的。他这次主动找上门，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赫利克斯来的。艾琳这次开门见山，想让赫利克斯当他的证人，毕竟晋升考试的任务必须得有人在场证明才行。可赫利克斯根本不信，他觉得这只是个借口，觉得艾琳是想找他帮忙打怪物。他直接转身让他赶紧回去。艾琳可没打算退缩，他让赫利克斯别自作多情，自己根本不需要那种保护。而且他还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两人的目的地竟然完全一致。这下轮到赫利克斯没话说了。艾琳解释说，这一路上的战斗痕迹早就暴露了他的行踪，看来接下来的麻烦他们得一起面对了。艾琳看着那些带伤巡逻的士兵，一眼就看穿了这里的窘境，人手不足，怪物随时会再来。他断定赫利克斯是要去清理怪物，于是主动提出要一起行动。赫利克斯心里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女人的观察力这么敏锐，但他还是摇了摇头，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在森林深处，那里的危险程度远超这里。可易灵等的就是这句话，他这次的晋升考试目标正是那些高等级怪物。为了证明实力，他直接亮出底牌，那是阿什利公爵亲笔写的推荐信。看着信上货真价实的公爵印章，赫利克斯这下彻底没话说了。这个女人显然是有备而来，接下来的路恐怕非要一起走不可了。赫利克斯盯着眼前的艾琳，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这个女人真的强到能让公爵另眼相看。就在这时，艾西斯站了出来，他语气里满是兴致，直接拍板让他跟我们一起走。赫利克斯刚想阻拦，艾西斯却摆了摆手，他说艾琳的名声早就传遍了西方，甚至连那些不好听的传闻他也略知一二。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他觉得这事儿越来越有意思了。既然如此，他决定亲自下场，这场任务他也要一起去。这下局面彻底变了，原本的晋升考试竟然把这位大人物也卷了进来。艾西斯这番话摆明了是要亲自盯着艾琳，他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艾琳倒也淡定，没多说什么，行了个礼就先回房间休息了。可他前脚刚走，赫利克斯就急了，他觉得艾西斯简直是在胡闹，带上艾琳这个变数就算乐，怎么连自己也要亲自下场？万一真遇到危险，谁能保证他的安全？更让赫利克斯起疑的是艾琳出现的时机，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来到了西方，这怎么看都透着一股不对劲。可伊西斯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没话说了，因为艾琳是皇帝亲自派过来的人，皇帝的人。赫利克斯这下反应过来了，如果艾琳是皇帝派来的，那给他写推荐信的阿什利公爵恐怕也早就倒戈了。这背后的水比想象中还要深。艾西斯倒是很冷静，他觉得这反而是个绝佳的机会，正好可以借机看清楚艾琳到底站在哪一边。火光映照着他的脸，也许大家都看走眼了，她根本不是传闻中那个恶毒的女人，谁知道呢？说不定真正能拯救这里的，反而是这个被所有人排挤的艾琳。深更半夜，艾琳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了。侍从推开门说：“你就住这间房吧。”话还没说完，对方扭头就走，那架势简直像是在躲什么瘟神。随着砰的一声，艾琳被彻底关在了屋里。这种冷冰冰的态度，她早就习惯了。虽然人情味儿是一点没有，但这房间倒是准备的还算体面。夜深人静，艾琳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费迪南多，总觉得最后见面的时候自己对他实在太冷淡了。回想起临行前，费迪南多曾极力劝他收手，说以他现在的本事，完全没必要去执行这种送死的任务。可易灵心里清楚，这差事他根本躲不掉，就算这次拒绝了，后面肯定还有更麻烦的坑在等着他。就在两人告别的时候，
费迪南多突然停下脚步，语气变得异常严肃：“艾琳小姐，我有一件事想向你坦白。”费迪南多突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他说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看穿所有人的过去，这是皇室血统里极其罕见的超能力。还没等艾琳反应过来，他接着说：“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已经看过了艾琳的过去。”这下艾琳彻底乱了阵脚，在他的记忆里，费迪南多从来没提过这件事。这种被人一眼看穿的感觉，让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偏偏要在这种时候说出来？费迪南多握紧了拳头，语气变得更加低沉。他说：“在我看到的那个过去里，我竟然对你……”费迪南多终于抛出了那个重磅炸弹。在我看到的那个过去里，我其实是想对你说，我爱你。这句话一出，艾琳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从他嘴里听到这个字。费迪南多看他没说话，瞬间就慌了神，赶紧解释说：“那是过去的事，不是说现在就喜欢你。”结果这话越说越乱，他又赶紧补了一句：“我也不是说现在就不喜欢你。”这下好了，简直是越描越黑，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场面尴尬到了极点。费迪南多沉默了半天，终于豁出去了，他伸手拉住艾琳，语气变得无比认真：“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不想看你受伤，更不想看你受罪。虽然我看过你的过去，但我不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你究竟想改变什么。如果皇帝还要给你出难题，我会站出来替你挡下这一切，所以别走好吗？”他紧紧抱住艾琳，可伊琳却沉默了。他轻声提醒费迪南多，自己是一名骑士，天生就是为了保护别人而活的。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次，无论是活着的意义，还是前进的方向，全都是身不由己。艾琳站在窗前，眼神变得坚定。这一次，他决定要自己做主。虽然前路不明，但他并不后悔来到这里，因为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使命。可现在，事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数。费迪南多刚才的那番话，在他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说他看穿了过去，还说在那段过去里，他爱着自己，这让艾琳彻底乱了阵脚。在他的认知里，那个冷酷的费迪南多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他蹲在地上，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或许他只是看到了过去的一个片段，就产生了某种错觉。不管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都没时间纠结了。他必须换好衣服，赶紧出发，因为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呢。费迪南多说他以前也喜欢我，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艾琳拎起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与此同时，森林深处的战斗已经打响。赫利克斯拔出长剑，挡在最前面。他说：“只要一离开安全区，那些怪物就会像疯了一样扑上来，局面比想象中还要失控。怪物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预料，空气里的死亡气息越来越重了。”赫利克斯看着满地的狼藉，这地方已经不是普通人能待的了。如果没有神圣力量护体，只要踏入这片森林，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他心里有些打鼓，艾琳到底能不能撑住？可谁能想到，艾琳走在森林里，竟然跟没事人一样，连旁边的艾西斯都看傻了。按理说他现在根本没法操控魔力，怎么可能在毒气里走得这么轻松？艾西斯一直盯着他，满脸都是不可思议。艾琳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家伙怎么一直盯着我看？赫利克斯之前在村口就放过狠话，他说怪物由他来对付，让艾琳老老实实待着，别乱动。这种被盯着的感觉从昨天就开始了。艾琳心里很清楚，赫利克斯和艾西斯都在防着他，这也难怪，毕竟他是带着皇帝的命令来的，换作是谁都会怀疑他的立场，觉得他是皇帝派来的眼线。艾西斯突然开口，他说：“这种鬼地方，对于在首都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来说，肯定非常陌生。”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醒艾琳，空气里全是邪恶的气息，真正的危险已经把他们包围了。艾西斯在一旁冷嘲热讽，他说：“要是害怕了，趁现在赶紧走，当个逃兵也没人会笑话你。”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让艾琳觉得很不舒服，但她只是淡淡回了一句：“多谢关心。”其实伊琳心里很清楚，这两个人并不是什么大恶人，他们只是费迪南多的死忠粉，因为太崇拜费迪南多，所以才怎么看艾琳都不顺眼，觉得他根本配不上这份差事。还没走两步，赫利克斯突然拦住了他，他冷冷地警告伊琳：“在这里我才是领头的，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乱动。”赫利克斯招呼都没打一声，带着艾西斯就往前走，完全没打算等后面的艾琳。看着这两个人的背影，艾琳无奈地叹了口气，总觉得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会特别心累。穿过茂密的树丛，赫利克斯终于停下了脚步，目的地到了。谁能想到，在这荒郊野外，竟然藏着一座这么大的洋房？看这规模，以前肯定住过不少人。就在艾琳观察四周的时候，赫利克斯突然转过头，一脸严肃地叫了他的全名。艾西斯正打算审问艾琳，他想知道艾琳来西部到底有什么目的。结果话还没说完，意外就发生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干扰魔法突然袭来。赫利克斯反应极快，立刻让艾西斯释放神圣力量进行防御。这种规模的魔法简直闻所未闻，要不是他们反应够快，恐怕现在已经全军覆没了。就在这时，艾西斯突然反应过来，艾琳呢？等他们回头看去，已经晚了。艾琳根本没来得及防御，整个人已经彻底中招了。艾琳醒来，发现自己回到了家，但她心里很清楚，这绝对是中了敌人的幻术。这魔法到底想干什么？还没等她想明白，周围的画面突然就开始失控，满地的鲜血，还有倒下的同伴。这哪里是家？这分明是她最想忘记的那个重复了无数次的噩梦。既然是第一世的噩梦，那个人肯定也要出现了。果然，怕什么来什么。费迪南多满身是血的走了出来，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这重逢彻底变了味。他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这里的人全是你杀的？噩梦的走向一点没变，艾琳被困在幻觉里，根本逃不掉。以前她总觉得费迪南多一定恨透了自己，所以连一句解释的话都说不出口。她在想，如果大家都没出生在豪门，结局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就在这时，费迪南多满脸是血的问他：“你这次是不是又要杀了我？”谁都没想到，艾琳这一剑竟然是砍向自己。旁边的艾西斯彻底看傻了，大声质问他为什么要对自己下狠手。艾琳语气冷静，她说：“只有这样才能从刚才的幻术里强行醒过来。”艾西斯想赶紧帮他止血，却被他直接拒绝。他说：“别碰伤口，我现在必须靠这种疼来当做保持清醒的清醒剂。”艾西斯刚才尝试用神圣力量帮艾琳从幻术里醒过来，结果却意外看到了他的幻境。在那个可怕的幻觉里，他并没有攻击眼前的费迪南多，反而是一剑刺向了自己的手臂。最让艾西斯想不通的是，他当时并没有被魔法控制，也就是说这一剑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可他为什么要对自己下死手？难道仅仅是为了强行从幻术里清醒过来吗？艾西斯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艾琳宁愿对自己下狠手，难道是因为不想伤害费迪南多？但现在已经没时间纠结这些了，大批怪物正在疯狂涌入。他提醒艾琳，哪怕受了伤，现在也必须打起精神。局面彻底失控了，谁都不知道这么多怪物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这么多怪物，气息竟然一直被隐藏得这么好，这下麻烦了，所有人已经被彻底包围，现在想跑根本来不及。看着眼前的怪物潮，赫利克斯心里很清楚，接下来的战斗他必须分心去保护好另外2个人。就在这时，艾琳突然开口，她要求艾西斯必须立下一个誓言，无论待会看到什么，直到死的那一刻都不能说出去。艾西斯愣住了，神职人员的誓言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开口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他问艾琳，真的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但艾琳根本不给他犹豫的机会，他说：“我知道自己在求什么，没时间解释了，赶紧发誓。”艾琳直接把话挑明了，如果不发誓，他绝对不会出手帮忙。可对于艾西斯这样的信徒来说，誓言是跟神灵的契约，一旦违背就会失去所有神力，这在神殿可是绝对的禁忌。在艾西斯眼里，艾琳就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娇小姐，根本不知道这种要求的分量。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他太想知道这个女人到底在隐藏什么秘密。就在誓言成立的那一刻，艾琳终于拔剑了，这一招干净利落。艾西斯很清楚，这不仅是救命的机会，更是揭开他真面目的唯一契机。谁能想到，这些体型巨大的怪物在艾琳面前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他每一剑下去都是致命伤。这种战斗方式根本不是在防守，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赫利克斯在一旁彻底看呆了，他原本以为已经很高看这个女人了，结果还是自己看走眼了。他低声感叹，用强大来形容她，简直是对这种实力的侮辱。这哪里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这分明是一个从地狱回来的顶级杀神。这一剑的威力让整个战场瞬间安静了。谁能想到，消失已久的帝国第4位剑术大师竟然就在眼前。艾琳藏得实在太深了，这种级别的力量一旦传出去，整个帝国的格局都要变天。赫利克斯现在终于反应过来，为什么异灵一定要让他发誓？这哪里是简单的保密，这分明是赌上性命的封口令。他要隐藏的不仅仅是这一场战斗的胜负，更是他足以横扫一切的真实身份。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赫利克斯心里很清楚，从这一刻起，他已经彻底卷入麻烦了。战场上的气氛突然变了味，赫利克斯率先察觉到不对劲，这些怪物的身上竟然缠绕着浓郁的黑魔法。艾琳握紧了手中的剑，她发现那些原本只会乱冲的怪物，现在竟然开始排兵布阵，动作整齐的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受潮，而是一场有预谋的围攻。有人在背后把这些怪物当成了提线木偶。到底是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在暗处操控这一切？答案就在这颗水晶球里。那些凶残的怪物，此时此刻竟然全成了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而真正的幕后黑手，竟然是这个躲在暗处的颗粒啊！他稳坐钓鱼台，隔着水晶球观察着战场，看起来早就胜券在握。